哪人不对劲？别人都在啃树皮吃野菜，而他顿顿都有肉吃，只因他是个穿越者，凭借前世的知识，轻轻松松捕到别人梦寐以求的鸟兽。银儿，去种田啊！你这一身装扮是想逃荒吗？眼前这个男人叫云超，是个穿越者。根据原主的记忆得知，这是一个叫大武的朝代，悲惨的是刚来就天崩开局，家里没了粮食，只能喝西北风充饥。进山打猎呢？哈哈，就你还打猎？你要是能打到猎物，我请你吃白面馒头。你那算什么？云儿，你要是能打到猎物，我把分叉吞下去。云儿，我支持你，一定要打只猎物回来，咱们看他怎么吃分叉。村民几乎都在拿云超开涮，云超懒得和他们计较，谁让前任做的是人增狗厌。来到后山，云超找了一棵大树，在附近清理了一块空地，捡了一根树枝，上面系上麻绳，支起竹筐，下面撒上碎米，随即躲到了大树后面，手里拽着麻绳的另一头，开始静静等待。五朝的生态没有受到破坏，鸟兽很多，有了粮食的诱惑，时间不长就飞来了好几只，其中有一只鸟比其他都大。云超强忍着拉绳子的冲动，直到鸟都走到了竹筐中间，云超才猛力一拽，竹筐扣了下来，感受到竹筐的震动，云超兴奋极了，这下不用挨饿了。耶，云儿回来了，怎么样，打到猎物了吗？哈哈，他要是能打到猎物，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银儿，赶紧回去歇着吧，有小媳妇养着，自己还操什么心啊？云超本来不想搭理拿他开涮的家伙，可是这帮家伙太过分，话是越说越难听。于是云超打开了麻袋，鸟兽在装进麻袋之前，已经用草绳拴好了腿，不怕它们飞走。哎呀，这么多鸟，云儿你真是好样的，还是活的，你是怎么抓的？云儿，赶紧回家吧，这下你的小媳妇肯定高兴坏了。对了，之前是谁说云儿打到了猎物就吞粪叉？看我干什么？我可没说过这话。在众村民羡慕嫉妒的目光下，云超昂首阔步向家走去。哎，二哥，这都是你捉的吗？眼前这个姑娘叫林幼娘，说是她的小妹，其实是云超的大哥临死前买回来的。云超爹妈也都早早不在了，没有家人管教，原主养成了很多不良的坏习惯。是啊，都是我抓的，我们有吃的了，不用再饿肚子。听到云超回答，林幼娘的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她的要求不高，只要二哥能少惹事就行，不指望他养活这个家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二哥突然开了窍，抓了这么多猎物回来。哎呀，云儿家的，你哭什么啊？云儿长大了，是到顾家了，你该高兴才对啊。是啊，幼娘别哭了，赶紧跟你二哥回家做好吃的吧。听着一旁村民的话，云超有点意外，就原主曾经干过的那些破事，村民不把自己赶出村子就是好的。真是没想到，自己这才刚刚有了改变，就有这么多人替自己高兴。云儿，把你的鸟给我。赖小二，你做梦呢？眼前这个人是村正的第二个儿子，在村里名声极差。哼，云儿，别给脸不要脸。给脸不要脸？你有脸吗？真想吃肉，拿粮食来换，你换得起吗？云儿，你敢小看我？不就是几只鸟吗？怎么换？我全都要了。一只鸟换1斤粮食，换吗？云儿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赖手艺虽然有些混，却不傻，知道1斤粮食的价值，而且当着众多村民还不敢明抢，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二哥，今天咱们先吃2只，不吃1只鸟好不好？1只鸟够谁吃的？全都煮了。二哥你吃肉，我只喝汤就好，其他的留着慢慢吃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今天咱们都吃肉，不够明天我再抓。啊，二哥你真的会抓鸟吗？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？云超可没办法解释，于是拿出了原主的做派。小丫头片子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做饭去？林幼娘见云超发火，不敢再问，趁势就钻进了厨房。时间不长，鸟肉就被林幼娘煮熟了。也不知道是五朝的生态好，还是云超的肚子太饿，感觉就是前世也没有闻过这么香的味道。太香了，幼娘，开饭吧。林幼娘早就饿得头晕眼花，云超一说开饭就动了起来。听到哭声，林幼娘脸色一暗，手也停下了。幼娘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两世为人的阅历，结合隔壁小孩子的哭声，很快就让云超明白了林幼娘为什么情绪低落。幼娘，是不是隔壁王婶家也断粮了？想起自己刚穿越过来时掉到冰窟受了风寒，喝的那碗姜汤，云超就觉得有必要关心一下隔壁的王婶。何况云超的父母和大哥死后，因为他和林幼娘年纪都小，没少受到隔壁王婶照顾。应该断粮了。今天我看见石头去村正家借粮，好像没借到。云儿，你给我出来！赖小二，你叫唤什么？东西已经炖了，你就是想换也换不成。哼，不是我找你，是我爹找你，赶紧跟我走一趟。闻到从屋子传来的香味，赖手艺拼命地吞口水，恨不得现在就冲进云超家，把他的东西吃个精光。你爹找我干什么？我哪知道，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好，前面带路。云儿，听说你抓了很多鸟。前面这人就是村正赖之成。不是很多，
才抓了6只。赖志成嘴角直抽抽，也就是他不知道什么叫装逼，不然一定会赏他2个大耳刮子。那你还能像今天抓这么多吗？能啊，要不是我饿了，今天还能抓更多。听到云儿的话，赖志成的一张脸笑成了菊花。云儿啊，你说叔对你怎么样？云超看着他没有说话。想忽悠你云哥，老赖同志你还嫩点。云儿，你说吧，要怎么样才能把抓鸟的法子告诉我？村正，你不能抢我们家的秘方啊，这可是我大哥用命换来的呀。听到云超说起他大哥，赖志成酝酿的计谋又生生憋了回去。虽然云老大死了好几年，赖志成却不敢真把云儿怎么样。据说云大和江湖上很多狠人都有关系，万一招惹来那些家伙，可是大大的麻烦。100文钱，云儿，如果你把抓鸟的法子交给我，我就给你100文。在赖志成看来，听说有100文钱可拿，云超一定会答应。可是云超不但没有答应，甚至扭头就走。云儿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爹吗？怎么着？你们想仗着人多欺负我吗？我们就欺负你了，你能咋的？好啊，来呀！你今天要是不动手，你就是我孙子。赖守义哪受得了这个气，举起拳头就要打。住手！见赖志成阻止，云超松了一口气，总算猜对了。信赖的这只老狐狸，在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之前，应该不敢把自己怎么样。村正，不是我不愿意把捕鸟的法子交给你，是你的条件跟他们的要求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肯给我2担粮食，我就告诉你。赖志成眼睛一亮，果然被自己猜中了。这小子还真勾搭上了云大的那些狐朋狗友。2担太多，我只能给你1担，不行就算了。那好，1担就1担，不过我只能教给你下雪的时候怎么抓鸟，天晴的时候不行。怎么，下雪和天晴的时候法子还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我只学会了下雪的时候抓鸟，天晴的时候我可不会。5斗，我只能给你5斗粮食，不行就算了。但河斗不是重量单位，是容积单位，1担是10斗，大概有120来斤粮食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云超用雪天捕鸟的方法换了赖志成8斗杂粮。云儿，你小子真废物，连1口袋粮食都背不动，还活着干什么？跳河算了。赖小二，你还学不学抓鸟了？最好客气点，不然我可能会忘记一些东西。你，哼！行了，把粮食搁门口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赖守义听到云儿的话，气得牙痒痒。本来还想到云超家蹭2只鸟啃啃，谁知这小子连门都不让进。哼，明天我再来。幼娘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？啊，粮食，这么多粮食。二哥，这些粮食是村正给的吗？不是他给的，是我用捕鸟的法子和他换的。啊，那以后咱还能抓鸟吗？不能，村正说以后卧龙村只能他们赖家人捕鸟，咱们都不能捕。听到云超的话，在场的村民都沉默了。不是云超不带大家一起发财，主要是实力不够，何况捕鸟只是一时的，还不如换了粮食解决眼前的饥荒。而且云超早就想好了以后赚钱的法子。村民们都在啃树皮充饥，而这男人却大口吃着肉汤泡饭，连隔壁的小孩都被馋哭了。二哥，你说咱们要不要给隔壁王婶送一些过去？行啊，幼娘你看着办好了。云超虽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，但是王婶的救命之恩，伸一伸援手还是没问题。啊，二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云超哭笑不得，居然被自己的小媳妇发了好人卡。幼娘，你那够谁吃的？再盛2碗，肉也多放几块。这林幼娘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之前是害怕云超小气，现在又害怕他大手大脚，不懂得过日子。愣什么呢？赶紧送过去啊，回来好接着吃。哦，我这就去。小超可不敢这样，你的好姨婶子心领了。王婶，你就拿回去吧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让石头和小果都尝尝先。好说歹说，王婶也不肯再把碗端回去。无奈之余，云超也有些感动，明明家里都断粮了，却还要担心自己家不够吃。石头，你过来。干啥？王石头个子很大，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长的。愿不愿意以后跟我干？我保证你能吃饱饭。啥？你说啥？王石头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个自己从来就瞧不起的活，居然让自己跟他干，难道跟着他去做偷鸡摸狗的事吗？放心，不让你干坏事，只要你能听我的，我保证你不会再饿肚子，怎么样？就在石头迟疑时，王婶出声了：石头，你就跟着你二哥干吧，娘能看出来，你二哥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二哥了。好吧，不过咱们要先说好，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不干。行，你就是想干，我也不会让你干，不然王婶还不骂死我啊！小超，看来你真是长大了，你爹爹和大哥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高兴的。王婶，来，把这2碗饭拿回去。我说了，石头跟我干，我就管你们吃饱饭。王婶这回没跟云超客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赖守仁和赖守义兄弟俩就背着工具来了。云儿，赶紧教我们怎么抓鸟。云超刚想接话，就看见石头往这里走了过来，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就站到了云超身边。石头，你来干什么？
哦，石头是我喊来的。哼，石头要是学会抓鸟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不交给别人，就不会食言。就算石头学会了，他也不会用的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云儿，你要是敢骗人，后果……赶紧走吧，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还学不学了？赖氏兄弟气呼呼跟着云超去了卧龙沟后面，云超没有藏私，详细给他们演示了一遍捕鸟的方法。怎么没鸟来呢？云儿，你是不是骗我们？废话，咱们这么多人待在一起，鸟又不是傻瓜，能来才怪。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要藏起来，多好，不能让鸟看见，这都不明白。教完赖家两兄弟，云超和石头沿着卧龙沟一路向上，找了一块空阔的冰面，随即云超指着脚下，石头，来，在这里砸一个窟窿。石头个子高，力气也大，时间不长就砸出了一个冰窟窿。好了，石头，接下来交给我就好。在石头奇怪的目光下，云超把捡来的竹子一头削尖，劈出一个十字开口，把两根短树枝卡在里面，让十字开口保持张开状态，一杆竹制的鱼叉就做好了。超哥，你是要插鱼吗？对，石头你真聪明。插那玩意干什么？鱼又不好吃。云超先是一愣，这才反应过来石头为什么这么说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卧龙村人几乎全都一样不吃鱼，不是不爱吃，是不知道该怎么吃，另外就是缺少调料。石头，鱼不是不好吃，是你不会吃。等抓了鱼，今天我给你露一手，保准你吃了一次想两次，吃了两次想三次。见石头一副我相信你个鬼的表情，云超懒得再解释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超哥，有鱼。云超动作很快，一用力，鱼叉像是一条毒蛇，一头就钻进了水里。云超再用力一甩，一条大鲤鱼就被他甩到了岸上。随着这一次的成功，云超一鼓作气，不到2个小时就插了10来条。超哥，还插吗？石头已经震惊地说不好话了，因为云超每次插的位置都是在鱼的位置下方，每次石头都觉得云超会失败，可是和想象的不一样，云超竟然没有失手，插了一条又一条。差不多了，人不能太贪。石头，把鱼装起来，咱们撤。超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你插鱼的法子说出去。云超一愣，谁说石头这小子笨，不用交代就知道该怎么做，是颗好苗子。二哥，你从哪里弄了这么多鱼？当然是从河里抓的。二哥，你怎么又去水边了？多危险啊！哼！林幼娘小嘴一撅，生起气来，想起自己前不久才掉进了冰窟窿，就又跑去玩水，难怪小丫头不高兴。好了，幼娘，我保证以后没有你的同意，再也不去抓鱼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可是这些鱼怎么吃啊？没关系，幼娘，我会煮，你等着吃就行了。二哥这是咋了？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以前二哥哪里会干这些粗活？胡思乱想间，一股诱人的鲜香突然钻进了幼娘的鼻孔，没想到被卧龙村人嫌弃的鲤鱼居然这么香。幼娘，你去喊王婶一家过来吃饭。哦，我这就去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怎么不吃啊？云超看着大家坐着干瞪眼无从动手，转念一想就明白了，合着大家是不知道怎么吃。无奈之下，云超只好一边吃一边示范，众人这才勉强学会了怎么吃鱼。怎么样，石头？我没骗你吧？鱼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吃完饭，云超带着石头又一次出发了，目标依然是卧龙沟。在云超的指导下，石头很快也掌握了插鱼的要领。傍晚回家的时候，2个人的背篓里装满了大鱼。哎呀，这么多鱼，这可怎么吃啊？没关系，收拾干净，抹上盐，做成咸鱼放起来，不会坏的。二哥，咱们去哪儿找那么多盐啊？云超这才想起来，这可不是前世那个物资丰富的时代，五朝的盐铁都是官府专卖，不是一般平头百姓能消费的。没关系，现在天气冷，就算没有盐，冻起来也能放一段时间。等过几天雪化了，我进城看看能不能卖掉。晚饭毫无疑问的继续煮鱼吃，正在大家吃的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嘎嘎嘎！云儿，看看老子抓了多少鸟！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香？赖手艺可不是什么讲礼仪的家伙，直接就闯了进来。哈哈，赖小二，你来的正好。石头，给他盛半碗鱼汤尝尝。石头虽然疑惑为什么给赖小二鱼汤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在香味诱惑下，赖小二把汤喝完，随后云超还教他怎么吃鱼。云儿，快告诉我你的鱼是怎么做的，我以后照着你。怎么做不重要，难道你不想知道这些鱼是怎么抓的吗？有了上次的交换经验，赖小二很快就明白云超打了什么主意。云儿，说吧，你要多少粮食才能把抓鱼的法子告诉我？赖小二，你回去叫你爹过来，这件事情太大，你做不了主。随后云超盛了半碗鱼汤，让他带回去给赖志成尝尝。小超，这可是能传家的秘术啊，难道就这样轻易传给姓赖的吗？放心吧，就算教会姓赖的，我也不会吃亏。
他的捕鱼方法并没有那么高的技术，只要看一遍，再琢磨琢磨，很快就能学会。与其等着被人发现，一文钱也捞不着，还不如利用信息差，迅速积攒一笔启动资金。云儿，我来了，有什么条件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令云超没想到的是，村正居然亲自过来跟他谈条件。村正，别急啊，既然来了，先尝尝我亲手做的鲜鱼汤，然后再谈别的也不迟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尝过了，有什么条件赶紧说。那好，我先给你算个账，用我的方法，一个人一天可以捕上100斤鱼，按照每斤鱼50文钱计算，一天就能挣5000文钱，也就是大概5两银子，一个月就是150两，一年就是1800两，10年……停，别算了。村正，怎么了？难道我算错了吗？赖志成气得胡子直翘，他想说你不但算错了，还他妈错得很离谱。不过生气之余，赖志成也大大提升了对云超捕鱼方法的预期。云儿，我也不跟你啰嗦，5担粮食换你捕鱼的法子，怎么样？村正，5担粮食肯定不行，你要是真想学我的捕鱼秘术，1000两，我现在就交给你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云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用20亩地跟你换。村正，你拿我当小孩子哄呢？20亩地，顶多100来两银子，我抓半个月的鱼就够了，还用跟你换？云儿，不要太过分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不是说了吗？1000两，这还是看在你村正的面子上。好，很好，云儿，算你有种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0亩田。不行，100亩田才500两，我要200亩。好，200亩就200亩，现在咱们就写契约。出乎云超的意料，赖志成还真答应了。村正，咱们先把话说清楚，你准备用哪200亩地和我交换？哼，当然是卧龙沟北岸的田了。你觉得我会用村里的好田跟你换吗？村长，您可别看小超的年纪小就骗他，卧龙沟北面哪有那么多田？而且卧龙沟北边哪能种田？不是山洪冲，就是野兽捣乱。给老子闭嘴！娘的，你再敢多嘴，下次再剿匪，我就送你儿子上战场。村正的一番话确实镇住了王婶，可是云超并不怕他。这样吧，村正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也别问我的捕鱼方法是跟谁学的，我也不问你在卧龙沟北岸有多少亩开出来的熟地，你给我100两银子，再加卧龙沟北岸所有的田地，我就把捕鱼的方法交给你。为什么卧龙沟北岸的土地没人开荒？除了自然条件之外，官府的横征暴敛才是主要原因。在大武朝，赋税重的简直令人发指，林林总总的税赋加在一起，农民每种1亩田，差不多有70%的收获都要用来交税。这是一个既能让云儿吃不了兜着走，又能完成自己开荒征税的任务，一举两得的事情，傻瓜才不干。于是赖志成答应了云超的条件，但是开荒需要备案，不是一个村正能办好的。云超必须和赖志成一起到县里的衙门走一趟，最终说好了第2天一早去县里。赖志成就让大儿子赖守仁把50两银子送了过来。云儿，银子藏好，被人偷了可不能怪我。行了，别废话，银子在我手里，当然跟你们没关系。二哥，这么多银子，咱们放哪儿啊？二哥，夜里要是有贼来偷怎么办啊？我今天晚上不睡了，看着银子，谁敢来偷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别藏了，就搁我枕头下面，明天我进城的时候就把它花掉，这下你总放心了吧？啊，明天就花掉？二哥，咱们好容易有了钱，你可别乱花呀。当然，云超并不是乱花，而是另有用途。男人离了大谱，小媳妇刚拿到手的50两，他不但不存起来，却要全部花掉。啊，明天就花掉？二哥，能不能只花一半？咱们好不容易有了钱。小丫头，你就别管了，放心大胆的去睡吧。面包会有滴，牛奶也会有滴。面包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第2天一大早，赖志成就来了。村正，别着急啊，总得让我吃完早饭吧，饿着肚子怎么赶路？赖志成惦记着50两银子，一晚上没睡。要是云儿拿着银子跑路，他哭都没地方哭去。什么？你还要吃饭？等回来再吃吧。要知道他心挂着这50两，天刚亮早饭没吃就来了。而现在听到云超要吃早饭，他哪能答应？积雪还没有融化，路况很差，足足用了2个时辰，一行3人才到了县城。可是刚到城门口就被守门的兵卒拦了下来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因为他们3人的穿着掩盖不住乡下人的气质。军爷，我是卧龙村的村正，要去衙门公干。身为村正，赖志成有一块竹制的腰牌，上面刻着他的身份信息。哼，进去吧。进城是要交进城税的，每人是2个铜板。文兵本来还想讹他们几个钱，可是村正到县里办事不用交钱。一进城门，石头的眼睛就不够用了，不说各式各样的建筑，单是满大街穿着靓丽的姑娘，就让石头看得目瞪口呆。石头第一次来城里啊？超哥，我第一次来，这里真热闹。哈哈，没关系，跟着超哥，以后肯定经常来。与石头的土鳖样不同，云超显得很镇定，好似经常出入城中。
云儿这小子怎么回事？看到城里这么繁华，怎么无动于衷？肯定是和他那个死鬼大哥来过。下雪天缘故，到衙门办事的人不多。在赖志成塞了2两碎银之后，当场就把事情给办了。不是赖志成大方，主要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捕鱼秘书了。云儿，我们赶紧回去，把你的捕鱼秘书交给我。别急啊，村正，好容易进一趟城，哪能不好好逛逛？我还想买些东西回去呢。什么？你还要逛街？你还要买东西？说，你是不是想溜？无论赖志成怎么不情愿，都挡不住云超的购买欲，而粮店则成了云超的目标。超哥，怎么了，石头？那个什么，这么多东西，咱们怎么弄回去啊？云超愣了一下，在后世社会消费惯了，压根就没有想到运输的问题。掌柜的，你们负责送货上门吗？管送。客官，你们住在哪？城西30里的卧龙村。客官，卧龙村太远，要是送货就要加钱。多少钱？去卧龙村的路可不好走，要加2成的货款，你看需要吗？先放你这，等我买了其他东西之后再说。对了，掌柜的，县里有卖马车的没有？有，南门外的马市街，卖马的、卖驴的、卖牛的都有。对了，客官，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可靠的衙人？在五朝买卖大宗商品必须经过衙行中介。行，掌柜的，我读的书少，你可别糊弄我啊！小郎君还读过书，失敬。一听云超读过书，掌柜的态度比刚才还好。五朝的文盲率相当高，哪怕云超是个落魄读书人，也会被人刮目相看。老子还不知道你，让你偷鸡摸狗可以，读书也不看看你祖坟上有没有长那根蒿子。不过赖志成没有拆穿他，选择了冷眼旁观。很快，掌柜的就找来了一个中年人。老张，这位小郎君是个读书人，想要买马车，麻烦你关照一下。吴掌柜你就放心吧，我衙人张办事你还不知道，要是小郎君不满意，你就拆了我这把老骨头。一路上，衙人张给云超诉说其中门道。大五朝的北方地区被异族占领，失去了养马地，所以马价非常高。于是云超决定改买牛车。村正，你觉得买哪头牛好？云超对于买牛完全就是一窍不通。赖志成一愣，有心乱指点他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决定还是实话实说，开荒的事还得云超去做。就要这头小公牛吧，公牛的力气大，开荒的时候更好用，也能拉得更多些。好，就听村正的。花了6两银子，还有1两1钱的中介费，在衙人张的见证下，云超就成了小公牛的主人。随后又花了5两银子买了一架牛车。云超觉得以后自己肯定要经常在卧龙村和县城之间往返，少不了运东西，买一架牛车很有必要。混蛋，那可是老子不舍得吃，不舍得喝，辛辛苦苦才攒出来的银子，这才多大功夫，就被你花出去那么多，真他娘的败家！看到云超花钱如流水，一会儿就花出去那么多银子，赖志成的心疼的简直在滴血。吴掌柜，你先让人装车，我在附近再转转。把牛车放到吴掌柜店门前，他就打算去成衣铺看看，因为他和林幼娘的衣服不仅破，而且少，想买几件新的。馒头，又香又大的馒头，几位要尝尝吗？馒头多少钱一个？2文钱，2文钱就一个大馒头。客官要来几个？云超估摸了一下，馒头比较大，差不多有2两，一个馒头卖2文，几乎还算合理，利润并不高。来10个。村正别客气，吃吧，我请客。赖志成哼了一声，接过馒头。算你小子识相，看在你还知道孝敬老子的份上，等你将来倒霉的时候，老子可以饶你一命。可是当赖志成看到云超递给石头4个馒头的时候，气死我了，直接顿时就改变了主意。一口馒头咬下去，云超险些吐出来。有没有搞错？怎么这么酸？掌柜的，你的馒头怎么这么酸啊？什么酸？客官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整个青阳县谁不知道我武大的馒头最好吃？你是不是叫武直？武直，客官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叫武大，不叫武直啊。吴老板，你的馒头是不是发酵时间太长了？发酵是什么东西？你的馒头放碱了吗？啥？客官你说放啥？我的馒头干净着哩，除了白面啥都没有放，你可不要坏我的名声啊！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云超直接无语了。不过云超也知道手里的馒头为什么会酸了。古人蒸馒头发面时候用的都是老教头，用老教头发面有个缺点，容易发酸。想到这，云超的眼睛当即就亮了，这其中商机不言而喻。不过云超不着急，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逛街。一路上没有看到成衣铺，于是云超就买几匹布回去自己做。云儿，这钱是跟你有仇吗？你就这么恨不得往外给？云超没搭理老赖，继续购物，花了3钱银子给林幼娘买了一根钗子。哼，有银的不要，买铜的也不嫌掉价。赖志成的眼皮子一直在抽抽，云超每次花钱买东西都像是在割他的肉。买吧买吧，你家的东西将来也是老子的。吴掌柜，
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碱的？碱？小郎君，你是说要利用的碱石吗？碱石？听吴掌柜的语气，云超明白了，他说的碱石大概就是自然界中的纯碱。对，就是碱石。城西的生药铺里应该有卖，小郎君可以去看看。掌柜的，有碱石吗？有，客官要多少？一看药铺掌柜拿出来的东西，云超就知道妥了，光闻味道就知道是碱，很冲鼻子。别看这是大自然的东西，但碱石并不便宜，3000银子1斤。云超一次买了5斤。掌柜的，有时间多进一些，以后我可能经常要买。回去的路上由村正赶车，赖志成不愧是村正，赶车的手艺没得说，牛车被他赶得稳稳当当。石头，好好跟村正学着点，你要是能学会，以后这架车就让你赶。石头很高兴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赖志成。要知道，在武朝，赶车是比后世开车还牛的一门技术，是可以养活全家的技能。赖志成没有藏私，他已经把云超的牛车看成了自己的财产。等将来牛车成了我的，石头给我们老赖家赶车也不错。回到村里的时候，云超的牛车和满载的粮食引起了村里人围观。不是云超大手大脚和高调，而是故意要让大家知道他的钱都花完了，让人别惦记，不然别人都快活不下去了。不抢他的抢谁的？村民们都在挨饿，他却大车的往家里运粮食。哇，粮食这么多粮食，还有布这么多，真好看。这是什么盐？这么多好盐！小超，你疯了！买这么多东西不够了吗？看着轰动的村民，云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突然得了那么大一笔银子，就怕被人惦记，与其放在家里提心吊胆，还不如花出去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。二哥，钱都花了。有好事的村民已经提前通知了幼娘，说他的二哥又开始败家了。是啊，幼娘都买了这些东西。听到肯定的回答，幼娘眼睛就开始发红。云超当即就把买的铜钗插到他头上。当着这么多人面，林幼娘脸红的不行。哇，幼娘，你二哥给你买的钗子真好看。幼娘真羡慕你，婶子嫁到你们卧龙村18年，咋就没人给我买钗子呢？热闹了好一阵，村民才渐渐散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赖志成就带着2个儿子来了。云超也懒得啰嗦，带着他们去了卧龙沟，把冰窟窿插鱼的方法教给了他们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云超并没有躺下继续睡，而是准备把昨天买的天然碱加工成食用碱。臭二哥又在干什么？又是皱眉又是挠头的。幼娘，快去发面，我今天要吃大白馒头。哼，坏二哥又要败家。云超没有跟幼娘说食用碱的事情，他准备打个小埋伏，悄悄在发好的面里加碱，看看林幼娘吃了馒头之后会有什么反应。不一会馒头就蒸好了，一掀开盖，林幼娘看的是目瞪口呆，因为锅里的馒头跟她想象的不一样，眼前的馒头又白又大，还有一股香甜的味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自己的厨艺进步了？二哥，你笑什么？难道我蒸的馒头不好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咱们幼娘烧的一手好茶饭，10里8香，谁不知道？去，二哥你真坏。闻着香味，云超迫不及待地拿起馒头咬了下去，险些没哭出来。终于找回一些前世的感觉了。林幼娘看到云超啃着馒头不说话，以为不好吃，随即也拿起馒头咬了一口。这哪是馒头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点心啊！嘿嘿，好吃吧？好吃就接着吃，吃完了咱们再蒸。连着吃了5个，云超立刻下达命令，让林幼娘继续蒸馒头，能蒸多少就蒸多少。幼娘刚开始是不答应的，当听到云超明天进城卖馒头后，只能将信将疑的答应下来。第二天，云超就坐着牛车出发了。云儿，停一下，等等我们。赖手艺兄弟俩一人挑着2个竹筐追了过来。我去，你们这是准备徒步走去城里吗？我们去找你借车，谁知道你比兔子跑得还快。老家伙真抠门，家里又不是没有牛车，竟然让2个儿子借自己的车，真是抠门他妈给抠门开门，抠门到家了。坐车也不是不行，咱们丑话说到前头，我的牛车可不白坐。喂，云儿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我买车是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的？笨蛋，当然是搞运输。搞运输？这都不知道？运输就是专门给别人送货，也可以拉人。哼，云儿，有话就直说，你是不是想要钱？对，你真聪明，拿来吧，每人10文钱，不多。混蛋，你敢跟我们俩要钱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说着，赖手艺就举起了拳头，准备狠狠教训云超一顿。老二，别动手！赖手人一看王石头狠狠看着他们，赶紧拦住赖手艺。石头这货又高又壮，他们兄弟俩加在一起也不是对手。兄弟俩纠结了一会，最终决定还是花钱坐云超的牛车。等一下，先别急着上车，你们只是给了自己的钱，还没给拉鱼的钱呢。什么？鱼还要给钱？当然，你们的鱼已经超重，必须办托运。托运？赖氏兄弟感觉要疯了，云儿说的话怎么都听不懂，难道是昨天进了趟城，长学问了？
云儿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信不信我们砸了你的牛车？砸呀！我正好觉得买卖做亏了，你们要是砸了我的牛车，我就把捕鱼的方法说出去，让乡亲们都去捕鱼。一听云超要反悔，赖氏兄弟立马就萎缩了。昨天他们父子3个，加上几个狗腿子帮闲，一天居然收获了200来斤鱼货，这么赚钱的买卖，又怎么能再还给云超？无赖，云儿你是个大无赖，我们不做了，把钱还回来。不行，钱货已经2清，概不退货，这是大武朝最新颁布的规矩，难道你们老爹没告诉你们吗？还有这规矩？赖氏兄弟2个土鳖，哪知道什么朝廷法令？那你要多少钱？不多，1筐鱼10文钱，4筐鱼总共40文，感谢惠顾。鱼比人还贵，土包子，早些送到城里就早些卖出去，鱼越新鲜就越能卖个好价钱，这点道理都不懂，还做什么买卖？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吃奶吧。那好吧。一路上云超也没有闲着，天南地北，漫无边际，一通神砍，县城还没到，赖氏兄弟就彻底被他砍晕了。这年头信息严重闭塞，谁知道的东西多，谁就牛逼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牛车上一股鱼腥味，君汉一看就知道云超他们是进城卖鱼的，于是想着好好敲诈一番。进城税每人2文，牛车10文，竹筐100文。见赖氏兄弟一副没见识的样子，守门的兵卒底气更足了。看什么呀？赶紧交钱，别挡路！你们一共6个竹筐，总共600文。我们不进城了，鱼不卖了。什么？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进城可以把税交了。对，赶紧的，而且还要罚款，不交罚款把你们抓进大牢。罚款罚多少啊？哼，念你们是初犯，稍加惩戒，2两银子。2两。赖氏兄弟直接被吓哭了。本来一大早高高兴兴挑着200斤鱼进城，以为要小赚一笔，谁知1文钱都没见，反倒要先赔上一大笔。哭什么哭？赶紧交钱，不交就没收你们的鱼。对，还要没收你们的牛车。害怕之余，于是兄弟俩把注意放到云超身上。云儿，你也听到了，他们要罚款2两银子呢，我们可拿不出来。你的牛车比我们的鱼值钱，所以罚款的银子要你出。什么？赶紧拿钱，我们还急着进城卖鱼呢，耽误了时间。鱼要是臭了，都要算在你头上。云超彻底被打败了，知道赖氏兄弟不是东西，却不知道这么不是东西。既然有人不仁在先，就别怪他不义在后。你们2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本来准备出钱把你们的鱼买下来，让你们回家之后能有个交代。现在算了，让他们把咱们都抓进大牢好了。那云儿你想拿多少？这样吧，我用1两银子把你们的鱼买下来，你们用这1两银子交罚款，我也出1两银子，咱们各出一半。什么？我们200斤鱼，你1两银子就想买下来？做梦呢！不卖就算了，我交我自己的罚款，你们兄弟俩去坐牢。云儿，你先别急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见他们嘀嘀咕咕，守门的君汉不干了。你们磨蹭什么？赶紧滚过来交钱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抓人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1两银子，你们现在就走，也不用交罚款了。鱼归我，罚款也由我来交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。这200斤鱼卖2两银子，好像卖的有些便宜。不过能不坐牢，还能拿1两银子回去交差，这笔买卖好像也不是太亏。仓促之下，兄弟俩只能答应云超。便宜你们俩了，以后再进城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和你们一起。接过银子后，赖氏兄弟就高兴得走了。几位长官，刚才我是不想让那2个乡下人知道，所以没说。这些鱼是狮子楼的掌柜让我送的。说着，云超就递过去了一串铜钱。君汉面面相觑。狮子楼是青阳县最好的酒楼，其背后的势力可见一斑，几个穷军汉哪敢招惹？进去吧。嘿嘿，2位长官，谢了，这是我兄弟，以后再给狮子楼送东西，我就不来了。你们记住他，别引起什么误会。君汉闻言也没敢再说什么。至于狮子楼是云超上次进城时看见的，说是掌柜的让他送鱼，纯属胡编，完全就是狐假虎威，忽悠几个兵痞而已。2银子买下的鲤鱼，他却转手赚了10倍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有上好的鲜鱼，想问一下你们要吗？不要，走，别挡路。同样是底层打工仔，但在狮子楼当伙计，自我感觉不是一般的良好。我的鲜鱼都很大，一条好几斤，你们真的不要吗？不要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赶紧滚蛋！就在这时候，从酒楼里出来一个中年胖子。酒楼种地，为何无故喧哗？一个破酒楼还种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白虎堂呢。掌柜的，这个乡下小子挡着咱们酒楼不走。小子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来我们狮子楼捣乱？掌柜的，没有捣乱，我是想问问你们酒楼要不要鲜鱼？胡说，没有捣乱，你用牛车挡着我们酒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卖什么的？云超也不废话，直接把鱼筐拿了下来，
看到满筐的大鱼，中年胖子的眼睛顿时就是一亮，不过还是说道：“小子，你的鱼不行，都是死的，而且还都烂了。”接下来，中年胖子足足说了5分钟，全都是挑毛病。总之就是云超的鱼各种不好，但是看到云超依然笑嘻嘻，根本不上当时。小子，说吧，你的鱼准备怎么卖？这个数？什么？就这种破鱼，你竟敢要100文钱一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自己是那个意思吗？明明是想说总共10两银子，怎么就成100文一斤了？掌柜的，你要知道，现在是冬天，这些鱼都冻结实了，根本就不会坏，放多久都是新鲜的。别看他们身上有一些伤口，做鱼生也好，做松鼠鱼也罢，丝毫都不影响卖相。等一等，什么是鱼生？鱼生就是鱼块，生鱼片在古代就叫鱼块。那什么是松鼠鱼？你会做吗？松鼠鱼嘛，简单，就是先把鱼……话说到一半，云超就不说了。咦，小子，接着说，干嘛不说了？你要是说的能让我满意，我可以考虑考虑买你几条鱼。别说只买几条鱼，就是把所有鱼都买下来，云超也不会告诉胖掌柜松鼠鱼的制作方法。想在大武朝发财，全靠脑海里的那些知识。掌柜的，松鼠鱼我也不知道怎么做，只是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吃过几次，据说是人家祖上给武则天当御厨的时候学的。这小子不是乡下的泥腿子吗？怎么还在东京汴梁大酒楼里吃过东西？难道他是哪个落魄大家族的子弟？学不成松鼠鱼的做法，几筐又大又肥的鲜鱼却不能放过。最终胖掌柜用10两银子买下了所有的鱼货。这一系列操作让旁边的王石头看傻了。不过石头也是知道云超能赚钱，主要是因为他能说，把那么牛的胖掌柜都给说懵了。卖完鱼的云超来到了上次买馒头的摊子。小郎君，你是要买馒头吗？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武大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云超想干什么。你看这是什么？馒头这么多。云超让石头把车赶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拿了一个馒头给武大，武大一场就愣了。这还是馒头吗？小郎君，你也准备卖馒头吗？武大有点害怕，云超的馒头这么好吃，要是跑来当他的竞争对手，他的馒头还卖个屁。武老板，你说我要是也卖馒头，能挣钱吗？武大想说不能，你赶紧滚蛋。可是话到嘴边，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。没办法，武大是个老实人。武老板，这些馒头3文钱一个卖给你，你要不要？3文钱一个？对，就是3文。这种馒头难道不值3文钱吗？值是值，可是我要不了那么多。武老板，我的馒头可不是一般的馒头，是加了特殊香料的馒头，要是零卖，至少卖4文钱一个。听到云超的话，武大纠结了起来，他不确定云超的馒头4文钱一个到底有没有人买。这样吧，武老板，我把馒头赊给你，等你卖完再给钱，行不行？那好吧。于是武大挑着云超的2筐馒头走了。二哥，要是这家伙不给咱们钱怎么办？没关系，2筐馒头而已，咱们还赔得起。走吧，石头，刚才路过一家书店，去买几本书。随后云超花了10多两买了一些认字的书，这让石头心疼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石头，走，咱们去十字街看看武大的馒头卖的怎么样了。云超过来的时候，武大馒头已经卖完了，正准备去找他。小郎君，谢天谢地，幸亏你没说馒头是你的。怎么了？馒头有问题？没有，馒头卖得很好，全都被人抢光。武老板，总共卖了多少钱啊？云超带来了150个馒头，批发给武大的价格是1个3文，所以武大就给了他450文钱。小郎君，你的馒头以后能不能还卖给我？既不用蒸馒头，又不用运输，轻松就赚了1钱半银子，傻瓜才不干。武老板，我家离城太远，每天跑不方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卖给你那种特殊香料，你自己蒸馒头卖，这样行吗？当然可以。你想啊，加了特殊香料的馒头销量那么好，你不是就赚得更多了吗？见武大还在犹豫不决，于是云超说道：武老板，你家在哪里？我去亲自给你演示一回，你就知道这宝贝有多好用了。那好吧，我家住的不远，就在城南。武大指路，石头赶车，不一会就到了武大家里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一个长相妩媚的少妇走了出来，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，一张红扑扑的芙蓉面。云超没有再往下看，因为不礼貌。武大其貌不扬，却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怪不得后来会倒霉。呸呸呸！这里是大武朝，不是水浒世界。蒸馒头前面的步骤都一样，和面、发面这些都不用云超管。等面团发好了之后，云超才开始发挥。等馒头彻底蒸好，香甜的味道就飘满了整个房子。大郎，你今天蒸的馒头真香。娘子，快别乱讲，是这位小郎君在馒头里加了特殊香料，
馒头才这么香甜，你是不知道。今天我在十字街见一向冷淡的娘子，难得有个笑。武大就像是打开了话匣子，把今天卖馒头的盛况说的那叫一个精彩。于是小少妇看云超的眼神就不对劲了。嗨，武老板，时间差不多了吧？一揭锅盖，馒头的甜香更是肆无忌惮。小郎君，谢谢你让奴家吃到了这种美味。如果不是你，奴家这辈子可能都尝不到东京汴梁的美食。这一刻，云超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馒头会被疯抢。大家都以为这没吃过的馒头是东京汴梁出品，而这距离东京汴梁足足有600里远，这的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吃到汴梁城的东西，难得吃一回，不激动才怪。武老板，之前说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如果不行，我可以找别人。什么事情？能告诉奴家吗？武大吞吞吐吐，把云超的意思大概说了一遍。你个憨货，还犹豫什么？小郎君看得起你，赏给你的赚钱机会，你还啰啰嗦嗦，真不是个男人。最终，武大成了云超的独家客户。前这个男人刚赚了10两银子，不料刚出城就被歹人盯上了。石头，快走！可是牛车哪里跑得过人？不一会就被几个劫匪追上了。把东西给爷爷留下。你们是谁？难道不知道我们是给城里狮子楼专门送鱼的？惹恼了我们东家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狮子楼。几个劫匪有些慌，好像狮子楼对他们的震慑力不小。云超一看有门，继续忽悠道：除了狮子楼，县里开药铺的赵掌柜，开粮店的吴掌柜，还有将来的首富武老板，和我都有业务。几个劫匪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县里什么时候出了个将来的首富。这样吧，看在你们是苦命人的份上，今天老子不和你们计较，赶紧滚！哦，好的，我们这就滚。虽然劫匪嘴上这么说，可是他们却是向他滚了过来。再看他们的眼神，哪有什么畏惧？刚才完全就是装出来的。石头，准备动手！小子，你是想笑死爷爷吗？还专门给狮子楼送鱼的，你当我们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？赶紧跪地求饶，说不定爷爷一高兴还能饶你。云超深知以少打多，必须出其不意才能制胜。杀完第一个劫匪之后，云超没有停留，随即把竹签发了出去。等劫匪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损失了2名队友，而石头也拿着石头对着其中一个劫匪砸了下去。原本以为是两只土鳖，谁知是两头猛虎。俺们是来劫财的，不是来拼命的。剩下2个劫匪溜得比兔子窜得还快。二哥，咱们报官吧。别慌，让我想一下。哎呦，2位好汉爷爷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好汉爷爷，别杀我们，我们只是想要点钱花花，没想过要坏你们的性命啊！说是谁让你们来劫我们的？这些劫匪就是一些乌合之众，一审问就供出了幕后主使，幕后黑手是狮子楼的伙计，就是一开始让云超滚蛋的那个。见他就从掌柜手里赚了10两银子，一下就起了歹心。二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走？不报官吗？不报官，省得麻烦。云超可不认为大武朝的官吏能替老百姓做主，不然老百姓也不会过这么苦。而且明面上是狮子楼的伙计找人劫自己，谁知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？万一是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胖掌柜呢？后面路程，2人不再像之前那么轻松写意，都打起了12分精神。石头，可以放松一些，不用太紧张。那帮家伙已经除掉了，不可能再有人劫咱。话还没说完，路旁的树林里窜出来一个人，拦住了牛车的去路。2位小兄弟，且慢动手，我不是坏人。你想干什么？小兄弟，我真不是坏人，不是坏人啊，我只是想顺路搭个车啊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小兄弟，我要去前面的下河村走亲戚，道路难走，想求个方便，麻烦2位顺路捎我一程。一听对方是下河村的，石头就放松了。从卧龙村去县城路上就会经过下河村。哦，我外公家就是下河村的，我小时候经常去下河村玩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什么时候云超的外公是下河村的了？不是上河村的吗？太好了，原来小兄弟是咱们下河村的亲戚啊！可能是我经常不在村子里，你去的时候没见过我吧？原来是自己人啊！误会，我外公姓赵，就住在下河村的村尾，倒数第2家就是。你认识吗？当然认识，村尾老赵家吗？生了个漂亮闺女，村里人都说她好福气。不用云超再说什么，石头就知道不对劲了。石头娘大家称她王嫂，压根不姓赵，而且年纪轻轻就死了，他老爹也算不上好福气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快说，同伙都藏在哪里？同伙，小兄弟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说不说？再啰嗦，我一枪戳死你！说，俺什么都说。小兄弟，你千万别急啊，听俺慢慢说。俺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实在活不下去，就跑出来卖盐。听了半天，云超才总算弄明白，合着这货是个卖私盐的。大武朝很多东西都是官方专卖，比如盐和铁，想要贩卖，必须得到官方允许。不对，你的盐呢？小兄弟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呀！我的东西都在树林里呢，不信你去看看。
二哥，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石头是个老实人，同时也是个年轻人，是少年就容易冲动。石头，别进去！云超可不想让他到树林里冒险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埋伏。小兄弟，求求你们，赶紧给我包扎一下伤口吧，不然会流血流死的。谁让你不老实？什么时候说实话，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止血。小兄弟，我真是买私盐的，不信你去树林里看看，我的驴还在树上拴着呢。好巧不巧，就在这时候，树林里传出来一声驴叫。云超又捅他几枪，是想试探一下树林里有没有埋伏。如果有同伙看到他连续挨捅，应该会跳出来。石头，你来看着他，我去树林里看看。云超手握竹枪，小心翼翼向树林走去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一头毛驴拴在一棵树上。仔细观察了一阵之后，就慢慢退出了树林。怎么样，二哥，这家伙说的是真是假？是真的，他的驴真在里面。两位小兄弟，误会解开了就好，麻烦你们赶紧帮我止血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兄，是我唐突了，我这就给你包扎伤口。还不等他高兴，云超的竹枪就又一次扎到了他身上。他是真疯了，怎么一言不合就开扎？我就是一个卖私盐的可怜人，你们这么对我，难道就不怕有报应吗？云超没有解释，让石头自己到树林里看，再顺便把毛驴牵出来。时间不长，石头就牵着驴出来了。怎么样，石头，你看出什么了吗？是不是这头驴太瘦了？一看云超脸色发黑，石头就知道自己说的不对。石头，瞪大你的眼睛，使劲瞅！今天要是发现不了问题，晚上就别吃饭。一听不让吃饭，石头不敢怠慢，开始仔细观察起来。二哥，我明白了，说说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？这头驴是公的。算了，石头，你还是歇着吧，动脑筋的事情不适合你。嘿，二哥，那我晚上还能吃饭吗？看到他们两个还有空说笑，中年男子这次是真崩溃了。俩小兔崽子，说，你们说个鸟说，没看见爷爷还坐在地上吗？没看见爷爷快死了吗？石头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脏东西，我明白了，这家伙不讲卫生，没有给他的驴洗澡。笨蛋，是血迹，血迹，明白吗？血不是红的吗？这是黑的啊！记住啊，石头，血刚流出来的时候是红色的，等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成黑色，知道了吗？懂了，有时候我身上破了口子，就会结一个黑色的血痂。驴身上有血，而且还是在驴背上，说明有人在驴身上受伤了，肯定是这头驴的主人被人杀了，而且还是骑在驴上被人杀的，就是他杀的。他杀了一个卖私盐的小贩，然后想装成私盐贩子糊弄咱们。石头一脸震惊，不过更震惊的是中年男子，想不明白云超是怎么知道的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哼，小兔崽子，实话告诉你们，赶紧给爷爷治伤，或许爷爷还能留你们一命。要是惹怒了爷爷，小心你们全家的性命。哼，你连自己有什么底牌都没说，拿什么吓唬人？这才想起来自己只顾吹牛逼了，居然忘说自己有多牛了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好，爷爷是从南边黑松岭下来的。黑松岭听说过吗？于是云超和石头听到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：下河村往南有一座黑松岭，这家伙就是黑松岭上新来的一伙土匪的探子。云超和石头都不知道黑松岭上什么时候来了一伙土匪，而这个消息必须赶紧带回去，不然卧龙村人会有危险。山匪会计谋，打劫不用愁，岂料遇到了21世纪的穿越者，忽悠不成反被杀。二哥，这家伙怎么办？带回村里还是拉到城里报官？不行，带回村会惹祸的，报官也不行，万一他们是跟官府勾结的，那我们就自投罗网了。二哥，不能弄回村子，也不能送官，那怎么办呢？难道放了他吗？可以考虑。山匪眼睛也是一亮，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兔崽子，居然不知道杀人灭口的道理！你们给爷爷等着，等我回去叫人，爷爷要让你们全家不全村都鸡犬不留。二哥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咱们把他怎么样？咱们把他狠狠打一顿，好不好？好的很。我也觉得好。两位小兄弟，我们就当没事发生，咱们各回各家，各找。还不等山匪说完，云超就出手了，看得石头目瞪口呆，没想到云超下手这么狠。石头，你要记住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像这种穷凶极恶之徒，咱们要是现在放了他，将来他就能灭了咱们卧龙村。云超也不想杀人，可是为了能安安稳稳的活下去，只能开杀戒。二哥，我知道了。简单处理了一下现场，两人就坐着牛车回村了。石头，把车上的粮食卸到你家吧，驴也赶到你家，归你了。路上遇到两拨劫匪，战利品大概有10来两散碎银子。不，我们不能要。小超，石头跟着你干，能吃饱饭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，再多的好处我们可不敢贪，贪心是要遭报应的。王婶，你听我说，石头是我的好兄弟，这点东西不算什么，以后只要跟着我好好干，好东西多的是。
有些话云超不好说，害怕林幼娘和王婶担心。石头可不是单纯跟着他干活，那可是随时都可能送命的。而两个人共同的战利品，云超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独吞？二哥，东西我不要，也不能要。说好的我是跟你干，不管有什么收获都是你的，我只要能吃饱饭就行，其他的不能多想，不然还是人吗？好说歹说，最后王婶才勉强答应收下一半的大米和面粉。而这一幕被众多村民看在眼里，众人惊得难以相信，石头才跟着云儿干几天，就得了这么多粮食。云儿，我爹叫你去一趟。村正，你找我？云儿来了呀，小易还不赶紧给客人泡茶？嘿嘿，倒水。不用了，村正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那好，水就先别倒了，云儿不渴。听说你今天用1两银子买了我们家200斤鱼。村正，你听谁说的？千万不能道听途说啊！你作为村正，要带头不信谣，不传谣。云儿，我们家辛辛苦苦捕的鱼，你1两银子就给买去了，不太合适吧？村正，咱们必须说清楚，我是给了你们家1两银子，但那不是买鱼的钱，是扣除罚款和进城税之后剩下的。我买鱼的真正价格是2两多银子，你2个儿子没说吗？哼，云儿，你说实话，那些鱼你总共卖了多少钱？你猜。小孩子呢？还猜？不瞒你说，我卖了10两银子。好你个云儿，你用2两银子买了我们家的鱼，转手就卖10两，你整整赚了8两。8两啊！哪怕是赖志成这个卧龙村最大的地主，但是8两银子差不多是他们家大半年的收入了。村正，话可不能乱讲，我说卖了10两银子，不是说鱼卖了10两银子，你的鱼就值2两，剩下的8两是人情，人情懂吗？赖志成一头雾水，不知道云超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哼，亏你还是村正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那么多鱼是说卖就能卖出去的吗？要不是我托了人情，找了关系，凭什么人家狮子楼能给那么多银子？一听云超居然能和狮子楼搭上关系，赖志成的气焰一下子就灭了。算了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以后和鱼有关的事情不要再找我。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狮子楼收鱼，你们可以自己去卖。说完，云超头也不回就走了。爹，云儿这小子不是东西，明天咱们自己进城卖鱼，不跟他一起。好，明天咱们仨一起进城，老子倒要看看青阳县是不是龙潭虎穴，还能吃了咱们不成？一回到家，王婶就找到了云超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小超，有人看我们家石头跟着你混得不错，想让他们家的孩子也跟着你。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云超哪会拒绝？不过收人可以，但不能盲目。王婶，有多少人想让他们的孩子跟我干？上次救我那3家人有没有说什么？有，他们都找过我，想让我问问你，能不能让他们家的孩子也跟着你。王婶，你让他们明天把家里的孩子送过来，大人也跟着来，我有话要说，其他人暂时就算了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云超是需要人手，但做事情讲究个方式，毕竟每收一个人就要多一笔花费。第二天一大早，3家人就带着一个少年来了。各位乡亲，有些话咱们要先说清楚，大家听了之后再考虑要不要让家里的孩子跟着我干。小超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是呀，超哥儿，我们都听着呢。那我直说了呀，大家跟着我云超，可不是光干农活，要经常外出。大家都知道，这年头不太平，外面有很多坏人，还可能遇到土匪。一旦有个3长2短，大家可别埋怨我。云超话音刚落，人群瞬间就乱成了一片。超哥儿，没事往外跑干什么？外面多乱啊！光在家里种田不行吗？是啊，小超，咱们都是老实人，不会打架啊。要是遇到坏人可咋办啊？好吧，既然大家都害怕自家的孩子有危险，那就算了。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，是我云超考虑不周。说完，云超就走了。你们都回去考虑吧，等小超收下别人的孩子，你们再考虑要不要把自家孩子送过来。是啊，超哥儿还会收别人家的孩子？人家小超又没答应你们什么，既然你们不愿意自家孩子吃苦，那就找别人家的孩子呗。不行，这可不行！明明超哥儿说要收咱家孩子的，可不能反悔啊！小超是说要收你们家孩子了，可是你们答应了吗？你们不是还要考虑吗？吹，谁说要考虑的？我可没说。超哥儿呢？我现在就答应。对，我们现在就答应。太容易得到，就不会有人珍惜。一听云超还可能收下别人家的孩子，众人待不住，说啥也要把云超拉回来。这次再回来，云超可就不客气了，当场就写了一份契约。一张小小的宣纸，几个狗爬式的毛笔字，就把一众村民彻底镇住了。跟着一个有学问的人干，想不过好日子都不行了。大家听好了，凡是签了契约，愿意跟我干的，每天都管3顿饭。一听1天3顿饭，人群又是一阵哗然。早说1天能吃3顿饭，还怕什么危险？不过嘴上还是说道：“超哥儿，1天管2顿饭就好。”对，我们不要3顿饭，只要2顿饭就行。要是实在粮食不够，2顿饭也不用管太饱，吃个半饱就可以。
云超很无语，见过要求老板涨工资的，没见过还有主动要求降低待遇的。只要大家跟着我好好干，别说一天3顿饭，能坚持干满3个月的，从第4个月开始，每人每个月给1两银子。这次已经不能用一片哗然来形容了，是一片又一片哗然。在这个朝代，1两银子足够一家人生活1年了，众人又怎么会不震惊？都快震惊死了，好不好？超哥，银子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咱们还是来说说一天2顿饭，还是3顿饭吧。云超给出高价工钱，是因为接下来他做的事会很危险，这是他们应得的酬劳，而且他也想借此收买人心，让他们的孩子以后真诚的帮他干活。完好的瓦缸，他却铺满泥沙；上好的黄豆，他却大把的往泥沙上丢。超哥，你这是干嘛？超哥儿，别往沙子里放了，这些可都是粮食啊，浪费了多可惜啊！你们别急啊，等过几天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还有，记着保密哦。随后云超又舀了温水往破缸里浇起来，浪费黄豆就够败家了，现在又把好好的热水往沙子里倒，是不是最近几天赚了点钱，有些飘飘然了？就在云超在家折腾时，赖氏父子也来到了青阳县。不过赖志成没有直接去狮子楼，而是在附近让2个儿子看着牛车，他自己到狮子楼转悠起来。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狮子楼的小伙计外出。小兄弟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情，放心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赶紧说，我还有急事呢。小兄弟，前天是不是有个小子给你们狮子楼送了一车鱼？听到这话，小伙计当即就怀疑起赖志成是竞争对手派来的。看他们狮子楼大冬天有鲜鱼卖，想打听鱼的来路。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想问问，那小子在你们狮子楼有熟人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好你个云二，还骗老子在狮子楼有熟人，这下露馅了吧？小兄弟，能不能问一下，那小子的鱼卖多少钱一斤？妥了，还真是竞争对手派来打听消息的。小伙计眼珠子一转，当即就记上心头。我也不是特别清楚，听我们后厨的师傅说，好像是200文一斤，还是多少来着？小兄弟，你说多少？200文一斤。好你个云二，得了40两银子，却骗老子说卖了10两银子。听说有人来送鱼，狮子楼的胖掌柜以为是云超，亲自到门口迎接，可惜看到的却是胡子拉碴的中年人。但是鱼还是要买，毕竟大冬天鲜鱼不好弄。你的鱼多少钱一斤？云二那小子不是卖200文一斤吗？老子只要100文，不信狮子楼不收。嘿嘿，便宜，我的鱼只要100文一斤。胖掌柜一听气坏了，前天云超的鱼那么大，才50文一斤，今天这个泥腿子一张嘴就是100文一斤。掌柜的，你看我的鱼又大又新鲜，100文一斤绝对不亏。赖志成话刚说完，就感觉脸上一疼，结结实实挨了胖掌柜一记耳光。我打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想来我们狮子楼撒野，先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再说。如果只是要价高，胖掌柜还不至于这么生气，关键是鱼的品质太差。各位乡亲，大家都看看，别说我老胖欺负人，这么小的鲤鱼，这家伙也敢拿来糊弄我，大家说我打他应不应该？应该，打得好。像这种刁民就该狠狠的打。围观的大部分都是附近的买卖人，当然向着狮子楼说话。做买卖的还只是起哄，一些泼皮无赖就不一样了。他们平时巴结都巴结不上胖掌柜，现在遇到这么好的机会，于是一拥而上，对着赖志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之后还顺手拿了2条大鱼，有人带头，其他人也有样学样。当人群散去的时候，最后车上只剩下了一些零散的小鱼。我们招谁惹谁了？不就是想卖个鱼吗？怎么就到了这步田地？最终赖志成父子狼狈地逃离了青阳县。爹，你说是不是云二和那头死肥猪有关系？死肥猪这才故意刁难咱们。老大，还是你心眼活，说的有道理。爹，咱们以后不自己进城卖鱼了，把鱼卖给云二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卖给云二那小子？不行，说啥也不行。老二，为什么不行？难道你能把鱼卖掉吗？连续2次卖鱼都碰壁，赖手艺也不张狂了。那你说卖给云二多少钱一斤？就这样决定了，以后咱们捕的鱼都卖给云二。对了，他不是能卖200文一斤吗？咱们就卖他100文一斤，让他赚一半。爹，让云二赚100文太多了，不如咱们卖给他180文一斤，让他赚20文就好。云超不知道，他已经被某些人算计了。此时的他还在卧龙村领着手下的4大金刚瞎折腾，全体都有，预备，刺。训练的时候多流汗，打战的时候就能少流血。以后的你会感谢今天刻苦训练的自己。唯一让众人欣慰的是，一天3顿饭吃得太好了，不然大家还真不一定能坚持下去。就在这时，赖氏父子回来了，3人一脸倒霉样，准备找云超算账。你们在干嘛？都滚蛋！我找云二有事要说。赖志成说完，就感觉似乎哪里不对，几个小兔崽子怎么一动不动，全都用眼睛看着云二。全体都有，向左转，齐步走，到旁边休息一会。看到这一幕，赖志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几个小子竟然听云二的话听到了这种程度，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村正，有话就直接说吧。云儿，你说实话，前天那些鱼，你到底是多少钱卖给狮子楼的？哦，村正是不是已经去过狮子楼了？怎么样，鱼卖得好吗？云超只是随口一问，谁知却戳中了赖志成的肺管子。一想到自己堂堂的卧龙村村正，竟然被一帮无赖脱皮打成了猪头，完蛋了！刚才自己居然忘必会人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看见了，这下自己的形象全都毁了呀！看到村正的猪头样，云超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哼，小子，你笑什么笑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在路上遇到了土匪，10几个土匪全都被我打跑了，这是打土匪的时候留下的伤，怎么样，厉害吗？厉害厉害，有什么话赶紧说吧，说完你好回去治伤。哼，云儿，少说废话，我不管你卖给狮子楼的鱼是多少钱一斤，以后我的鱼都180文一斤卖给你，你再卖给狮子楼，让你赚个差价，怎么样？听完赖志成的话，云超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他，严重怀疑可能是吃错了药。村正，你是不是发烧了呀？怎么会说胡话？猪肉才100来文一斤，你凭什么就觉得鱼肉能卖到200文一斤？赖志成哑口无言，听到云儿的鱼卖200文一斤时，光顾着心疼自己丢掉的银子了，根本就没想那么多。云儿，那你说多少钱一斤你才肯要？10文钱一斤，只要2斤以上的大鱼，小的不要，谢绝讲价，愿意咱们就合作，不愿意你还自己卖。云儿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人家狮子楼的伙计都说了，你卖的鱼是200文一斤，你只给我10文，难道你的良心不痛吗？村正，你平时好像不傻呀，怎么竟干傻事呢？狮子楼的伙计说我卖200文一斤，我就真卖200文一斤，他要是说我明天就能中状元，是不是你也相信啊？赖志成气坏了，云儿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完全就是在挑战他的权威。可是当赖志成的眼神和云超的眼神一碰，突然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不对劲，云儿这小子不简单，手上肯定沾过血。赖志成并不是大少爷，年轻的时候上过战场。哼，10文就10文，咱可说好，等我抓到鱼，你可不能抵赖。出乎云超的意料，没想到赖志成连价都没还，答应的这么干脆。放心，我云超可不像某些人，说话不算数。赖志成答应的这么快，是因为他被狮子楼的胖掌柜吓坏了。狮子楼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村正能招惹的，就是要了他的命都有可能。当普通的豆芽却被他卖出1头猪的价钱。续接上集，没几天，云超用瓦缸种的豆芽已经长好了。小超真是好本事，婶子还以为你是在浪费黄豆，没想到弄出了这么好吃的芽菜。午饭的时候，云超下厨炒了一碟豆芽，把王婶他们吃的只想叫唤。嘿嘿，这几天吃肉多了，有点油腻，正好解解腻。二哥，村正来了。云儿，赶紧给钱，这是我们抓的鱼，你可别想抵赖。哟，村正，你们真够勤快的呀！少废话，按照咱说好的10文一斤，这里有300斤。每筐鱼大概50斤，6筐就是300斤。云超也懒得废话，直接给了他3两银子。嘿嘿，村正，合作愉快。听到云超的话，赖志成的心就在滴血，脏活累活都是他干了。云超转手却赚得更多。第二天，云超就带着鱼和芽菜来到了青阳县。石头，你去把卖馒头的武大喊来，咱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云超不知道赖志成上次进城到底和狮子楼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没有盲目就找上狮子楼。小郎君，你来了。武大，我问你，前2天狮子楼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那天赖氏父子整出的动静很大，武大自然也是吃瓜群众里的一员。于是武大一五一十把那天的情况告诉了云超。怪不得姓赖的愿意把鱼卖给我，原来上次进城的时候吃了那么大一个亏。石头，我们去狮子楼。小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，这次又给我带了什么新鲜玩意？这胖子为什么这么热情啊？不是说赖氏父子被他欺负的都不行了吗？云超并不知道，上一次他的吹牛技术令胖掌柜以为他知道很多东京汴梁的东西。对于一心想要提升逼格的胖掌柜来说，最是稀罕不过。掌柜好啊，要说新鲜东西，我今天还真有。什么？你真有新鲜玩意儿？掌柜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胖掌柜瞪着眼，使劲瞅了半天，也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。妥了，从胖掌柜的反应可以判断，豆芽这东西至少青阳县没有，不然一个开酒楼的掌柜不可能不认识。掌柜的，这叫翡翠芽菜，是东京汴梁城都难得一见的稀罕东西，特别是冬天，没有特殊的秘法，根本就培育不出来。接下来，云超把豆芽一通猛夸，什么御厨秘法、皇家贡品，什么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，女人吃了男人受不了之类。好，小兄弟，快拿一些翡翠芽菜让我尝尝。那可要借用一下胖掌柜你酒楼的后厨。云超没有跟胖掌柜客气，直接霸占了狮子楼的后厨，而且让石头他们守在门口，不准任何人偷窥。没过多久，云超就自信地端着一盘芽菜出来。
云超之所以那么自信，是因为他早就观察到狮子楼居然没有炒菜，他相信胖掌柜是抵抗不了炒菜的魅力，而事实也是如此。当胖掌柜把第一根豆芽放进嘴里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停下了，直到把盘子清光了。小兄弟，说吧，你的翡翠芽菜怎么卖？掌柜的，你猜？小子，你是跟我玩心眼吗？我直接给你报个低价，看你怎么办。轰，我猜你准备卖5文钱一斤，对不对？云超很意外，没想到胖掌柜居然开价这么高。本来他的心理价位就是5文钱一斤，但是看他的表情，分明就是在揶揄自己。胖掌柜的心理价位绝对不止5文钱。掌柜的，既然你没有诚意，那就算了，我再去问问别人要不要。小兄弟，别生气，哥哥只是和你开个玩笑，要多少钱你尽管说。这样吧，掌柜的，看在咱们之前的合作还算愉快，我就吃点亏，这个数100文。自己明明是想说10文钱一斤好不好？胖掌柜怎么就误会成100文了？小兄弟，不是哥哥大惊小怪，100文一斤的芽菜，哥哥我实在是闻所未闻啊。掌柜的，你也不想想，大冬天能种出这些芽菜要费多大的力气，要付出多少成本？现在就连1斤猪肉都要上百文，1斤皇家贡品难道还比不上1斤猪肉？是啊，芽菜在东京汴梁都是稀罕东西，皇帝和皇子公主们都趋之若鹜，价钱贵一些当然应该。别看胖掌柜是青阳县最大酒楼的掌柜，但对于皇室的了解并不比普通的百姓强多少。小兄弟，要不再便宜一些？100文一斤实在是太贵了，1文钱也不能便宜，这已经是给你面子了。最终胖掌柜拗不过云超，按照100文一斤的高价买下了云超手里所有的豆芽。云超带来的200斤豆芽和300斤鲜鱼，一共卖了35两银子。小兄弟，哥哥我还想麻烦你一件事情。掌柜的，什么事情直接说就是，咱们用不着这么客气。就是你那个做芽菜的方法，能不能教一教我们的厨师？不好意思，那是我的家传秘术，概不外传。小兄弟，先别急着拒绝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银子不是问题。掌柜的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如果真想要，绝对不能少于1000两银子。什么？一个做菜的法子要1000两？你怎么不去讲？胖掌柜这次是真怒了。云超的报价已经不是在谈生意，甚至已经对云超起了杀心。不过云超丝毫没有惊慌。掌柜的，稍安勿躁，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再生气也不是。这次云超没有忽悠胖掌柜，炒豆芽不值1000两，炒菜的方法却值这个价。如果云超教会了厨师怎么炒豆芽，那么其他的炒菜方法他们自己就能摸索出来。真要是像云超说的那样，花1000两银子还真算不上吃亏。听完云超的解释，胖掌柜陷入了沉思，最后咬牙答应。好，小兄弟，我答应你，1000两换你的炒菜秘书。最终胖掌柜花了整整1000两白银，换取了云超炒菜的技术。为了最大程度保密，胖掌柜撵走所有人，亲自跟着云超学技术。因为胖掌柜是厨师出身，很多东西都是一点就透。直到从狮子楼出来，石头他们几个小子还处于懵逼之中。云超随便逮吧几句，就从胖掌柜那里弄了1000两银子。石头，走去城南的铁匠铺。掌柜的，你这里的枪怎么卖？客官，这是长枪，3两银子一杆。云超根本就不懂兵器，之所以要买枪，是因为体会到了竹枪的好处。好，来10杆。买完枪，云超又开始瞄上了刀和盾牌，买了10把单刀和10面盾牌。掌柜的，有弓弩吗？客官，咱们大吴朝禁止贩卖弓弩甲胄，我可没有。掌柜的，少要诓我，给我来几把弩。没有，客官还是到其他地方去看看吧，我这里没有。掌柜的，你不老实哦，我可是听某个胖子掌柜说了，你这里有货。谁？什么胖子掌柜？我不认识。是吗？要不要我喊他过来？哎，算了，小兄弟不要声张，跟我来。随后掌柜就带云超走进了一间厢房。客官，咱们有话说到前头，卖这些东西我是冒了杀头的风险，价钱方面你可要有心理准备。说吧，多少钱？我可是老胖介绍来的，你可别坑我呀。这是比利诺，我是2一张，客官要几张？价钱还算是在云超的接受范围。给我来5张。因为云超买的东西很多，每张弩箭还送了40支。对了，还有农具，给我来20套。云超要开荒，必要的农具需要提前准备。离开青阳县之前，云超还通过牙人章买了架牛车来运东西。大家多加小心，我感觉要出事情。前这个男人刚赚了1000两白银，不料还没捂热，城外就已经有劫匪在等着他了。大家小心一些，前面就是乱树林。这个树林是回村的必经之路，旁边的树木众多，是杀人夺货的好地方。不对劲，停车！不好，有埋伏！小子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！一旦对方冲到跟前，准得完，必须得先下手为强。另一个弓手借光回神，对着云超也来了一箭。我操！接连死了2个弓箭手，剩下的人没有退缩，举着5花8门的武器冲了过来。这时罗志远3人也总算是回过了神。喂，
麻痹力弩，都给我瞄准射。因为距离太近了，5支弩箭命中了4个人，哪怕没有被射死，也暂时失去了战斗力。不过剩下的人也已经冲到眼前，此时弩枪再想中箭已经来不及了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拿枪！石头还好点，罗志远他们3个可是第一次拿活人做靶子，这时全都是懵逼状态，现在只是凭借本能拿起了长枪。出乎云超的意料，弩一出枪，居然刺中了3人。今天出门的时候整整，怎么就没看黄历，遇到了这么一帮杀神。剩下的2个劫匪看人都没了，撒丫子的就往小树林跑，边跑还边喊：“救命啊！大人！不要跑，给我追！”此时的石头已经杀红了眼，对着劫匪就追了上去。石头，不要追，有埋伏！话还没说完，就从小树林里冲出一个骑士，石头眼睁睁看着砍刀朝自己脑袋上劈来，惊恐的大吼一声，本能的蹲了下去。石头这一蹲，歪打正着，居然奇迹般的躲过了骑马劫匪的一击。没想到啊，自己终日打雁，却被雁啄了眼，竟然栽在一群小兔崽子手里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以后还怎么有脸见人？云超也没想到，对方居然还有骑兵单位，这也太扯淡了，之前怎么不出来？卧龙村是吧？老子记住你们了，今天晚上就带人血洗你们全村。说完就转身想走。听到这话，云超他们哪里还能淡定，5把弩枪对着骑马的劫匪就射了出去。畜生，给我去死！骑马的是谁？好汉爷爷饶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让我来的。既然你不想活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别，我说他是狮子楼的平八爷。云超一愣，怪不得看骑马的劫匪有些眼熟。所谓的平八爷，只不过是狮子楼的一个打手而已。狮子楼总共有8个打手，骑马的劫匪在打手中排行第8，所以人称平八爷。胖掌柜给云超的1000两白银就是平八爷去取的，所以一下起了歹意。本来平八爷以为几个乡下小子，他的手下就可以解决，但没想到他们居然有弩枪，一箭又一箭的往自己小弟身上射。平八爷就没敢露头，可惜平八爷的小弟不给力，逃跑的时候居然往他的方向钻，这才无奈冲了出来。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云超狠下杀手，一枪一个劫匪，全都没放过。石头，你把搜出来的银子给大家分一下，我就不要了。二哥，我们都是跟着你干的，银子都该归你所有，我们哪有资格分银子？对，超哥，石头说的对，银子都是你的，我们不能分。云超能看出来，尽管眼里还有不舍，但大家说的应该都是真心话。这样吧，1半银子归我，剩下的1半你们分，这是命令。一听是命令，几个小子没有拒绝。挖坑埋尸浪费了不少时间，但最终还是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卧龙村。迎面就看到一帮村民，都是几个小子的家人。他们3个第一次出远门，家里人不免有些担心。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还不等高兴，众人就惊得张大了嘴巴。早上进城的时候，云超他们只赶了1辆牛车，现在怎么多了1辆牛车和1匹马？看到自家的父母跑来接自己，几个小子全都落下了眼泪，冲过去就扑到了父母怀里。爹娘，你们看，儿子能挣钱了。太丢人了，看来这帮小子也是真吓坏了，不然干不出这么二的事情。不过云超知道，几个小子第一次遇匪，第一次杀人，对他们心里的冲击确实有些大。云儿，我们的鱼卖了多少钱啊？是不是发财了呀？听到赖志成的阴阳怪气，云超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想在乡亲们面前败坏自己的名声，于是决定恶心一把这个老家伙。村正，咱们以前说的事情不行了。狮子楼掌柜的说，鱼用不了那么多，以后不收了。啥？不收鱼怎么能行？以后我的鱼卖给谁？你爱卖给谁卖给谁，反正我是不要，省得砸在手里卖不出去。赖志成指着云超，气得直哆嗦。而胖掌柜这边也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，平时在自己面前牛逼哄哄的大佬个个原形毕露，成天吹你们当年在汴京城如何，连炒菜都没吃过，你们还吹个鸟啊吹！现在的胖掌柜跟个气球一样膨胀，觉得青阳县已经容不下他了，他要到东京汴梁去开一家大酒楼。不过在离开青阳县之前，胖掌柜还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必须弄来芽菜的培育秘方。超哥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跟着你，只要我家人能吃饱饭，我李兴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因为那天的事，村里人都知道，跟云超干不仅能吃饱，还能赚大钱。李兴，你回去吧，你要是出了事情，你的家人谁养活？不是云超不讲情面，而是李兴的老爹服徭役的时候死了，老娘也郁疾而终，家中剩下一个哭瞎双眼的奶奶，还有2个未成年的弟妹。求求你了，超哥，不然我全家就真完了。你家里就你一个劳动力，一旦有个什么意外，我没办法向你的家人交代。李兴奶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。小超，你就收下我家心儿吧，他就是死了，老婆子我也不会怪你。云超前世也是贫苦人家出身，多少也能对穷人的苦难产生共情。最终云超在衡量利弊之后做出决定。好，我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个吃不饱的年代，只要给点吃的就有人拼命，现在跟着云超做事，不仅能吃饱，
而且还能赚大钱。于是卧龙村的人都抢着要跟着云超混。续接上集，经过考核，除了李兴外，云超还招下了5个人。云儿，你什么时候进城？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2天暂时还没有进城的计划。云儿，你不进城，我的鱼怎么办？你的鱼，你爱怎么办是你的事，关我什么事？云超铁了心要教训赖志成。当日刚从城里回来，赖志成就拿他的鱼说事，话里话外尽是挑拨之事。好你个云儿，咱们走着瞧。爹，云儿那小子不肯进城卖鱼，这可怎么办？哼，云儿那小子不进城，咱们自己去。听到赖志成的话，赖守义2兄弟都沉默了。上次进城吃了那么大的亏，都快有心理阴影了。怕什么？这次我们不去狮子楼。第2天，赖氏父子去了青阳县的衙前街，这里离衙门近，想来那些刁民不敢动抢。赖志成确实想的没错，还真没有刁民来抢鱼，但是收税的差役却来了一波又一波。赖氏父子卖了大半天，鱼没卖出几条，税银就交了1两多银子。到了昏幕，赖氏父子没有办法，只得垂头丧气往回走。前方就是乱树林，小心有贼。赖志成话音刚落，旁边就冲出来一群劫匪。好汉爷爷饶命，饶命啊！好汉爷爷，你们要什么都行，可千万别杀小的呀！黑松岭前几天失踪了一个探子，大头领派了10几个手下出来寻找，正好被赖氏父子撞上。乖乖把钱交出来，省得爷爷我亲自动手。听到银子，赖氏父子直接傻眼了，因为赖氏父子的银子都被差役讹走了，身上只有几文钱。好汉爷爷，我们身上的银子都花完了，饶命啊！我们回去拿给你。对，我们回去拿。听到这话，劫匪暴怒，狠狠把赖氏父子打了一顿。好，1两银子都没有，留你们还有什么用？好汉爷爷，我们没钱，可是我们村有人有钱啊！要是你们能大发慈悲，放了我们，我可以给好汉爷爷通风报信，只要能抢那家伙一次，包好汉爷爷们满意。是吗？那现在带我们去。一听现在去，赖志成哪敢？卧龙村就属他家有钱，到时候他们哪能活命？于是忽悠道：好汉爷爷，我们村的刁民不好对付，爷爷们与其和一帮泥腿子死磕，不如等待时机，等有钱的那家伙出村的时候，直接把他拿下。赖志成忽悠人的本事还真不是盖的。最终劫匪扣押了赖守仁，让赖志成和赖守义滚了回去。当赖志成和赖守义父子回到卧龙村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。可是不等他们进村，就从旁边杀出了一票人马，周围黑漆漆的，赖氏父子哪能看清是谁？只当是又遇到了劫匪，吓得直接就跪了下去。好汉爷爷，好汉爷爷饶命啊！我们是真没钱了，刚被劫过一次，不信你们看我们都被打成啥样了。好汉爷爷，我们没钱，可是我们村有人有钱啊，要不我带你们现在就去找他，包你们满意。原本云超是准备搞一次夜间拉练，锻炼一下小子们在夜里的行动能力，可是刚出村就听见有脚步声，云超可没忘，黑松岭上新来了一波土匪，于是躲在一旁，等人走近了再冲出来。这不是赖志成父子俩吗？大晚上不睡觉，跑到村外干什么？而且还说村里有人有钱，他们要带着土匪进村找人。云超很快就从赖氏父子的话里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应该是父子俩之前在路上遇到劫匪了，结果现在把自己一帮人错当了劫匪，而且之前赖小二说要带着劫匪去劫村里的有钱人，不用问，说要带土匪抢劫的就是他云超。好，很好，知道你们坏，没想到却坏得这么彻底，居然要带着劫匪抢劫自己村里人，真是坏到家了。一个念头从云超的脑海里冒了出来，与其留着这2个不安定因素，是不是可以趁着现在的机会直接？可是几个新来的小子没有一起经历过生死，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，伏杀村正的罪名传出去，他云超现在还担不住。正在纠结的时候，赖志成的老婆和小姨子还有几个帮闲走了过来。这时候赖志成父子也发现了情况似乎不对，仔细一看，哪有什么劫匪，就是云超一帮小兔崽子。云二，你个王八蛋，大晚上不睡觉，带人躲在村口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当土匪，到处打家劫舍？赖守义没看清现在的形势，但是赖志成老奸巨猾，看到云二一帮家伙不但手持刀枪棍棒，还有好几个人张弓搭弩，而且对准的还是自己，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好险，要是刚才云二一声令下，自己父子俩恐怕早就完蛋了，还好现在媳妇他们来了。见云超他们不说话，赖守义骂得更痛快了。云二，现在老子已经知道了你的真面目，怎么样，害怕了吗？赶紧跪下来给爷爷磕头，说不定爷爷一高兴就不去报官了。闭嘴，小兔崽子！爹，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这帮小子本来就不是好东西，正好借助今天的机会，把他们全都送去吃牢饭。再看云超一帮人面无表情，赖志成彻底吓怕了，抡起双拳对着这就是一顿猛锤。畜生，我让你胡说八道！因为身上有伤，赖守义直接被打昏了过去。赖志成的老婆什么都不知道，见他把儿子往死里打，当即就发飙了，冲上去对着赖志成就是一通王八拳。就在这时，石头和张四海几个见过血的小子都在看云超的脸色，不是云超妇人之仁，是因为村子里来人了。刚才他听到了脚步声，见到来了这么多人，赖志成的一颗心总算是放进了肚子。娘哟，老子总算是活下来了。心情一放松，赖志成再也坚持不住，也晕了过去。云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为什么要打人？说你是不是真当土匪了？
看到云超一行人手里那些杀人的利器，在听赖志成的老婆一咋呼，一众村民看云超的眼神那叫一个奇怪。小兔崽子，赶紧赔钱，不然等我相公醒过来，让官府把你们这些土匪统统都抓起来。云超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，把赖志成的老婆打得原地转了半圈。我要杀了你！你们几个赶紧上，给我抓住他，我要他死！来，你们谁来？几个帮闲面面相觑都不敢动。石头，去把赖志成弄醒。石头直接就过去对着赖志成狠狠踹了一脚，赖志成当场就疼醒了。问问他，到底他是被谁打成这样的？姓赖的说你是被谁打的？我们超哥是不是土匪？看到一个森冷的枪头正顶在自己的喉咙上，赖志成哪里还敢胡说？我说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全都说。少啰嗦，你是被谁打伤的？赖志成把路上遇到劫匪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当然找机会对付云超的事情他就只字未提。关于云超他们，赖志成也给澄清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土匪，是保护村庄的英雄。手艺因为嫉妒云超有钱，于是趁着云超进城，偷偷找上了山匪。按照山匪的指示，赖手艺磕磕绊绊来到了黑松岭山匪的地盘，还不等他站定，一张大网就从天降，把他罩了起来。别动，敢动一动，老子捅死你！别，好汉爷爷，别动手，我是来找我哥的。石头，你带人去找牙人张，让他再给咱们挑一头牛和一辆牛车，也给这头蠢驴也配一辆驴车，然后去吴掌柜的粮店等着，我先去狮子楼卖货，咱们分头行动，节省时间。云超准备慢慢增加耕牛的数量，为卧龙沟北岸的开荒做准备。老弟，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听见喜鹊叫，果然有好事，哈哈哈。听说云超来了，胖掌柜亲自出来迎接，一张脸笑得稀烂，因为狮子楼最近日进斗金，钱都数不过来。掌柜的，我又培育出了一种新东西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一听云超又有新东西，胖掌柜更是喜出望外，当即让出了他的专用小厨房。云超手脚麻利的炒了一碟醋溜绿豆芽。咦，老弟，这不还是翡翠芽菜吗？尽管绿豆芽和黄豆芽看起来不一样，但在胖掌柜想来，味道应该都差不多。嘿嘿，掌柜的，你试试便知。好东西，老弟，说吧，你这种翡翠芽菜准备怎么卖？这次云超没有让胖掌柜猜，直接报价100文1斤。没问题，老弟，有多少我都收了。不过老弟，刚才那碟芽菜是怎么做的？你可得教教老哥。见到云超笑盈盈看着他，胖掌柜当即就明白了，还以为这小子良心发现，原来是在等着自己呢。老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说个价，2种翡翠芽菜的培育方法我都要了。云超一愣，本来准备把醋溜豆芽的做法卖给胖掌柜，挣个小钱就得了，谁知道胖掌柜连发豆芽的方法也想要。掌柜的，不瞒你说，2种芽菜的培育方法几乎差不多，上次我已经说过了，1000两，只要你拿1000两出来，2种翡翠芽菜的培育法子我都告诉你，怎么样？行，一言为定。云超也没想到胖掌柜这么爽快，于是他也豪爽一把。掌柜的，我还有一种菜的做法，就是之前我说过的松鼠鱼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一听云超还有新菜式，胖掌柜自然高兴，不过要见识之后才做决定。好一会，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松鼠鱼就大功告成了。胖掌柜也不废话，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大家眼睁睁看着胖掌柜把一道那么漂亮的菜肴吃干净。太可恶了，光知道自己吃独食，你倒是也让俺们尝尝啊！老弟，快说，你这道菜的做法打算要多少银子？听到胖掌柜的话，云超一时间也不知道开什么价合适。老弟，我也不跟你玩虚的，这道松鼠鱼加上之前那道酸甜翡翠芽菜，我一共给你200两，怎么样？跟在云超身边的几个小子险些没叫出来。掌柜的，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，相信以后还会有合作的机会。啥？超哥没答应，是不是自己听错了？还不等胖掌柜说话，李兴就已经急得直冒汗。老弟，那你说要多少钱？500两一道菜。不是云超心黑，500两就能学会一道能闻名全国的名菜，不算贵。好，老弟，咱们一言为定。等笑嘻嘻送云超一行人离开后，胖掌柜的脸色就沉了下来，对着一个27、8岁的青年招了招手，随后进了一个雅间。二叔你就放心吧，全都安排好了，他们跑不了。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，知道吗？二叔你放10000个心，我会亲自跟过去，绝对出不了意外。咦，对了，平八还没消息吗？正在找，还没有找到。哼，废物，必须找到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当云超来到粮店时，石头他们也已经到了，牛车买好了，驴车也已经装上了。吴掌柜，我又来了。吴掌柜看见云超就乐，因为他每隔几天就会来买一次粮食，这次更是装满了3辆牛车和1辆驴车。随后云超又去了铁匠铺。客官，小店保本经营，卖出去的东西概不退货。看到云超没几天又来了，掌柜以为云超是来退货的，毕竟正常人都不会3天2头就来买兵器。掌柜的，我不是来退货的，是来买货的。客官，能不能问一句，你买那么多兵器是干什么用的？
我准备上山当土匪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前途？就你小子这副德行，还上山当土匪？遇到土匪不杀掉就是好的。不过云超这么一说，铁匠反而放心了。客官，莫要说笑，不知道你今天要什么？上次那种臂力弩，再给我来10张。客官，臂力弩没有那么多了，只剩下7张。买完弩枪，云超又买了10来杆制式长枪，把铁匠铺的所有长枪也给买空了。老板，你这不行啊，赶紧招工呗，下次我再来，最好能造几张踏章弩。就你这小打小闹，什么时候能发财？啊，对，走，去十字街找武大。看到云超，武大很热情，非让云超去家里坐坐。不过云超也不是空手过去，提了半只羊就跟着武大回了家。见到云超来了，武大的娘子很是高兴，亲自下厨煮了羊肉汤招待云超一行人。吃饱之后坐了一会，云超就交给武大5斤食用锏，随后就告辞而去。大郎，你说他们还会来吗？大家都把弩上好弦，以防万一。一帮小子还算谨慎，毕竟在家训练了好几天，服从性和纪律性还是有一些的。大家都小心些，再往前2里就是乱树林，这是咱们卧龙村和青阳县之间最容易埋伏劫匪的地方，一定要。云超突然不说了，因为前方烟尘弥漫，伴随着疾驰的马蹄声，3名骑士狂奔而来。让众人惊讶的是，对方无论是人是马，全都沾满了血迹。大家都准备好，小心一些。但是走近之后，3个壮汉看了云超他们，什么都没说，直接疾驰而去。二愣子，瞧把你吓的，头上都冒汗了。拉倒吧，也不知道刚才是谁，牙都吓得咯咯响。然而一众小子才刚刚放松下来，就听身后马蹄疾驰，回头一看，刚才过去的3个骑马壮汉又转了回来。停车，大家做好准备。3个土匪第一次下山打劫就被揍得浑身是伤，原因是刚刚还看着手无寸铁的村民，下一秒却突然掏出弩箭向他们射来。你们给老子等着，老子要学习你们的卧龙村鸡犬不留啊！都给我站住！我是怎么教你们的？不要急着过去，先把你们的弩都上好弦，知道吗？一众小子这才想起来，要保证手中的武器处于随时都可以攻击的状态。啊，他袖子里有刀。别动，敢动一动，我捅死你！好汉爷爷饶命！我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都是误会呀！超哥，他死了。包括新来的小子，几乎所有人都撇了撇嘴。一个死鬼，瞧把你紧张的，还见过血的老人呢，丢人！四海，去看看另外一个。呼，超哥，他也死了。好了，大家抓紧时间，把尸体都抬到树林里，清理留下的痕迹。这里的小树林很稀疏，不过挡住路人的视线是足够了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又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卧龙村人？云超见对方眼神闪烁，不等他说话，就抡着皮鞭劈头盖脸抽了起来。说，你说不说？好汉爷爷，饶命啊！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，3个月的婴孩，全家10几口人，就指着我一个人吃饭。你要是杀了我，我全家都要饿死啊！云超看了看手下一帮小子，鼻子险些没气歪，还真有2个笨蛋，脸上露出了怜悯的神色。二愣子、三耙子，你们说这家伙应该怎么处理？打！2个小子没想到云超居然会突然问他们的意见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。你们是不是觉得他很可怜，想要放他回去赡养老母，照顾妻儿啊？啊！2个小子想说是，可是总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对。云超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哼！你们要是想放他回去，我现在就可以答应，并且让你们送他回家，你们看可好？超哥，不是我们不肯送他回家，主要是不认识他家的路啊。你们又没问，怎么知道不认识他家的路？2个小子挠了挠头，感觉云超说的很有道理。不愧是超哥，就是比俺们想的多。喂，你家住在哪里？要不要我们送你回去啊？没想到自己还真聪明，真就把这帮泥腿子给瞒过去了。我住在青阳县东30里的景阳冈下，实在活不下去，才跟着几个强人干些没有本钱的买卖。我是真没杀过人啊！什么玩意儿？景阳冈是那个传说中的景阳冈吗？云超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还真是任重道远。这种在后世几岁小孩子都知道的骗人把戏，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人相信。没办法，卧龙村信息闭塞，村民没有见识，根本不知道江湖险恶。这时候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二愣子、三耙子，你们2个笨蛋，被人骗了还不知道。和别人不一样，李兴对云超的感激发自肺腑，见二愣子和三耙子实在丢脸，哪还能忍得住？这不是给超哥丢人吗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认识他。一听李兴说认识对方，云超也顾不上锻炼手下了，一脚一个，砰砰2下，把二愣子和三耙子踹成了滚地葫芦。你们2个笨蛋，到旁边反省反省。不是你让我们送他回家的吗？踹我们干什么？超哥，
这家伙是狮子楼的人，我在狮子楼的时候见过他。你这贼私鸟，还不老实交代！四海，交给你一个任务，让他说实话，能不能完成？得到了云超的任务，张四海激动的险些没哭出来，然后狠狠在壮汉身上戳了几个窟窿之后，壮汉就把没说的全都说了。原来庞万年要把云超从胖掌柜手里拿走的2000两银子再拿回去。四海你干得不错，再问问他，抢劫咱们的银子是胖掌柜的主意，还是庞万年自作主张？云超来到树林外面观察情况，省得被人一窝端。这次张四海回来的更快，说赵四不知道，庞万年没说。你去问问大家，让大家全都发表一下意见，看看怎么处置那个赵四。张四海感觉自己被云超看中，心情不是一般激动。如果不是害怕别人嘲笑，非跪下来给云超当场磕一个不可。时间不长，张四海又回来了。超哥，大部分人都说要杀了赵四，是不是有人不同意，还想放了他？这马明的意见是保管。哼，你去告诉马明，让他动手杀了赵四，真是废物。片刻后，处理完后事，云超感觉时间差不多了，再耽误就要摸黑赶路回家。这次上路，一众小子更是紧张，他们都知道在前方的乱树林还可能有一帮悍匪在等着自己，距离乱树林还有2里地，一众小子就开始冒汗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不等接敌，自己一方就先累垮了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一众小子全都愣了。超哥居然会唱歌，以前怎么不知道？这是一个严重缺乏娱乐的时代，或许城里的有钱人偶尔还能到勾栏瓦寺欣赏一下音乐，乡下的穷小子别说音乐，连音乐是啥东西都不知道，顶多就是唱几句乡野小调，干活的时候吼几声号子，哪听过完整的歌曲，而且还是这么好听的歌曲。一众小子心情激荡。超歌就是超歌，听听唱得多好。大河向东流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，这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吗？云超自己都没想到，一段几乎跑调的歌，一下子就让手下的小子们不紧张了，个个豪气万丈，2只眼睛血红，恨不得像歌里唱的一样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停车，停下来！云超一声停车，险些没把几个胆小的家伙吓尿，以为是乱树林里有土匪，刷刷刷刷，全都把藏在棉布下的弩拿了出来。石头，带几个人跟我去乱树林里看看。二哥，这种小事用不着你亲自出马，我自己去就行。超哥，要是什么都让你亲自出马，还要我们这些手下干什么？你就放心吧，有石头带队，绝对出不了问题。石头险些一口老血，喷张四海的生活不能自理。合着你拍了半天胸脯，是把我豁出去了，你自己怎么不去？云超被一帮活宝逗乐了。不去就不去，危险性实在不大，就让这帮小子表现表现吧，也好缓解一下他们之前紧张的情绪。谁知石头带着几个人刚进去，就慌慌张张退了出来。二哥，没事，土匪都走了，只留下几具尸体，看样子像是狮子楼的打手。不过说到这里，石头往周围看了看，好像有什么顾忌。没事，石头，有话尽管说，都是自己人，听见也没什么。有一具尸体眼熟，好像是。是谁？石头，你倒是说啊！石头，有话直接说，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我看有个家伙像是咱们村的赖小二。石头话音未落，没有进乱树林的几个小子就忍不住一片喧哗。怎么会？赖守义也被土匪劫了，赖守义不是受伤了吗？怎么也进城来了？石头，还有谁？赖大河村正在吗？地上一个平平无奇的坑洞，却经常散发出难闻无比的臭味，导致这里的人都不敢走这条路，生怕被传染什么病毒。这天终于有人忍不住将洞给重新挖开，可当看到洞里的第一眼人脸，瞬间就白了。只见坑里被埋着10几具的无名尸体，可见这臭味也是从这腐烂的尸体上发出的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个世界有多残酷！平时让你们练本事，你们还叫苦叫累，都仔细想想，要是以后也想变得像他们一样，你们就偷懒吧。一众小子面面相觑，云超临时起意的实践教学实在太深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贾满仓不知道犯了哪门子神经，蹲下来就开始搜刮战利品，有几人连忙纷纷效仿。你们说他们能找到多少银子？怎么也得10几两吧？超哥，我猜他们1两银子，不，1枚铜钱也找不着。张四海，你少胡说！你凭什么说他们1文钱也找不着？难道你找过了？是啊，张四海，你胆子小，大家不怪你。可是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！这么多土匪，身上连1文钱也没有，可能吗？石头，你说呢？他们能找到多少银子？二哥，俺也说不好，俺听你的，你让俺怎么说，俺就怎么说，嘿嘿。就在这时候，贾满仓不甘地站了起来。呸，这晦气，1文钱也没找着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土匪，怎么就没钱呢？云超没有解释原因，让这些单纯的小子自己慢慢悟吧。来，把他们也扔进去，一起埋上吧。一众小子齐齐在心里给云超竖了一根大拇指。还是咱们超哥心善，就连狮子楼的打手也不忍心让他们暴尸荒野。算了，还是把他们吊起来吧。
云超可没有虐尸癖，之所以要把狮子楼的3个打手吊起来，是想给胖掌柜留个信，让他知道仇人是谁。吊起来3个打手之后，云超就在树上刻了一段话：狮子楼的死肥猪，想你侄子活命，3天内送1万两银子到黑松岭，过期不候。高还是咱们超哥高？超哥，赖小二呢？要不要弄回去交给村正？马明啊，要是咱们把赖小二送回去，村正问是谁杀的他，你怎么回答？土匪啊，要不就说是狮子楼。要是赖志成问咱们是怎么知道的，你怎么回答？这就说是狮子楼的打手说的。赖志成要是让咱们带他找狮子楼的打手对峙，你怎么办？这马明无言以对，顿时就引起了一片哄笑。马明，你是不是想讨好姓赖的，要出卖兄弟们啊？是啊，马明，我看你小子没安好心，就是想向姓赖的讨赏。对，之前抓到狮子楼的打手，你就想报官，现在又想讨好村正，说你到底是什么居心？不是一帮小子联合起来欺负人，主要是马明的做法让大家很不满。回去的路上，云超再三交代，千万不要把看到赖小二的事情说出去，不然后患无穷。大家记清楚，不要提赖小二，但是要说咱们遇到土匪了，知道吗？一众小子被云超弄得一懵一懵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你们想想，不管赖小二是被狮子楼的人杀的，还是被土匪杀的，黑松岭的土匪很可能已经知道了他是咱们卧龙村人。咱们要提醒乡亲们做好准备，一旦土匪来咱们村抢劫，咱们也好有自保之力。云超还搞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，但总有一种预感，好像危险正在逼近。狮子楼、黑松岭，无论是哪一方，都不是现在的自己能抗衡的。等众人回到卧龙村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。担心自家小子有危险，很多村民都跑到村口，点着火把，翘首以盼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其他村民也赶了过来，很快就和众人相会。看到亲人，几个新来的小子实在没控制住情绪，哇哇的哭了起来。爹，俺们遇到土匪了！谁知小姑娘一个没控制住，一下子扑进云超怀里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对，瞧把小姑娘给吓的，云超一脸苦笑。没事，幼娘，几个土匪而已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瞧，我不是毫发无伤的回来了吗？见林幼娘哭，王婶和她的小女儿也哭了起来。小果才4岁，也不知道她哭个什么劲。过了一会儿，云超这才大声说：乡亲们，各位老少爷们，大家静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见云超要说话，他手下的小子立刻离开家人，开始自觉维持起了秩序。云超很满意。各位，今天我们遇到土匪了，说是黑松岭上下来的，他们正在和狮子楼的人打仗，结果双方两败俱伤，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易脱身。云超和手下刚回去不久，村正赖志成家的大门突然响了起来。谁呀？大晚上敲什么敲？刚回家就有人砸门，赖志成哪还顾得上身上是不是有伤，咕噜一下就爬了起来，亲自跑去开门。大门一开，赖志成差点吓晕过去，因为门口趴着满身血污的家伙，正是自己的大儿子赖守仁。娘子，敲晕，你们快来！等赖志成的老婆给赖守仁灌了半碗米粥之后，赖守仁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。儿啊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娘了！老大，快说呀，老二他怎么了？二弟他被人杀了。赖志成两口子几乎同时一翻白眼，扑通扑通全都晕了过去。赖志成的小姨子郑巧云吓坏了，该怎么办啊？郑巧云费了9牛2虎之力，这才让赖志成醒了过来。当赖志成醒过来之后，并没有再大哭大叫，而是仔仔细细问了赖守仁事情的整个经过。赖守仁断断续续的说了半天，赖志成才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两兄弟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走进土匪窝，就被隔壁土匪头子给拦住了去路。大姐，弟弟还没开口就被土匪一刀砍死。哥哥见状也不管给弟弟收尸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原来黑松岭的土匪就带着他们兄弟俩一起出发，一共30来个土匪藏在乱树林里，等着云超回村的时候动手。谁知没把云超等来，倒等来了一帮骑马的狠人。那帮家伙一来就闯进乱树林，刹那间双方的战斗就进入了白热化。赖守仁趁机逃了回来。郑巧云听完之后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哪怕有再大的矛盾，自己村的人也不能算计自己村的人，尤其还是和土匪合伙，这不是吃里扒外吗？云儿和狮子楼有关系，狮子楼的人突然冲进乱树林，这件事情跟云儿肯定有关。难道云儿已经知道我们和黑松里的土匪有交易了吗？想到云儿知情的后果，真要是云儿带着手下杀来报复，他们全家都要死光光。别慌，我觉得事情还没有那么糟。老大，你怎么说？要是云儿那小子知道咱们和黑松岭的土匪有关系，肯定早就来找咱们算账了。你说呢？还是老大你有见识？对呀，云儿那小子睚眦必报，要是知道了咱们算计他，一回来肯定就会来找咱们。心情一放松，赖志成的恨意就上来了。一想到二儿子死得那么惨，险些咬碎满嘴牙。云儿，都怪云儿，就算他不知道咱们和黑松岭的土匪有关系，狮子楼的人肯定也是他喊去的。要不是他叫了狮子楼的人帮忙，你二弟又怎么会死？
好吗？赖手一被杀，赖志成不怪土匪，不怪狮子楼，反倒怪起了云超，找谁说理去？老大，黑松岭的土匪以为狮子楼的人是咱们找来的，会不会来找咱们报复啊？不行，我要组建护村队，对，护村队。我现在就去找云儿，试探一下他的口风，看他怎么说。云儿，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我有话要和你说。二哥，我跟你去。村正，有话就直接说吧，这里都是我兄弟，就算听见了什么不该听的东西，相信他们也不会出去乱说。云儿，我想成立一个护村队，你看怎么样？护村队，村正，你想成立就成立好了，用不着和我商量吧。云儿，我主要是想让你们都加入护村队。村正，让我们加入可以，谁出钱呢？出钱？什么钱？赖志成一脸无辜的云超很想扇他2个大耳刮子。护村队要不要管饭？村正，你该不会是想让乡亲们白干吧？云儿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护村队难道不是保护咱们整个卧龙村吗？既然大家都得了好处，凭什么让我管饭？但是云超却知道他在偷换概念。护村队听起来好像是保护整个村子的安全，其实就是在保护他们赖家。村正，你回去吧。成立护村队可以，我也同意，只是我和我的手下不加入，因为我不但要带着他们保护咱们卧龙村，还不能让他们白干，最起码1天3顿饭要管。超哥，刚才我小妹跑来告诉我，咱们回来之后，她看见村正的大儿子赖守仁也回来了，一瘸一拐，身上有很多血。村正，是不是你们家老大回来了？他从土匪那里逃回来了吗？赖志成一愣，没想到云超居然知道自家老大回来了。那小子不是说回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透了，没人看见吗？对，就是逃回来的，趁着土匪和另外一伙人打架的时候逃回来的。对了，村正，怎么没见你们家赖小二呢？赖志成一口气没上来，险些没噎死。越是哪壶不开，你越提哪壶。你小子这是故意往老子伤口上撒盐啊！老二出去办事了，过段时间才能回来。关于护村队的事情，2个人又争执了一阵，谁也没能说服谁，最终来了个不欢而散。看着赖志成摔门而去的背影，云超若有所思。大家听着，今天夜里都机灵着点，大家回去之后通知一下亲朋好友，就说明天我要再收几个人，想来的提前做好准备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是听说云超遇到了土匪，林幼娘有些吓坏了，不用云超说，主动爬上了火炕。林幼娘一个含苞待放的小姑娘，一旦没控制住，很容易擦枪走火。大武朝可没有什么避孕的手段，一旦小姑娘怀了孕，那可是真可能要命的。幼娘睡着了没有？睡着了。睡着了还说话？小姑娘气得差点爬起来捶云超一顿。坏二哥，知道人家没睡着还问，欺负人。幼娘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看上了一个穷书生，邀他一起出游，到了半路遇到了大雨，正好有一间空屋，2个人进去避雨，屋里只有1张床。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，富家小姐怜惜书生，含羞邀他一起睡了上去。富家小姐是个知礼法的，在2人之间放了一个枕头，写了张字条，谁越界谁是禽兽。二哥好像也没那么坏，这是拐着弯夸人家懂礼法呢。那书生别看穷，却是个君子，竟真的隐忍了1夜，都没有越过枕头1寸。二哥这是借着故事表明他不会欺负人家呢。谁知第2天早上，穷书生醒来，发现富家小姐竟然不见了。二哥是不是半夜遇到鬼了？鬼把富家小姐抓走了。云超一夜都没睡好，结果连一根土匪毛都没来。第2天，云超顶着一双兔子眼睛起了床。一帮小子有了昨天的经历，今天训练起来一个比一个刻苦，生怕以后遇到危险的时候掉链子。刚晨练完，还不等吃早饭，很多村民就来了。超哥，听说你要收人，是真的吗？超哥，我家小子上次是没有吃饭，这次一定能合格，你还是收了他吧。超哥，听说你要组织护村队，我的年纪虽然大了些，但是力气也大，我能参加吗？上次测试合格，后来因为赖志成的一番话，主动选择放弃的2家人，这次也来了。谁知不但云超没同意，甚至连再次参加考核的机会都没给，直接就给拒了。开玩笑，当我这里是干什么的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反悔过1次，就不可能再有第2次机会。云儿，你要是这么做，苏可就要说你几句了，都是乡里乡亲。咱家小子上次也是考核过关的，你怎么就这么不讲情面呢？云儿，就是你爹当年还活着的时候，也要给俺个面子。怎么着？你现在翅膀硬了，瞧不起俺们这些穷长辈了是吧？你们都闭嘴吧！自己做了什么？难道非要我们大家说出来吗？是啊，超哥儿又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，你们自己不知道珍惜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就是叛徒，现在还想回来，讲得咱的美呢。对呀，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想，要不是乡里乡亲，就你们上次非要退出，超哥能轻饶了你们？哼，知足吧你们，少在这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赶紧滚蛋，不然超哥肯原谅你们，我们大家也不饶你们。
根本就不用云超说话，两家人就被群情汹汹的村民给骂跑了。西西，二愣子他娘，我好像昨天晚上听你说，以后再也不让你们家二愣子跟着超哥儿往外跑了，有这回事吗？三耙子他娘，你可别血口喷人，谁要是说过那样的话，谁就是卧龙沟里的大王八。这次报名最终达到标准的是16个，最终云超按照成绩从高到低取了12个人。不过云超说了，正式的是收10个人，多出来的2个是后备，如果训练不好，表现不佳，还是要退回去的。就在卧龙村人心惶惶的时候，狮子楼的胖掌柜也在如坐针毡。自己侄子昨天带着6个打手出去办事，居然连一个都没回来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胡老二脸色苍白的回来了，告诉胖掌柜一个噩耗，他在乱树林里发现了3个打手的尸体，另外还有黑松岭土匪留下的刻字，限期送1万两银子到黑松岭赎回庞万年，不然后果自负。胖掌柜又惊又怒，胡二，拿我的名帖，我要去见大老爷，请他派兵剿了黑松岭。大老爷就是县令，为了表示尊重，一般人都管他叫大老爷。掌柜的，大老爷要是发了兵，万年公子怎么办？那帮土匪会不会？这胡二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问我有个了用，我说让你拿1万两银子赎人，你肯吗？作为狮子楼8大打手排行第2，胡老两对胖掌柜太了解了，这家伙就是属貔貅的，只要吃进去的东西，从来就不见往外拉。直娘贼，胡二，你去找人给黑松岭的土匪送信，就说我庞大海答应赎人，不过1万两银子太多，让他们少要一些。是。胡二很是奇怪，胖掌柜今天是犯了哪门子毛病？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？1万两银子，说给就给。把红糖变成白砂糖，在古代有一种方法叫黄泥脱色术，就是用黄泥给红糖脱色，主要原理就是吸附和过滤。卧龙村有一种叫瓦溜的东西，类似瓦制的大号漏斗，一般榨油的时候用，普通村民连饭都吃不起，几乎不会榨油。云超只能找赖志成借。云儿，你都知道了，嗨嗨，你找谁？云超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赖志成家养了条美女蛇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他小姨子。我是来借瓦溜的。这小娘子一直盯着自己看是几个意思？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脏东西？乍一看见云超，郑巧云的魂儿险些没吓飞，以为是云儿知道了真相，来找他姐姐和姐夫算账了。云儿好像不是来算账的哦，好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见郑巧云马上就要摔跤，云超赶紧跨前一步，一伸手搂住了她的小蛮腰。你没事吧？被云超搂着腰，郑巧云一张脸红成了大苹果，浑身僵硬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。就在这时候，屋门一开，赖志成拄着拐杖出现了。云儿，你欺人太甚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郑巧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下子就把云超推到了门外。云儿，你快走！云超一脸懵逼，怎么了？我就快走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。天哪！原本以为是云儿这小子欺负自己小姨子，合着是2个人有一腿呀！2个家伙要是清白的，小姨子推他干什么？还显得这么焦急。听到赖志成大叫，周围的邻居也都跑出来看是什么情况。云儿说：“你把我们家巧云怎么了？”村正，你可别误会，我是来找你借瓦溜的。你借瓦溜就借瓦溜，搂俺小姨子干什么？是她的腰细胸大，光看上半身的话，像是一个瓦溜。可你也不能直接就上手搂啊，就连老子都没舍得搂，好不好？赖志成真生气，可是他老婆却不像他那么生气。自家小妹连续克死了3个未婚夫，知根知底的谁还敢娶？可是换成云儿这小子就不一样了，这小子不但人长得好看，最近还发了财，要是真不怕死，愿意娶自家小妹也不是不能考虑哈。嗨，云儿啊，你进来，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。云超被赖志成老婆突然转变的态度吓了一跳。进去干什么？要用仙人跳吗？想让哥在作风方面犯错误，别说门，连窗户都没有。云超找了个借口，36计溜之大吉了，瓦溜没借着，反倒惹了一身骚。云超这个憋屈就甭提了。然而还没走到家，就听身后有人娇喘吁吁的喊道：“云儿，别走那么快，等我。”嗖，云超不但没停下来，反而加快了脚步，赶紧走！赖志成的小姨子追来了。这是要使美人计，把自己引诱过去，然后全家人齐上阵，铲除自己这个心腹大患啊！这一天，很多卧龙村的村民都看到了奇特的一幕：云超在前面走，赖志成的小姨子在后面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村正的小姨子倒追云儿吗？云儿这小子也太不解风情了吧！那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追他，跑什么跑？换我也跑，怕被扫把星克死。切，人家村正的小姨子根本就看不上你，你就是想跑都没机会，好不好？吃瓜群众哪里知道，人家郑巧云是奉了姐姐的命令来给云超送瓦溜的。云儿，你不是要我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朗朗乾坤之间，赖志成的小姨子连你是不是要我的话都说出来了，没有什么图谋，谁信啊？哎呦，什么情况？
他身边那个碎成好几瓣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我要借的瓦溜吗？云超也傻脸了，挠着脑袋，讪讪地走了过去。没有办法，只能伸手扶他起来。这次云超没有直接搂人家的小蛮腰，而是拽着他背后的衣服，想要把他拽起来。撕拉！云超愣了，正巧云愣了。看到这一幕的所有村民都愣了。什么情况？云儿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还是大白天，竟然就撕人家小娘子的衣裳，这么猴急吗？谁说穷人就不会传八卦？不到半天功夫，云超和村正小姨子有一腿的八卦就在整个卧龙村传开了。别人暂且不说，当林幼娘听到这个噩耗之后，当场就哭了。自己对二哥那么好，没想到他竟然跑到外面去找狐狸精。难道是自己一直不和他睡一张炕？二哥生气了。二哥要是不要自己以后可怎么办啊？看着林幼娘哭得梨花带雨，王婶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好你个元儿，还以为你浪子回头转性了呢，原来不但没好，还变本加厉了。幼娘别哭，婶子给你做主。于是云超刚从外面训练回来，王婶就发飙了。元儿，你是不是这几天好东西吃多了，吃饱了撑的？啊，咋了王婶？你还问我咋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不知道赖志成的小姨子是扫把星吗？为什么要和他那个？云超往私下一看，险些没把鼻子气歪。一帮小子个个眼睛瞪得溜圆，竖着耳朵准备听八卦。滚滚滚，都给我滚出去找瓦溜！二哥，别赌气了好不好？大不了我以后不生你的气了，让你和村正的小姨子那个。练大武朝可没有什么女权主义，女性的地位比男人低得多。何况林幼娘还是一个童养媳，地位更是和一般的妻子不能比。幼娘别怕，婶子替你做主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们别算了。云超一连倒了3遍黄泥浆，可是，在黄泥浆的冲淋下，瓦溜里的红糖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，估计不等变成白糖，瓦溜里就没东西了。这时候，林幼娘和王婶终于看明白了云超在干什么。可惜两个女人见识太少，根本就不知道红糖脱色成功意味着什么。云超开始一遍又一遍试验起来。青阳县狮子楼，一个白面书生带着2个壮汉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小伙计不敢怠慢，连忙热情招待。公子，请问几位？就俺们仨，要楼上的雅间。不错不错，这酒楼不错，看来以后兄弟们有地方喝酒了。公子，请问吃点什么？把你们狮子楼所有拿手的好菜都给爷爷上一遍。对了，让你们掌柜的滚过来，就说他三爷爷来了。作为青阳县第1大酒楼的掌柜，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可是小伙计才刚说了一句不好意思，脸上就狠狠挨了2个大耳刮子。小处长，爷爷给你脸了是吧？赶紧把你们掌柜的叫来，他要是不来，就等着给他侄子收尸吧。小伙计傻了，哪怕牙齿都被打松了，还是一溜烟跑去找胖掌柜。胖掌柜一听就知道情况不对，胡老儿外出办事了，狮子楼现在连一个打手都没有。快，拿我的名帖，赶紧去找吴县尉和曹都头，让他们带人来抓土匪。萧德让身为黑松岭的3当家，一向以夺命书生自居，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后路？去报官的小伙计，还有准备从后门溜走的胖掌柜，全都被萧德让的手下捉了回来。小命要紧，胖掌柜只能乖乖听话，让手下的伙计回家送信，让家人送1万两银子过来。掌柜的，你也别生气，我们不白拿你的银子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狮子楼我们黑松岭照了。啥？你们还想在我狮子楼留人不成？不愧是掌柜的，就是聪明。没错，为了狮子楼的安全，我们黑松岭会派几个兄弟住在狮子楼。掌柜的，你尽管放心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狮子楼了。经过了若干次失败，云超终于试验成功了。看着瓦溜里一层洁白的糖块，云超欣喜若狂，搂过旁边的林幼娘就香了一个。云超这下突袭猝不及防，林幼娘整个人都傻了。什么情况？元儿这小子疯了吗？当着自己的面就跟小媳妇玩亲亲，好不知羞。云超知羞不知羞先不说，王婶倒羞了个大红脸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你们这样搞，想过老人家的感受吗？在卧龙沟的深处，一段传奇正在悄然上演，村民们议论纷纷。云超的造桥计划被戏称为吃饱了撑的，然而这位被质疑的勇士却毅然踏入了未知的征程。今日卧龙沟上空回荡着一声巨响，云超的全盘指挥下，独木桥横空出世，村民们瞬间沸腾，欢呼声、尖叫声此起彼伏。这一刻，卧龙沟见证了奇迹的诞生。切，一座独木桥有什么用？牛车不是还过不去吗？对啊，折腾了半天，云儿也不过在卧龙沟上多架了一座独木桥而已，既过不了牛，更过不了牛车，有个鸟用。云超手下有个瘪小子，尤其是那些新来的，听到村民的议论，也对云超升起了疑惑。难道真像大家说的那样，超哥干了一件傻事吗？走吧，大家回去继续修村墙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些村民听到赖志成的鼓动，开始议论纷纷地往家走。二哥，下一步怎么干？你就赶紧说吧。嗨，大家都愣着干什么？你们也都动动脑筋，想想办法。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我们一众小子全都翻起白眼。云老师课堂又要开始了。超哥，咱们挨着这个独木桥再放一根树干，
让他们并在一起，桥不就变宽了吗？要是这种方法管用，我干嘛刚才不让这根树干挨着老桥放呢？见云超给手下人批讲，很多村民也围过来看热闹。云儿，你说为什么不能把2根树干直接并着放在一起啊？你们谁能回答？我们不是不能，是没有必要，直接把它和老桥放在一起，万一失手砸坏了老桥怎么办？再往这根树干旁边放树干嘛，反正有老桥，砸坏了新放的树干也没什么，对吗？对，还是云儿聪明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二哥，我有办法。哦，是小果啊，你有什么办法呀？二哥，把它抬到老桥旁边不就行了吗？哈哈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这种办法也只有小孩子才能想出来。真是的，云儿，你没人了吗？让一个小孩子出来讲笑话，哈哈哈哈哈！和云超不对付的村民，一个个全都放声大笑。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小果说了什么，一个小丫头又能说出什么有用的话，只管笑就是。可是笑到一半，这些人就发现，好像除了自己，没多少人附和。更诡异的是，很多村民都在看着他们，用看傻瓜的眼神看着他们。一众村民万没想到，方法居然这么简单，把2根树干抬到一起就行。就这种方法，我们也会呀。可惜众人都被经验主义束缚住了思维。然而这么简单的方法，现场几百号人，有老有小，还有自诩聪明人，竟然全都没想起来，还不如一个4、5岁的小丫头。这已经不是打脸了，是把脸扔到地上摩擦呀。小果好样的，等下次进城，二哥给你买糖吃。二哥，我不要糖，吃烦了。傻，毫不夸张，大部分村民一辈子都没尝过糖是什么味道，只是听说糖是很甜很甜的东西，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一众村民就像后世的小孩子，听说幼儿园的小伙伴曾经上过月亮一样，简直羡慕嫉妒的都不行了。小果，那你说要什么奖励？二哥，我不要奖励，我要嫁给你当娘子。幼娘姐姐是大娘子，我是小娘子。大家都让一让，吃午饭啦。什么吃午饭？吃个鸟啊吃！卧龙村哪有人吃午饭？这不是败家吗？天哪，那是传说中的白米饭吗？2大桶满满的大米饭，晃花了无数卧龙村人的眼睛，同时也晃花了他们的心。大家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排队啊！张四海，你小子滚到后面去，让你们的家人先吃。志远，把你小弟拎出来，长辈还没吃，他倒挤到前面去了，给我抽他2巴掌，让这小子尝尝记性。有些吃瓜群众就是羡慕的流泪了。不公平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！凭什么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你们吃香的喝鲜的，俺们就只能干看着？不行，俺们也要帮忙，俺们也要干活，俺们也要吃好吃的。第2天正好是3水镇赶集的日子，云超一大早就带着10个手下，赶着3辆牛车出发了。一个临时的摊子，卖的猪肉看起来还不错，够新鲜。一问价，云超都感到奇怪。老板，你卖的肉为什么比城里卖的还便宜啊？小兄弟可不敢叫老板，我就是个乡下杀猪的，这头猪是我自己在村里收的。在咱们3水镇卖东西，不像城里要交那么多税，价钱自然就要便宜一些。明白了，来，把这些肉都称一下，一共多少？我全都要了。啥？小兄弟你说啥？卖小兄弟你说全都要。对，我看你这头猪还没卖出去多少，别再卖了，剩下多少我全都要了。老板，有笔好买卖，不知道你干不干？我不成的，小兄弟，我哪会做买卖啊？老板，我就是想让你隔几天给我送头猪，不是干别的买卖。啊，小兄弟，你吓死我了！送猪就送猪，干嘛说要和我做买卖啊？云超一行人全都穿着没有补丁的棉布衣裳，现在又听肉贩子一惊一乍，很快就围了一圈吃瓜群众。老板，我要是半个月让你送一头猪，你要什么价？啥？小兄弟，你说啥？半个月就给你送一头猪？不仅是肉贩子，很多吃瓜群众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这年头，别说半个月吃一头猪，就是半个月吃一顿肉的，又能有多少？小兄弟，少爷，能不能问一句，把猪给你送哪儿啊？卧龙村。啥？卧龙村？肉贩子也好，吃瓜群众也罢，都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卧龙村谁不知道？3水镇周围最穷的村子，没有之一。小兄弟，你是不是也想卖肉啊？我卖什么肉？自己吃，你就说吧。送一头猪到卧龙村多少钱？你要是不干，我就找别人了。干？怎么不干？最终，云超和肉贩子达成了协议，每半个月送一头猪到卧龙村。送到之后，肉贩子负责杀，价钱按照猪肉的净重计算，出多少肉就算多少钱，1斤80文。老板，这是定金，等肉送到之后一起算。见云超这么大方，猪还没送就直接给银子，而且一给就是2两，很多吃瓜群众羡慕的不要不要的。各位，我想找几个手艺好的木匠和石匠，请问去哪里找？这位少爷，我就是石匠，手艺好这里，不信你打听打听。少爷，我是木匠，干了快30年了，不信你问问大家，谁不知道我黄木匠手艺最好？拉倒吧，就你还手艺最好？你要是手艺最好，那我王木匠又算什么？云超没想到大武朝的手艺人内卷也这么厉害，正不知道该怎么选。
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卖肉的小贩。只见这货挤眉弄眼，正在朝自己使眼色。合着是肉贩子有话要对自己说，看来这笔买卖做的不亏。肉贩子竟然把自己当成自己人了。各位，我现在还要再逛一逛，半个时辰之后，我在镇口等大家，有愿意去的可以过去，我到时候需要挑选一下。对了，有亲朋好友愿意去的，也请各位转告一声。有了肉贩子这个向导，云超接下来买东西就简单多了。每个人的东西好，每个人实在，肉贩子简直门清，根本就不用云超问，哪怕是路过一个卖木炭的，也要给他批讲一番。光头男子从天上掉下来，刚好被路过的牛车压到。男主以为遇到穿越者了，赶忙跳下牛车，来到光头男面前，立马唱起了《孤勇者》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你们快撞死我了，还有心情唱歌？不过这是什么歌？还怪好听。还以为遇到同类了，看你疼得难过，想唱歌给你缓解下。哎呦，我的腿啊，肯定是断了，疼死我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大哥，你伤到哪儿了？让我看看好吗？光头没有搭理云超，只是抱着腿哀嚎。突然，人群里冲出一个马脸男人，抱住地上的光头就嚎了起来：“兄弟，你怎么了，兄弟？”这时候，旁边围观的人群里有人说道：“王二麻子，都这时候了，还嚎什么嚎？还不赶紧进城找郎中？”是啊，别抱着你弟嚎了，赶紧送到城里，说不定还能治好。我也想给我兄弟治腿，可是哪来的钱啊？二麻子，钱还不简单，谁撞的你兄弟，让谁出啊？对，我看见了，是他们撞的你兄弟，赶紧跟他们要钱，去给你兄弟治腿吧。是你们撞的我兄弟，拿钱来。你要多少钱？5两银子，有吗？有。慢，二麻子，你可想清楚，你兄弟的腿断了，5两银子够吗？够，不够？对了，10两，我要10两。哼，蠢驴，至少要50两。对，你要给我50两。云超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掏银子，而是看了看手下的一帮小子，五朝版的碰瓷而已。这么拙劣的伎俩，在后世几岁的小孩子都能看穿。给钱啊！这样吧，我们有牛车，现在就送你兄弟进城治腿，你看怎么样？姐，不怎么样，不用你管，你赶紧拿银子，我们自己带人进城治伤。城就不用进了，我就是郎中，祖传绝技，专治各种不服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能给他看好。啥？他刚才说什么？专治什么东西？好像是说专治各种不服。不服是啥？腿断了叫不服吗？没管吃瓜群众说什么，也没有搭理王二麻子和酒糟鼻。云超跨前一步，指着光头抱着的那条腿：“是这条腿断了吗？”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条腿断了？是，哎呦！好，忍着点，我要给你治伤了。王二麻子和酒糟鼻万没想到，云超竟然说动手就动手。住手！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竟敢在三水镇撒野！小子，你完了，知道吗？撞伤了我们三水镇的人，还敢伤人！乡亲们，大家都说，咱们能让这帮外乡人走吗？大家都上啊！外乡人欺负咱们三水镇的人了。什么？竟然有人敢欺负咱们三水镇的人？大家都去啊！别让他们跑了。对，谁敢跑到咱们三水镇胡来，弄死他！哈哈，我当时哪来的过江龙？原来是一帮毛都没长齐的小兔崽子。四海、满仓，你们说怎么办？超哥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咱们先服个软，过后再找他们算账也不迟。服什么软？人多怕什么？咱们曹家伙一起上，跟他们拼了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俩赚一个。刹那间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尤其是一帮吃瓜群众，刚才还在往前挤，现在突然就开始往后退。好家伙，俺们都看到了什么？长枪、砍刀、盾牌，还他娘的有功夫！这哪是乡下的泥腿子，简直比巡检老爷的兵还厉害啊！见到这场面，王二麻子和酒糟鼻只能把目光看向了人群后方的青面虎。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，你们干你们的活，看老子干什么？这不是把老子暴露了吗？小子，说吧，伤了我们三水镇的人，你准备怎么解决？你打算怎么解决？伤了人当然要赔偿，不要多，你就给100。既然人是我伤的，现在就用牛车送他进城看郎中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谁知道你会不会真给他治伤？我们不信你，我们要自己带他。你们可以跟着。不行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今天你的钱是赔定了。你这人怎么不讲理？我说了要负责到底，带他去看郎中，你怎么就不答应呢？你是不是不想让他好，只想要钱啊？少废话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就要赔钱。你还把朋友的命当回事吗？我有车，抓紧时间送他进城看郎中，肯定能治好。再被你耽误下去，他的腿非废了不可。难道你就是这么对待兄弟的吗？我不。你什么你？
你真要是把兄弟当兄弟，就不会这么干。让大家看看你吃的肥头大耳，再看看你的这些兄弟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是不是你平时全靠压榨手下的兄弟，才把自己养得这么肥？我没，哼，还想狡辩？事实胜于雄辩，任你说的天花乱坠，也改变不了你吸手下兄弟的血，吃兄弟肉的事实。你敢胡说八道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兄弟们，外乡人欺负咱们三水镇的人都操家伙，给老子上！李兴和几个胆大的小子直接冲过去，一枪赶一个，全都抡趴。看到这一幕，几个本来还蠢蠢欲动的家伙，立马就彻底消停了。突然，人群后方有人喊道：“让开，都让开！何管事来了！”你们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聚众斗殴？何管事，你要替咱们三水镇的人做主啊！这小子不知道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竟然跑到咱们三水镇撒野，撞伤了我兄弟还不拉倒，又踩断了他一条腿，然后还把我好几个兄弟都打晕了。青面虎一个泼皮，弄个毛线！这小子一看身份就不一般。本来何管事还想狠狠教训一下云超，让他知道三水镇谁说了算。现在看出了云超的不凡之处，哪怕青面虎是半个自己人，何管事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。小虎啊，我看你的人好像也没怎么受伤，给我一个面子，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，好不好？什么狗屁东西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的人没怎么受伤？没见地上躺着好几个吗？没见光头的腿都扭曲成那样了吗？可惜，哪怕在憋屈，青面虎也不敢违背何管事的命令。好，全凭何管事做主。小兄弟，看着面生，哪里人啊？何管事，我是卧龙村的，这次来三水镇赶集，没想到被狗咬了一口，就是不知道这条狗是不是何管事养的。如果不是，我可就要杀狗吃肉了。云超说话时面带微笑，何管事却听出了血雨腥风。这小子哪是跟自己客气，分明就是在赤裸裸的威胁。卧龙村不是赖志成的地盘吗？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？以前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？想到这里，何管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小伙子，你贵姓啊？免贵，我姓云，云超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有个兄长叫云虎？没错，云虎正是家兄。小伙子，以后你到咱们三水镇卖东西，我不收你的份子钱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愧是何管事，就是大度。你的这份情，我云超领了。云超这么一说，何管事知道他是同意和解了，现在拿到了三水镇的入室资格，云超怎么能不高兴？和何管事寒暄了几句之后，云超就带人离开了三水。满仓是不是因为被人摆了一刀，上了人家的当，心里感觉憋屈啊？超哥，你是不是想要收拾那个何管事？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那个何管事毕竟在官面上有一定身份，咱们要是办了他，肯定会引起官府的注意。一帮小子垂头丧气，看来超哥也有不敢干的事情。云超不由失笑：你们丧什么气？暂时不能动姓何的，难道还不能收拾那帮泼皮无赖吗？我是答应了何管事，不再追究之前的事情，可是那个脸上刺字的家伙却不肯罢休。你们难道没发现，之前答应跟着咱们去干活的那些石匠和铁匠，没有一个敢来吗？对啊，我说好像忘了什么事情，原来是那些石匠和铁匠没来啊。毕竟三水镇是青面虎的主场，那些铁匠和石匠没有一个敢来，就是明证。我不能允许青面虎这种敌人在三水镇继续存在下去。突然，从路旁的树林里冲出来几个人，一下子就拦在了牛车前面。他是鲁班的18代传人，可惜到了他这里就出事了。原来是他小儿子喜欢上了当地的酒楼头牌，为了见他一面，每天都借高利贷去酒楼消费。然而在利滚利之下，要还180两。鲁班传人几代人挣的钱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，于是大儿媳就被拖走抵了债，祖宅也被青面虎收走了。这一下，鲁班传人几乎走投无路，正好听说云超要找木匠，所以就来拦路了。少爷，我听说你要找木匠，小老儿我就是木匠，还是鲁班传人，这是我的大儿子，这是我的徒弟。我要的木匠很多，你还有认识的吗？有啊，多的是。那你说，咱们要是悄悄去找人，会有匠人跟着我去卧龙村吗？哈哈，没关系，有你一家过去，暂时也够了。云超没说太多，毕竟和冯木匠还不熟，让他们坐上牛车，一起回了卧龙村。见云超一行人又是满载而归，卧龙村的村民一个个全都羡慕的不行，不是羡慕云超，是羡慕他手下的一帮小子，跟着这么有实力的一个东家，不用再发愁吃不上饭了不说，还特别有面子。第二天，云超正和林幼娘、王婶干得热火朝天，三耙子突然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。超哥儿，有土匪来攻打咱们村了。一听土匪来了，云超哪还顾得上瓦6里的红糖，拎着旁边的一面破锣就冲了出去，哐哐哐哐哐哐哐，云超敲响了集合的破锣。云超平时不止一次强调过，只要听到锣声，无论在干什么，哪怕是蹲在茅坑上拉屎，也要第一时间拿着武器过来集合。尽管有些小骚乱，云超对大家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，就算是新来的那些小子，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。二哥，黄山还没到。算了，不等他了，咱们先走。云超的队伍行进的很是迅速，很快就到了村口。二哥，
现在怎么办？是直接杀出去，还是上墙？先上墙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。云儿，你别上去，危险！不仅是云超，看到这一幕的人全都傻了。云儿，你小子给老子滚开，别碰老子的小姨子！啊哈，原来是村正啊！你不上墙只会抗击土匪，在下面转悠什么呢？嗨，兄弟们别搭理姓赖的，咱们上墙。自己招谁惹谁了？是赖志成的小姨子是好看，可是谁说只要是好看的女人，自己就一定要喜欢的？这不是毁坏哥光辉的形象吗？这就是土匪。村外的土匪居然少到只有4个，而且一个个衣衫不整，尽管手里都拿着武器，但那都是什么玩意儿？锤子、凿子、钻子，这些东西能打仗吗？怎么回事？谁说他们是土匪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正在修村墙，就听有人喊土匪来了，赶紧就关了门，上了墙。你们是谁？来卧龙村干什么？问了半天，云超才弄明白，合着来的4个家伙不是土匪，是三水镇的石匠。听说云超要找人干活，又听说他得罪了青面虎，在三水镇的时候不敢露面，这是偷偷摸摸来找活干了。各位乡亲，虽然这次来的不是土匪，但我很高兴大家能反应这么及时，说明大家的警惕心很强。相信只要大家一直保持下去，就算来了真土匪，咱们卧龙村人也不怕。再三确认了安全之后，云超让人把几个村外的石匠带了进来。就在这时候，远处慌慌张张跑来一个人，刚到跟前就扑通一声跪了下。超哥，家里有事，我来晚了，你处罚我吧。那就说说你家里到底有什么事情，比土匪攻打咱们卧龙村还紧急？这俺嫂嫂病了，事急症。好，既然你嫂子生病了，而且还是急症，那可不能耽误。走，大家都跟我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。这俺嫂嫂的病又好了。超哥，黄三是个孝顺孩子，既然事出有因，你就原谅他一回吧。是啊，云儿，谁不知道黄三是个好孩子？有什么好吃的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嫂子。对这样的乖孩子，你不能太狠啊！咦，那不是黄三的大哥吗？黄大，你兄弟正挨打呢，赶紧过来替你兄弟向云儿说说好话。云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耍威风怎么耍到自己人头上了？黄三，赶紧起来，云儿打你也是为你好，只不过下手有些狠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小子们知道正常情况下，云超绝对不会这么干。黄三缺席，绝对不是他嫂子病了那么简单。石头，李兴，把他的衣裳扒下来，狠狠抽他50鞭子，让他滚蛋。超哥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怎么，你们也要违抗我的命令？住手，快住手！这黄大，你闪开！谁不知道俺媳妇最疼小三？你们要是打了小三，俺回去可没办法给媳妇交代。要打小三，就先打俺吧。你给我躲开吧！云超就是要立威，今天要是轻饶了黄三，等下次再有危险的时候，就会有张三，会有李四，还会有王二麻子。住手，快住手！李兴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有娘生没娘养的下贱胚子，再敢打俺们家三郎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李兴，你个王八蛋，一条狗而已，老娘挠死你，再弄死你们家那个瞎眼老太婆，还要弄死你们家那2个小崽子！哇，黄三的嫂子来了，大冷的天还生着病，被逼着跑过来，云儿这件事遭大了。李兴毕竟年轻，心还不够狠，尽管黄三的嫂子骂得难听，让他几乎气炸肺，还是没好意思抽一个女人。三郎，你受苦了，哪个挨天刀的这么狠心，竟然把你打成这样？黄大娘子，你也别怪云儿，毕竟云儿还年轻，干一些不着调的事情可以理解，赶紧带你们家黄三回去养伤吧。对了，家里要是缺什么少什么，尽管开口，相信云儿是会给你们解决的。老小子还真会装好人，装好人你就装到底啊！干嘛慷别人之慨让我解决？哼，黄大嫂，我想问问你，刚才超哥敲锣集合，你们家黄三为什么不来？滚！黄三的嫂子一愣，之前在家的时候，2个人只顾着快活，居然忘了对口供。黄三，你要是敢说话，之前就是撒谎，就不是你的小侄子生病了。连惊带气，黄三一着急，说出来的话谁也没听明白，就连在他跟前的嫂子也没听清。和小叔子玩了这么久的游戏，都没让老公察觉。黄三的嫂子绝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一听张四海的话，就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了。是啊，我儿子生病了，急症，所以我才让我们家三郎留下来照看他，不是我们三郎不来，是我不让，要怪就怪我好了。黄三嫂子的一番话，就像是按了静音键一样，刚才还有些纷乱的现场，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，落针可闻。你们看，黄三的嫂子一脸那啥，不像是刚生过病啊。娘哟，黄大娘子不对劲啊！你们说什么？俺咋听不懂哩？拉倒吧，我不信你看不出来，你又不是没娶过娘子。这么刺激，这么劲爆的吗？可惜很多人都明白了，黄三的大哥却还被蒙在鼓里。家里的到底是你生病了，还是咱儿子生病了啊？是咱儿子病了。哦，幺儿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要赶紧回家看看。连云超自己都没想到，
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手下，来个杀一儆百，谁知竟然砸出了一桩伦理大案。各位，听我说一句，很多人可能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打黄三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银子，养着那么多人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给我干活吗？要干活还用得着费那个力气，花费那么大的代价吗？就像赖村正那样，随便给个仨核桃俩枣，多少干活的人找不来。关我什么事？当日收人的时候，我一再强调，招人是为了保护安全，保护我的安全，同时也保护大家自己的安全。不像某些人找了一堆帮闲，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家，连手下帮闲的死活都不管。我尼玛！如果是平时训练，拖拖拉拉还没什么，但是今天不一样，如果是真土匪来了，黄三说家里有事不来，石头也说家里有事来不了，李兴也说有事不能来，你不来，我也不来，咱们卧龙村谁来保卫？你们看看村正，虽然没敢上墙，但怎么说人家也来了。可是再看看黄三，连村正都比不上，我还要你有何用？是不是没我你说不下去？云超当时收人的时候可是签过契书的，从此之后跟家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看在黄三大哥大嫂的面子上，别的我也不再追究，剩下的鞭子也不再抽了。石头、李兴，留下咱们发的衣裳，把黄三自己的衣裳还给他，让他滚蛋。不要啊！想到自家之前过的日子，黄三的嫂子害怕了，再也不敢和云超炸毛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梆梆梆地磕起头来。黄家嫂子，啥也别说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回去之后好好教育黄三，只要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好好改正，将来不是没有机会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我云超招人不是来享受的，是来拼命的。让自家孩子报名之前就要想清楚，别到时候出了事情又像黄三的嫂子一样哭哭啼啼，再有下次我可绝不轻饶。说完，云超再不停留，下了台子，大步流星向家走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云超就带着手下10个小子出发了，目标依然是狮子楼。赵掌柜有没有解释？小郎君，你是不知道，最近咱们青阳县境内闹土匪，很多商人都被劫了，我的货前几天也被劫了一批，进的捡石也一起被劫了。赵掌柜知不知道是哪来的土匪？不清楚，有人说是二梁山的，有人说是黑松岭的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不能确定。云超对五朝的医术很好奇，没急着走，准备看看赵掌柜怎么抓药。赵掌柜，你抓药都不用称吗？小郎君，不是我吹牛，我这只手比他称的还准，不信你试试。哈哈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赵掌柜，你就给我来3钱的砂糖吧。哇，赵掌柜你真厉害，不多不少刚刚好。难得在一个疑似读书的小子面前装逼，赵掌柜一高兴，彻底打开了话匣子。赵掌柜，那你能摸出女人有没有怀孕吗？什么摸女人，真难听，是把脉，把出女人怀不怀孕，怀的是男是女，只要是个真正的医生全都会。赵掌柜，这砂糖也是药吗？当然，白砂糖味甘，性平，入肺脾经，具有润肺生津、化痰止咳、补中益气、清热燥湿、醒酒解毒之功效，可以用于治疗脾虚泄泻、口干舌燥、肺燥、咳嗽、中虚、腹痛等症。长见识了，赵掌柜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去就回。赵掌柜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小郎君，这么好的白砂糖，你是从哪里弄的？赵掌柜，你就说吧，这种白砂糖你收不收？收啊，小郎君，你有多少？赵掌柜，先别问我有多少，你先说多少钱收吧。5钱银子1斤，小郎君你觉得如何？赵掌柜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种白砂糖是我好容易才从大石商人那里买来的，光是进价就1两银子，你看着办吧。小郎君，你也知道，咱们行医的人都心善，不忍看着病人受苦，很多时候卖药都不挣钱，宁愿架上药生沉，但愿人间无疾苦，你说呢？赵掌柜，你说的真好，我只收一个成本价和运费，就1两2钱1斤卖你，怎么样？小郎君真君子也，既然你认同我的意见，那咱们就1两银子放在我的药铺里卖，卖多少我给你结多少钱，我也1分银子不赚，你看怎么样？告辞。小郎君且慢走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何必生那么大气呢？赵掌柜，我最后再报个价，你要是觉得高，那就算了，1两1钱银子1斤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小郎君果然够果断，就按你说的，1两1钱银子1斤，你有多少，我全都要了。300斤红糖，云超一共提纯了200来斤白砂糖，200多两银子到手。直到离开药铺，跟在云超身边的几个小子都没能清醒过来。知道糖值钱，却没想过这么值钱，就几袋子白糖，就值200多两银子，这钱也太好挣了吧！本来云超的计划是直入虎穴，直接去狮子楼一探究竟。可是刚才跟赵掌柜聊天的时候，无意中听他说了一句，狮子楼好像最近招了不少新人。超哥，武大不在十字街，我没找到人。走，咱们去他家找他。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几位小官人，我是武大的朋友，请问你们是在找他吗？你知道武大今天为什么没有出摊？他在家吗？
小官人，上好的蜜饯，不要来些尝尝吗？怎么卖？便宜的话我就要一些。小贩看云超穿着，就不是他一个卖果子的小贩能招惹的，只得老实报价。感觉乔运哥没有骗自己，云超也干脆直接把他的果脯全买了，得了大半两银子。乔运哥高兴的嘴都合不拢。多谢小官人，小的家里还有生病的老妇，这就不打扰了。小崽子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啊，小官人，瞧我这记性，你要找武大马，他昨天被人打了，今天在家养伤呢。走，武大家的干活。好嘞。对了，四海，你就别去了，带几个人去找牙人张，再买一挂牛车。云超一行人来到武大家门口，房门一开，一张似嗔似喜的芙蓉玉脸露了出来。不仅是手下一帮小子，就连云超也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好一个妩媚动人、风情万种的小少妇，真馋煞的人。老板娘，武老板在家吗？在的呢，让小郎君久等，是奴家怠慢了，快请进。不过，当云超发现小少妇眼角眉梢不经意露出的一抹笑容之后，一下子就全明白了。好你个小少妇，竟敢拿哥逗闷子，看哥以后怎么收拾你！老板娘，听说武老板受伤了，是真的吗？娘子，是谁在楼下说话？是卧龙村的云小郎君来了，你身上有伤，不要起来，我这就引小郎君上去。嗨，好险！要不是我眼疾手快，老板娘就摔下去了。放开那个女人，让我来。娘子，小郎君走了吗？没有，小郎君这就上去。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是见义勇为，做好事，回去之后可不要乱讲啊。武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武大也不管云超有没有兴趣，直接给他批讲起来。武大是遇到吃霸王餐的了，不但不给钱，还把摊子砸了，就连人也被打个半死。好大的贼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朗朗乾坤之间，居然有人敢如此行凶！大武朝还有王法吗？小郎君，你可千万莫动怒，咱们小胳膊拧不过人家狮子楼的大腿，千万不要为了我武大一个不祥之人，毁了小郎君你的前程啊！武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找回公道的。啊，小郎君，不要啊！云超没有说什么，聊了一会后，探望了武大的伤势，知道了狮子楼的大致情况，云超就准备告辞离开。小郎君，难得来一回，一定要留下来吃顿饭，不然人家该说奴不懂事了呢。这也太奔放了吧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云超又去铁匠铺转了一圈，除了一堆农具之外，什么都没买。面对云超的询问，掌柜的直翻白眼。这才几天啊，自己就能打造出兵器了？你当兵器是大白菜呢？掌柜的，干脆你也别开铁匠铺了，去我们卧龙村干吧，我保证你比现在挣得多。客官，我还真没听说卧龙村人的生活有多好，倒是经常听说卧龙村饿死人。扎心了老铁，你给哥等着，早晚让你听说卧龙村的传说，村民个个都有饭吃，个个都有衣穿的那种。超哥，3头牛1架车，你猜我花了多少银子？少卖关子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20两，才20两银子，3头牛加1架车。超哥，你说便宜不便宜？哦，那是够便宜的。四海，你确定这几头牛没问题？超哥，你放心，3头牛都是那个牙人老张看过的，保证绝对没问题。他说了，有问题尽管找他就是。站住，偷牛贼，把我们的牛还回来！站住，就是你们偷了他们的牛。你们胡说八道，牛是我花银子买的，怎么是偷你们的呢？花银子买的，你有七叔吗？这是你们说家老有人生了急症，等着拿银子回去救命，来不及写契书。切，哄谁呢？你问问大家，看看有没有人买牛不要契书的，偷的就是偷的，耍赖也没有用。你们好啊，偷了牛还不老实承认，走，跟我们到衙门里走一趟。好啊，你们这些刁民竟敢当街行凶，公然持械袭击官差，想要造反吗？云超一直没有吭声，抱着膀子在旁边看热闹，看看这帮小子没有自己帮忙，能把事情处理到哪种程度。你怎么回事？笑什么笑？是不是看不起我们？你们说呢？两位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今天你们也就是遇到我了，我这人心善，见不得人受罪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指条明路，你们哪来的回哪去，我就不再追究了。两个差役又惊又怒，果然人家早就看穿了一切，这是给自己留台阶呢，不想把脸撕破。你们这帮头牛贼被我们抓到了，还敢嘴硬？大家评理，见过这么嚣张的贼吗？各位高邻街坊，有人竟敢跑到咱们青阳县作妖，大家说咱们能轻饶他们吗？算了，看你们这些乡下人也不容易，偷牛可能也是一时冲动，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，把我们把他们的牛还给他们就行。哦，好，还给你们就还给你们，不过什么？我们把牛还给你们，你们拿我的40两银子也该还给我们吧？啥？你说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明明只有20，嗨，15两，你们却说40两，这不是血口喷人吗？哼，小子，少废话！既然你们双方讲不拢，那就全都跟我们走一趟，咱们到衙门里说清楚。那赔多少合适呢？
哼，多了你也赔不起，把你这几挂牛车赔给他们，再拿3、4、50不100两银子出来，这事就算接过去。两位老哥，要是我不赔银子，会怎样？小子，你会后悔你爹妈把你生出来的，不信你就试试。对方一直拿自己的爹娘说事，云超已经有些出离愤怒了。两位老哥，100两银子我有，只不过什么？因为我胆子小，害怕银子被偷。进城之前，让我的2个兄弟拿着银子在城外等，没敢让他们进城。你们看，简单，你找个人去把银子拿过来不就行了吧？嘿嘿，两位老哥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不瞒你们说，我这人胆子小，那么大一笔银子，我一个人去拿总觉得有危险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让我的兄弟们都跟我去，保护我的安全，同时也保护银子，好不好？哼，想什么呢？让你们都出城去拿银子，你们要是跑了怎么办？哼，不行，顶多让你带2个人。好嘞，那就带2个人。四海、满仓，你们跟我走，其他人在这里等着。要是等不到，嗨，你们别着急，知道吗？且慢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这样不好吧？麻烦两位老哥，小的实在于心不忍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，给百姓办事理所应当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两位大爷就是我们青阳县人的保护。云超早就分析过了利弊，之前在城里就算能把对方打倒，但得罪了官差，以后肯定会有数不尽的麻烦，所以只能把他们引出城外。哼，都已经出城了，你怎么还往前走？爷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往前走？还有多远啊？两位老哥，快了，你们看，前面就到了。小子，少耍花招！说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让人拿着银子在城外等？诺，就是那里，马上就到。是吗？你怎么会让人等在树林里？不瞒两位老哥，我觉得这里安全。要是让他们拿着银子在城里等，万一他们花了怎么办？很快，小树林到了。两位老哥，跟我进去拿银子吧。哼，让你的人出来。好嘞，王石头、罗志远，赶紧出来吧，老子来了。王石头、罗志远，你们耳朵里塞驴毛了，没听见老子来了吗？王石头、罗志远，你们2个二逼睡着了吗？喊了半天，树林里静悄悄，连一丁点动静都没有。啊，两位老哥，肯定是那2个小子心生歹念，拿着我的银子跑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，没了银子，我可咋活呀？两位老哥，你们在外面等一等，我去就回。哎呦，我的银子！且慢，你们跟他进去看看，别让他跑了。云超很无奈，这俩差役太鸡贼了，竟然不上当，没办法，只好带着3个泼皮到树林里转了一圈。树林很小，片刻功夫就转完了。两位老哥，人跑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说完，云超就痛苦地靠在牛车上哼哼起来。云超乃是在哼哼，他是在发暗号，别人不明白他哼哼的是什么东西，他手下一众小子却知道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快，大家都动手，赶紧把他们都抬进树林里去，摸尸，搜他们的身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就在这时候，负责警戒的李兴快步走了进来。超哥，远处来了一辆马车，还有几个骑马的家伙，身上都带着兵器，看起来不像是好人。七哥，咱当家不是让咱们把小娘皮送回山吗？你怎么停下来了？笨蛋，这么漂亮的小娘皮，要是送回山，哪还轮得到咱们兄弟喝头汤？我看这里不错，不如天当被，地当床，咱们兄弟先快活，轮流穿一穿靴子。嘎嘎，七哥说的对，咱们兄弟辛辛苦苦在外办事，凭什么便宜家里那帮阿杂货？我早就想尝尝鲜了，反正交了赎金大当家也不会放人，不如先便宜了咱们兄弟。你们，哦，原来有人了。那算了，咱们换个地方休息。哈哈，还以为是何方神圣，害老子紧张半天，原来是一帮小雏鸡啊！七哥英明，这几个小子穿的衣裳不赖，不像是普通的泥腿子。是啊，他们有那么多牛，还有牛车，车上还拉着货，妥妥的肥羊啊！七哥，刚才我还以为你要走呢，原来是试探他们。狗蛋狗剩，你们去狠狠扇他们一顿耳光，问问他们是哪里人，看看能敲出多少油水。好嘞，七哥你就瞧好吧。哈哈。2个小逼崽子，长得还不赖，过来让老子看看你们还是不是处。嘎嘎，小乖乖，别怕，大爷一会儿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快活。鸡哥，点子扎手，你快走，找人来替兄弟们报仇。混蛋，你们竟敢攻击我们黑松岭的人，报上名来，我们黑松岭要灭了你们满门。云超瞳孔一缩，原来是遇到黑松岭的土匪了，怪不得这么横。哼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们听清楚。老子是狮子楼胖掌柜请来的帮手，就是要灭了你们黑松岭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死肥猪！早知有今日，老子早就杀他全家了。七哥，你快走，回去报信，让3当家小心那个死肥猪。哼，别提那个姓萧的，要不是他看上了死肥猪的家业，非要留在青阳县，咱们弟兄哪会有这么大的损伤？回去之后，我要找大当家，给咱们兄弟讨一个说法。啊，快，别让他跑了！算了，那家伙骑着马，咱们追也追不上。
你们这帮笨蛋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去看看马车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还有马车，你们都别跟我抢，让我来。超哥儿，快，你快来！淡定，要淡定不知道吗？干嘛一惊一乍的，引来其他人怎么？啊，不就是一箱银子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看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出去别说是我云超的兄弟，丢人！哼，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就是又一箱银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信不信我带你们几天就能挣回来？云超决定不再说话了，因为他又打开了一个箱子，依然是一箱子雪花银，目测依然是1000两。他决定把机会让给别人，开箱子的感觉不要太爽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快乐要大家一起分享。谁？你们谁来开这个箱子？我，小莹莹，别着急，哥哥来了。云超也石化了，因为箱子里的东西太他妈震撼了。之前3个箱子打开之后都是白花花一片，可是这个箱子不同，打开之后居然是一片金灿灿。没错，这是一箱黄金，满满一箱黄金，太刺激了！胖掌柜啊，胖掌柜，你也有今天，这么有钱，竟然还为了2000两银子干那非法之事，想要算计我，真是恶有恶报啊，活该！大家注意，土匪丢了这么多金银，不可能不愤怒。要是知道是咱们干的，后果是什么？不用我说，相信大家也知道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一旦黑松岭的土匪找上门来，他们卧龙村很可能有灭顶之灾。很好，既然大家都明白了事情的危险性，废话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大家要记住一点，回去之后谁也不准多嘴多舌，哪怕是你们的爹娘。什么声音？小树林里，云超正在交代一众小子千万要守口如瓶，突然戛然而止，全都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呜呜声。李星，外面有动静吗？超哥，没有，没人经过。几乎同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马车。之前大家的注意力被装金银的木箱吸引，居然忽视了箱子旁边的2个铺盖卷。伸手一拉，一众小子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以为铺盖卷里藏的是一个刺客，谁知居然是一个美女。小娘子，你……哼，你们这些坏蛋，赶紧把我放了，不然我家老爷饶不了你们。哦，云超这才注意，小美女梳的是双压髻，在五朝梳这种发型的一般是大户人家的丫鬟。小娘子，你先说说你是哪家的丫鬟？哼，你们这些坏蛋是不是看上了我家小姐？我警告你们，不要白日做梦，我们家老爷可是大人物，你们根本就惹不起，还是赶紧把我放走，不然要你们好看。哼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告诉你吧，我们是黑松岭的土匪，今天就要把你抓回去当压寨夫人。知道什么是压寨夫人吗？啊，不要啊！我不要当压寨夫人，我不要被人吃掉。别哭了，再哭我现在就吃了你。赶紧说，你到底是哪家的丫鬟？不说现在我就吃你。我是赵老爷家的丫鬟。哪个赵老爷？说清楚。赵老爷就是赵老爷，青阳县还有哪个赵老爷？当然是开药铺的赵老爷啦。你是说西街那个开药铺的赵掌柜吗？哼，什么赵掌柜？是赵老爷。哦，那你又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不是你们把我抓来的吗？我跟我家小姐正在后花园荡秋千，头突然一疼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家小姐呢？你们没动我家小姐吧？云超拉开了铺盖卷，一众小子再次齐声发出了惊呼。没办法，之前的小丫鬟就够漂亮的，这个铺盖卷里的少女更漂亮啊！你个登徒子，不要碰我家小姐！完了，没气了。云超没有功夫搭理小丫鬟，伸手按在她的胸口上。啊！你个坏蛋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不仅是小丫鬟，就连一众小子都觉得云超有些过分了。人家小美女都没气了，你还对人家动手动脚，这也太那啥了吧？闭嘴！再吵我杀了你，把你和你家小姐都剁成肉酱！既然是药铺掌柜的闺女，云超能救还是要救一救的。为了救人，云超也算是豁出去了，自己珍藏了2辈子的初吻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献了出去，又爱又哑，又亲又啃，折腾了好半晌，终于感觉到了手下的变化。别死哥了！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云超一把抓过旁边的牛耳尖刀，对着赵秀姑的胸膛狠狠插了下去。啊！不要啊！闭着眼睛等了半天，也没感觉刀子插进身体。赵秀姑偷偷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一看，赵秀姑险些没气死。只见骑在自己身上的坏蛋正在似笑非笑，那张脸要多可恶就有多可恶啊！我跟你拼了！小姐不要啊！他是好人啊！小姐，刚才你已经没气了，是他把你亲活，嗨救活的。云超见赵秀姑老实了，就从他身上下来了。老骑着人家也不是事，容易擦枪走火。李星，你小子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到外面继续警戒！你们说的就是你们几个，赶紧摸尸去！还有你们几个都别看了，2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赶紧挖坑！再磨蹭，天都黑了。你们2个丫头片子，好端端喊什么喊？把狼招来怎么办？你们竟然杀了那么多人！现在知道我们是好人了吧？要不是我们见义勇为，你们现在早就被他们先奸，被他们杀了。
是他们绑了我们，不是你们干的。多新鲜啊！我们绑了你们，现在又放开你们，我们吃饱了撑的嘛。啊，原来你们真是好人啊！哼，我们不是不知道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，小气鬼！小姐不要紧，等咱们一回去，就让老爷做主，让他娶了你，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吗？喂，小气鬼，你干嘛不理我们？是不是还在生气啊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对救命恩人喊打喊杀，这种人不值得我理睬。哼，小气鬼，你还说我们？要不是你非礼我家小姐，我们会骂你吗？哼，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你们以为我那样是在占便宜吗？哼，无知！你们以为我是怎么让一个断气的人死而复生的？如果不是消耗了我修炼10几年的一口先天混元真阳气，你们现在哪还能跟我说话？啊，先天混元真阳气，你是修士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本座乃南海观世音，大士驾前，善财童子是也。修炼的是金丹大道，一粒灵丹吞入腹，使之我命不由天。今天为了救你们，消耗了我修炼了10几年的功力，结成金丹的时间又要推迟10几年。哎。哇，小气鬼，不是，是小公子，你好厉害哦！啊，怎么还有官差？你们喊什么喊？生怕路人听不见吗？官匪勾结，这都没听说过。小郎君，既然是官差和土匪勾结起来要绑我们回去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哼，你们自己说，我浪费了10几年的功力，你们要怎么补偿我？啊，你还要补偿？多新鲜啊！你要是10几年的功夫白费了，比如你长这么大，我把你又变成小孩子，你会答应吗？要不这样你看好不好？我们回去给老爷说一声，让他补偿你。不好，谁知道你们说话算不算数？更不知道你们那个老爷为人如何。他要是不认账，难道我还能收回的那一口修炼了10几年的先天混元真阳气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我家小姐以身相许吧？这样吧，你们俩跟我回去，给我当3个月的仆人，咱们就算扯平了。小郎君，我们跟你走可以，不过奴家有些话要先说清楚，你要是不答应，那现在就可以把你的那口混元气收回去。哦，有什么话直接说。我们跟你走可以，你不能对我们无礼。放心，我对你们不感兴趣。我家的小娘子漂亮着呢，比你们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云超让几个小子把一个差役和一个泼皮吊了起来，然后在吊着他们的树上刻了一句话：青阳县的狗官竟敢暗算黑松岭的爷爷，你们等着，定要取耳的狗头。好了，再检查一下现场，看看有什么地方疏忽没有，没有的话，咱们撤。包当众宣布，这次跟他出去的一众小子，每个人发10两银子，受伤的2个家伙，每人多加1倍。什么？超哥刚才说什么？这下你们发财了，超哥又要发银子了。发多少？没有受伤的发10两，受伤的发20两。啊，这么多？云儿，你是不是又去招惹土匪了？你就不怕把土匪引到咱们村来吗？村正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招惹土匪了？我们是遇到了土匪不假，但不是我招惹的。哼，看看你们身上多少人都沾着血，还有2个受伤的。这还不是招惹土匪，怎么才算是招惹土匪？村正，那就要问你了，要不是你大儿子从黑松岭跑回来，黑松岭的土匪怎么会找到咱们卧龙村？又怎么会正好遇到回来的我们？姓赖的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就主动送上门来。要不是你们父子，我们又怎么会撞到土匪？二愣子和陈健他们又怎么会受伤？这件事你要负全责。你！赖之成万没想到，云二这小子突然倒打一耙，弄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半天才反应过来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们招惹了土匪，却想赖在我们父子身上，好不要脸！你们告诉乡亲们，到底那些黑松岭的土匪是不是冲着他姓赖的来的？对，超哥说的没错，那些土匪说了，他们就是来找赖大的。对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们说赖大和他们说好了，要带着他们攻破卧龙村。哼，村正，你还有脸说我们？先问问你自己，是怎么和土匪合伙算计咱们村的吧？姓赖的说，你为什么要和土匪合伙算计咱们卧龙村的乡亲？啊，我没有。不是我，实锤了。云超只是随便一试，就发现了赖之成的阴谋。好啊，还真是你姓赖的和土匪勾搭到了一起。云儿，你小子少血口喷人，你要有证据，现在就拿出来。要是没有，就别胡咧咧。乡亲们谁也不是笨蛋，是不会有人相信你的。哼，姓赖的，谁干的事情谁心里清楚，相信总有一天，某些人的狐狸尾巴会露出来。好，云儿，那我就等着那一天。到时候让大家看看谁才是咱们卧龙村的罪人。云超现在才有功夫询问家里的情况，结果很快就发现不对劲。留守的一帮小子个个垂头丧气，一脸倒霉德行。明白了，云超当众宣布，留守在家的小子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每人赏银1两。天哪，没跟云二出去的人也发1两银子，这个云二也太败家了吧？是，照他这种糟蹋法，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会败光啊。对了，幼娘，你给这2个小娘皮，嗨，小娘子安排一下住的地方。
二哥，我以后不任性了，跟你一个被窝睡觉还不行吗？你不要让他们睡到咱们炕上好不好？云儿，你小子不行啊，这才吃了几天饱饭就开始瞎折腾，弄2个小娘子回来，让你们家幼娘怎么办？云儿，你们家幼娘对你不错，你可不能当负心汉呢。云儿，你要是看不上你们家幼娘，不如让给我吧，让她给我家小子当娘子。幼娘，哭什么哭？他们俩又不是来给我当老婆的，是来教咱们村的孩子读书的，知道吗？啥？云儿刚才说啥？那2个小娘子是来教咱们村的孩子读书的？好像是。天哪，云儿这么大方的吗？舍得让这么漂亮的2个小娘子教孩子们读书？二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就在云超高高兴兴回家的时候，青阳县西街药铺的掌柜赵润春正在接见一个半大小子。半大小子不是别人，正是前不久才卖了云超半篮子蜜饯果脯的乔运哥。赵老爷，不知道你的悬赏还算不算数？当然算数。你知道我女儿的下落？嘿嘿嘿嘿，这是10两银子，只要你说的消息可靠，她马上就是你的。乔运哥伸手想抓，最终还是没敢。西街药铺的赵掌柜在青阳县可是数1数2的名医，他可不敢得罪赵老爷。我不知道赵小姐在哪里，但我知道是谁把她抓走的。什么？我女儿是有人抓走的，不是自己出去的。说吧，只要说清楚，她就是你的。赵老爷，当时我正好经过你们家后面的巷子口，看到有5个人驾着一辆马车停在你们家后花园外面，一个在后墙看车，另外4个翻墙跳了进去。你认识他们是谁，对不对？是狮子楼胖掌柜家新来的几个亲戚。什么？竟然是他？胖掌柜在官府有关系，他赵润春也不是吃素的。这年头，谁还没几个朋友？拿着银子，带着几个佣人和乔运哥，直奔县衙而去。卧龙村又轰动了。青阳县县衙西街药铺的赵掌柜已经和狮子楼的胖掌柜吵成了一团。胖掌柜、赵掌柜丢了女儿，心情可以理解。你们都是青阳县本地人，要互帮互助，你就吃些亏，勉为其难把你那些亲戚叫来，和赵掌柜见一面，也好让他安心。相信就是咱们县的百姓知道了，也会说你深明大义的。你说是不是？是个锤子，你这个狗官坏得很，肯定是收了姓赵的银子。庞掌柜，这样吧，既然你家的亲戚比较忙，咱们就自己过去，就不劳动他们的大家了。小姐，这里太简陋了，好冷啊！嘘，小点声，别被人听见。哼，怕什么怕？我就不怕那个小气鬼。听说他屋里有个火炕，睡起来特别暖和。小姐，咱要不要过去试试？哎呀，要死了！玉珠，你又胡说！要是你是臭男人的床，我才不躺呢。西西，小姐你就别装了，你们都那样了，还不是早晚的事。与其待在这里受罪，还不如现在就过去，好不好？小姐，快看啊，小气鬼真能说，好威风啊！赵秀姑可不像玉珠的胆子那么大，哪好意思盯着一个小伙子一直看，只能偶尔装作不经意瞥一眼，就已经害羞的不行了，脸跟红苹果似的。出发！接上集，云超回来后就当众宣布再收一批手下。超哥，我家外孙的亲戚能来报名吗？是啊，超哥，我外祖母家的亲戚听说你义薄云天，也想跟着你做事。你一言我一语，大家的目的都一样，想让自家的亲戚也跟着云超过上好日子。可以，不过有个条件，要担保，那些品行不端的我可不要，一旦出了事情，谁担保的谁负责。小东家，我们家里着火了，我们想请假回去看看。两位师傅先别急，我感觉你们回去可能会有危险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再急也没用。我先派人悄悄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是什么情况，等打听清楚了，你们再回去也不迟，好不好？东家，我们来卧龙村干活，除了很少几个亲戚之外，没人知道啊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替你们报仇。四海、石头、李兴、三耙子，你们跟着冯木匠悄悄去一趟三水镇，打听一下青面虎今天晚上住在哪里，小心一些，不要暴露身份，知道吗？东家，多谢你能替我们全家报仇，小老儿无以为报，在这里先给你磕头了。多谢东家替我们报仇，还请东家替我们做主啊！云超除了给他们报仇，告慰他们家人的在天之灵之外，说什么都是多余。二哥，我们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青面虎这几天都窝在他的毒房里，据说是害怕有人找他的麻烦，一步也不敢离开他那些手下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青面虎肯定是心里有鬼，大家抓紧时间休息，咱们一会儿就出发。是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超哥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有没有怕死的？有怕死的站出来，留在家里看家，我不怪他。好，很好。既然大家都知道咱们要去干什么，废话我就不说了。总之记住一点，咱们是正义的，是除暴安良，是行善积德。如果有人觉得咱们去找青面虎算账不对，也可以这时候提出来，不用跟着大家一起去。超哥，你就下命令吧。谁要是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，咱们就不认他当兄弟。狗屁不通的家伙，趁早滚蛋，省得留下来恶心大家。对，咱们是去杀坏人，杀坏人就等于是救好人。超哥，你就下命令吧。谁要是皱一皱眉，谁就不是爹娘生的。是啊，超哥儿，几个石匠师傅是给咱们干活的，青面虎为了报复他们，烧了他们的家，害死了他们的家人，咱们给他们报仇，天经地义，老天都会保佑咱们。
小姐，快看啊，小气鬼真能说，好威风啊！赵秀姑可不像玉珠的胆子那么大，哪好意思盯着一个小伙子一直看，只能偶尔装作不经意瞥一眼，就已经害羞的不行了，脸跟红苹果似的。出发！虎哥，你是没见今天镇上那些人看见咱们兄弟是什么样子？嘎嘎嘎嘎嘎嘎！哼，看以后谁还敢跟咱们作对？卧龙村的小崽子得罪了咱们，镇上竟然有人还敢给他干活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是啊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那些王八蛋就不知道三水镇谁说了算。一众手下你一言我一语，青面虎却一言不发，并不像其他人那么兴奋。虎哥，你好像不高兴，怎么了？大家这几天都小心一些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哈哈，虎哥你放心吧，兄弟们已经和镇上守门那几个王八蛋交代过了，一有陌生人进镇子，马上就会通知咱们。那就好，兄弟们办事我放心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马蹄声，还有马车的声音，肯定又是河管事那条老狗在倒腾什么好东西。哼，河管事那条喂不熟的老狗，没少吃咱们的，居然胳膊肘向外拐，替卧龙村的小兔崽子说话，早晚要他好看。石头，先不要进去。满仓，你小子别懊悔了，赶紧去柴房多弄些柴火过来。虎哥，怎么办？有人要烧房。虎哥，别犹豫了，趁着对方还没准备好，咱们赶紧撤吧。虎哥，后窗户，咱们从后窗户走。好，就听你们的，咱们从后窗户走。虎哥，后窗户有人，怎么办？兄弟们，冲啊，跟他们拼了！说，银子藏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。满仓，杀了！贼死鸟，别怪天，也别怪的，更别怪老子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丧尽天良，上路吧！别杀我！我说，现在说已经晚了，杀了！别说，你们的银子藏在哪？在地窖里。下去几个人把银子搬上来。石头，把冯木匠和几位石匠师傅叫进来，让他们处置青面虎吧。几位师傅，那家伙就是青面虎，你们有什么话直接问就好，不要怕，弄死也没关系。说，昨天我们两家是不是你放火烧的？几位叔叔，咱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三水镇人，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是什么人，你们还能不知道吗？我们家不是你烧的。几位叔叔，要是我青面虎点火烧的你们家，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你说几位石匠师傅的家是谁烧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满仓，砍了。好嘞，好汉爷别动手。我说，我们老大没有点火烧几个石匠的房子，是他派别人烧的，不是他亲自放的火。云爷、二爷，留我一条性命吧，我可以替你管理三水镇。住手！有件事情你需要回答一下，你是怎么知道几位师傅在我那里干活的？二爷，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安排我？现在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是，二爷说的对，我知道自己一条贱命入不了二爷的法眼。不过在这三水镇，不是我吹牛，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。只要二爷交给我，保准什么事情都给你办得妥妥。接上集，云超打倒青面虎后继续审问。你说你们是怎么知道几位石匠师傅在我那里干活的？好汉爷爷，不瞒你说，是有人告的密，是你们村一个叫李兴的跑来说的。几乎是同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李兴。李兴险些一口老血把自己喷死，脸都白了，嘴唇直哆嗦，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。你说那个李兴是什么时候跑来告的密？是前天。不对，是昨天。也不对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满仓，砍了。好嘞。不要啊！我说他叫满仓。好汉爷爷，我知道青面虎还藏的有金子。说青面虎睡觉的床后面有一个暗格，里面藏的有宝贝。你个王八蛋，原来你早就对爷爷有了疑心。说你是怎么知道爷爷有暗格的？超哥，你看，来，你们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大家都说说，这些东西上的血迹是怎么来的？超哥，肯定是青面虎杀人劫来的。对，青面虎这家伙杀了多少人才能劫来这么多珠宝首饰啊？青面虎太坏了，坚决不能留。云爷、二爷，别生气，这些都是我从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身上抢来的。老百姓谁能有珠宝首饰啊？你知道他叫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他叫石头。那你说他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他呢？你知道他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云超喊李兴的时候，酒糟逼在屋里，所以不认识他。李兴长出了一口气，总算是洗脱嫌疑了，差点没把他吓死。你认识那个来告密的李兴吗？对了，那小子比较年轻，
走路姿势有些怪，应该是身上有伤。你认识那个来告密的人吗？不认识，只知道他叫李星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要是我能再见到他，一定能把他认出来。好，那你们俩就跟我走一趟吧，去卧龙村认人。几位师傅，你们再多忍一会儿，等我找出了告密的人，再把青面虎交给你们处置。何老贼，竟敢动我们黑松岭的人，定要杀你家个鸡犬不留。小姐，小气鬼回来了，咱们要去看看热闹吗？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小姐，你就别不好意思了，也不知道是谁，昨天一夜都没睡好，嘻嘻。哎呀，玉珠你好讨厌。石头、敲锣，就说村里出大事了，召集所有人集合。怎么回事？谁在敲锣？赶紧去晒谷场。云儿说出大事了，让大家都过去。什么？出大事了？土匪来了吗？各位乡亲，今天让大家过来，是因为咱们卧龙村出了一个叛徒，我必须把他揪出来，不然咱们村早晚会被他害死。什么叛徒？哪来的叛徒？是不是有人勾搭土匪了？那两个家伙是谁啊？怎么被绑成那样？笨蛋，难道你不知道昨天云儿带人去干什么了吗？他们就是害死几个石匠全家的坏人嘛。云儿让他们看什么？是不是找叛徒？村正，你们家老大怎么没来？他是不是去黑松岭找土匪了？什么？村正让大儿子去找土匪了？找土匪干什么？哼，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和土匪商量怎么抢劫咱们卧龙村呗。混蛋，没想到新来的竟然是这种人。你好，很好。云儿，老子要是把我们家老大叫来，你又怎么说？村正，你们家老大要是敢来，我就送他一份大礼。云儿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我这就去叫我们家老大。云儿，我们家老大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看清楚，那个人是不是他？好像不是，不是他，他长得太丑，没有那小子长得俊。可以了，你可以带你们家老大回去了。云儿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家老大去黑松岭找土匪了，现在我们家老大来了，你一句话就想接过去，觉得可能吗？姓赖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当我不知道你家的两个小子跟黑松岭土匪的勾当吗？赶紧滚蛋，不然我揭了你的老底！云儿，你少血口喷人，你给老子等着，早晚要你好看！各位乡亲，实话告诉大家，正是因为有咱们村的人跑去三水镇告密，说两个石匠师傅在咱们村干活，他们家才遭了奸人的毒手。我现在就是要揪出那个告密的家伙，还两位石匠师傅一个公道，顺便也铲除咱们村吃里扒外的叛徒。超哥儿，你就放心吧，今天你就是把咱们村翻个底朝天，咱们也不会说什么。对，咱们一起找，看看到底谁是叛徒。大家都想想，还有谁没来？没来的互相喊一下，让他们都过来。对，谁要是不来，谁就可能是叛徒。大家辛苦了，为了揪出咱们卧龙村的叛徒，大冷的天也不得在家休息。等会儿完事了，大家都别走，我已经让人回去熬粥了，每个人喝一碗小米粥再走。乖乖，云儿这小子真大方，请这么多人喝粥，那得多少粮食啊？跟人家云儿一比，村正就是个王八蛋。是啊，要是云儿当村正就好了。好了，感谢大家配合。现在大家再看看人来齐了没有，主要看年轻人。超哥，黄三好像没来。黄大，你家老三怎么没来？超哥，我们家小三身体不舒服，行动不方便，来不了。他让我向你请个假，身体不舒服。黄三兄弟曾经跟着我干过，现在他身体不舒服，按说我应该去看看，可惜现在离不开。这样吧，石头，你套辆车把黄三接过来，记着铺暖和些，别让他冻着。是，二哥。超哥儿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让我们来看你啦。黄三在家吗？不在。那你把门打开，我们找你有话说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不方便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你开不开门？你要是不开门，我们就撞了。王石头，你想干什么？一个大小伙子不学好，竟然闯我一个妇道人家的门，你娘知道吗？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来人啦！有人要欺侮女人啦！救命啊！黄三，你个王八蛋，给老子滚出来！片刻功夫，石头就把黄三从厨房里拽了出来。黄三不想走，赖在地上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嫂嫂救我！嫂嫂救我！你们看清楚，是他吗？对，好像就是他。你看清了吗？好像是。我能问一下，他身上有伤吗？有，前几天我用鞭子抽的。应该就是。对，没错了，就是他。石头，问问黄三，他为什么要出卖咱们？王八蛋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说你为什么要告密？不是我没有告密，不是我去找的青面虎，我不敢了，饶命啊！按说黄三之前和我签过契书，他的生死我就可以决定，可是我已经把他撵走了，就不能再任意对他处置。这样吧，我有个想法，说出来大家听听，看看行不行？云超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让大家投票，卧龙村有一家算一家，每家有一张票，两家石匠是苦主，每家算10张票，黄家作为当事人没有投票权，最后按照票数多少决定对黄三的处置。石头，去把村正喊来，让他投票。
然而，当赖志成听说云超让他去投票的时候，险些没气成大脖子病。云儿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是想让老子以后都屈居你之下呀？投票，投你娘个鸟的票，不去！当家的，你要是不想看见云儿，不如让巧云替你投票吧，怎么样？啊，滚！给老子滚！你们都给老子滚！赖志成不来正好，云超懒得看他那张老脸。好，村政弃权了，大家也都投了票，咱们现在就公开验票，看看大家是怎么决定的。很快，投票完毕，将近80%的绿豆都丢进了血债血偿的瓦盆里。黄三这个告密者罪有应得，必须给2位石匠惨死的家人抵命。宣布一出，黄三当场吓尿，一头就拱进了大嫂怀里当鸵鸟。嫂，救我！三郎，我的三郎啊，没了你我可咋活啊？石头、李兴，把黄三押过来。哎呀，云儿这是来真的啊？可不是咋的，看样子云儿是要亲自动手。云儿这小子真狠啊，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？现在看出来也不晚，以后千万别跟他作对。黄三，这一切完全是你咎由自取，不要觉得自己冤枉。你要是冤枉，几位石匠师傅被你害死的妻儿老小，又找谁申冤？黄三，记着下辈子做个好人，上路吧。啊，不要的。云儿，你个王八蛋，早晚有一天老娘要弄死你全家。然而，云超不但没搭理黄大的老婆，反而还丢给黄大5两银子。黄大，找人把你兄弟安葬了吧？不是吧，云儿竟然没收拾黄大家的！天哪，还给了黄大5两银子，云儿这是疯了吧？哼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云儿才是好样的，黄三犯的罪该杀，这是公道。事后人家还给黄大5两银子，这是情义。你们谁能跟人家云儿比？是啊，云儿是好样的。石头，把东西拿过来。来，二哥发银子了。昨天晚上去山水镇的，每人10两。啥？云儿又发银子了？不会吧，前2天不是才发过吗？怎么又发？多少？刚才石头说每个人发多少？10两。石头声音那么大，你没听见吗？耳朵里塞鱼毛了。天哪，又是10两银子！卧龙村的村民要疯了，尤其是石头把袋子打开之后，白花花的银子晃得一众村民睁不开眼睛，恨不得也变成云超身边的小子之一。冯师傅、杨师傅、江师傅，你们怎么不去领银子？啊，还有我们的银子。对，凡是昨天晚上去三水镇的都有银子。你们虽然没有参加战斗，但安全的把大家带进了镇子，又把大家安全地带了出来，这就是功劳。去吧，去领银子吧。对了，冯师傅不要声张，问问青面虎和酒糟鼻，看看你们家大郎的娘子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。多谢东家，我们就是当牛做马，也报答不了东家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青面虎和酒糟鼻早就被云超弄得没了脾气。冯木匠过去一问就说了，冯大的老婆被他们糟蹋之后，准备卖到窑子里，结果冯大的老婆不堪受辱，上吊自杀了。听到自己老婆的惨状，老实巴交的冯大终于爆发了，对着青面虎和酒糟鼻就开始拳打脚踢。你们这些畜生，我要杀了你们！你们也去吧，他们俩交给你们处置了。多谢东家。这也太狠了吧！姐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活着死的不是你家人。那家伙就是三水镇的青面虎吗？听说在三水镇横得很，就连上河村的村正都被他弄死了。哦，好像听说过三水镇的青面虎，谁都不敢惹。你们就吹吧，他那么厉害，怎么会被云儿抓过来？呵呵，你们就给云儿留钩子吧，看云儿会不会也给你们发几两银子。几位师傅，别再打了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来，你们给大家讲讲青面虎这些年在三水镇是怎么作恶的。大家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都过来喝粥啊！好嘞，多谢超哥儿。就在卧龙村人高高兴兴喝粥的时候，青阳县西门外2里地的小树林里，吴县尉和曹都头正在看着树上的几具尸体发呆。吴县尉，我认识他。他是谁？他是狮子楼胖掌柜家的一个亲戚。超可不知道发生在青阳县的事情，除掉了黄三这个告密的叛徒，让他的威望打着滚的翻了好几番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三水镇的人就听说了一个消息，昨天夜里青面虎的赌坊竟然被人洗了，青面虎和他的所有手下一个都没能活下来，全都被杀死在赌坊里。无数曾经被青面虎欺负过的三水镇人奔走相告，一定要给替咱们报仇的好汉立长生牌位，保佑他长命百岁。和欣喜若狂的普通百姓不同，何管事的脸阴沉的简直能滴出水来。查，给我狠狠的查，到底是谁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跑来三水镇行凶？很快就有人向何管事报告，青面虎的尸体没有找到，而且对方还用血刻了字，说三水镇得罪了黑松岭，他们是来报仇的。何管事就不敢怠慢了，立刻就去了何府，找何巡检汇报情况。何巡检一听就炸了，去通知各村的村正，3天后让他们各自带着100乡勇来三水镇集合，我要踏平黑松岭。就在何巡检准备对付黑松岭土匪的时候，青阳县里吴县尉和曹都头也在商量着同样的事情。经过商量，两人决定先从胖掌柜下手。没错，他们把胖掌柜当成和土匪一伙的了。去把狮子楼的胖掌柜喊来，就说有要紧事和他商量。卧龙村的村民万没想到的是，云超的好政策还不止一个。
凡是在他手下干活的人，家里只要有孩子想读书，都可以送到他准备开办的学堂去。孩子必须是在7岁以上，12岁以下。消息一出，卧龙村的很多村民简直都要疯了。赵秀姑和小丫鬟玉珠傻眼了，站在云超特意让冯木匠打造的讲台上，看着一屋子满满当当全都是学生。2个从来没当过老师的小丫头简直都要哭起来了。这可怎么教啊？这不是要人家的命吗？好在第1天开学，云超也来了，一看情况就知道2个丫头片子要掉链子。没有办法，云超只好亲自上阵，给他们演示了一遍什么是现代化的教学方法。你们看，这叫黑板，以后你们算了，你们还是仔细看吧，一看就懂了。都闭嘴！卧龙村的小孩子虽然不懂什么是纪律，但有一点比后世的熊孩子强，而且还是强得多，就是听话。古人可不会惯着自家的孩子，不听话就是一招打，而且还是往死里打。哼，你们都听好了，这2位是我从城里请来的女先生，他们的学问比镇上的先生还厉害，你们以后都要乖乖听他们的话。要是有谁敢惹他们生气，哼哼，瞧见没有？谁不听话，我让他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这不管孩子们怕不怕，反正赵秀姑和玉珠是吓坏了，这也太野蛮了吧！2小时后，云超一连教了人、口、手3个字，又看着他们练习了一会儿，叮嘱孩子们回去之后要多加练习，然后就放学了。这才多长时间？1天的学习就结束了？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这些孩子才能去考功名啊？没过几天，赖志成把村民召集起来，宣布了一件让大家如丧考妣的消息：镇里的巡检老爷要求村里出徭役，每个村出100名乡勇。村正，今年的徭役不是服完了吗？眼看都年底了，怎么还要去？是啊，今年服徭役的时候，我家兄弟就没了，现在还要去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村正，你怎么不和巡检老爷说说，咱们卧龙村的徭役已经服过了？哼，你们问我，我又去问谁？要不到了3水镇，你们去问问巡检老爷。这一下，村民不吭声了，让他们反抗一下赖志成还行，和巡检老爷对着干。他们还没那个胆量。为了彻底铲除心头之患，赖志成不惜连脸都不要了，把云超和他手下的一众小子全都选成了乡勇，让你们跟着云儿和老子作对。这下老子让你们统统都去死，看看以后谁还敢站在老子的对立面。云超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他只关心手下一众小子的想法。当他发现几乎没人露出后悔之色的时候，心里那是相当欣慰。云超就要考虑重打锣鼓另开张，带着林幼娘换一个环境生活了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赖志成最后宣布，明天一大早就出发，不到的一律算是逃避徭役。二哥，幼娘别怕，这次出去我一定全虚全意的回来。俺们还在旁边呢，好不好？你们就这样搂搂抱抱，简直成何体统！同一时刻，卧龙村泣不成声的绝对不止林幼娘一个，王婶、张四海的娘、贾满仓的娘、李兴的奶奶，但凡是家里有人挑中乡勇的，几乎就没有不哭的。每一次出去打仗，卧龙村不死几个人，死少了都不算，有时候一死就是一大片。儿啊，我的儿，要是早知道这样，娘说啥也不让你跟着云儿。张四海的娘话音未落，脸上就狠狠挨了一巴掌，打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张四海的老爹。老张气得脸色发青，双眼发红，头发险些没竖起来。你个败家娘们，说的都是什么混话？没有人家超哥，你能有今天？你能吃香的喝辣的？老张看来是真生气了，指着四海娘直哆嗦。平时享受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不让你儿子跟着人家？现在看到人家有难处了，就想往后说，你还是忍慢你，摸摸你的良心，难道不觉得痛吗？当家的，你生什么气啊？我不就是那么一说吗？爹，你消消气，娘也是心疼我，一时糊涂。娘，你也别说那些丧气话。这次我跟着超哥出去，还指不定谁有危险呢。幼娘，你怎么一夜没睡？二哥，你起来了。我。幼娘，哭什么哭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来。幼娘，谁让你哭的？今天云儿出征，不能哭，知道吗？不吉利。农村晒谷场，一众乡勇，外加他们的家人，乌泱来了一大片。赖志成站在云超曾经站过的土台上，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，不由有一种意气风发，天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的感觉。云儿这小子来了没有？云儿，你最好别来，到时候老子把你的名字往上一报，不听从何巡检的安排，不服徭役，看你怎么死。可惜让赖志成失望了，不仅云超来了，他手下一帮小子也都来了。云儿，你们是去当乡勇的，赶辆驴车干什么？村正有规定服徭役不准赶车吗？这算了，随你们的便。到时候巡检老爷要是怪罪，你们可别怪我没提醒。村正你放心，哪怕和巡检没收了我的驴车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云超有80%的把握和巡检不会和自己为难，这次和巡检召集乡勇，云超已经大致猜到是怎么回事了，10有8九是要收拾黑松岭的土匪。好，现在把队伍分一下，
咱们100人，按照以往的规矩，100人为一督，我自任都头，50人为一队，还需要2个队正，赖志强、郭辉，你们当队正。村正，我们要超哥当队正，别人的我们不服。不等赖志成把话说完，云超手下一帮小子就炸了。对，我们只听超哥的话，谁管我们也不好使。赖志强、郭辉，你们2个怂包，我们倒要看看你们谁敢当我们的队正。赖志成毫不怀疑，只要云儿现在一声令下，这帮小子立马就会把赖志强和郭辉捅成马蜂窝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，让云儿当队正。云超也不客气，刚一上任就开始履行职责，直接就任命王石头和贾满仓为火场，罗志远和张四海为武长，管理他手下一众小子。大家出。村正，先别急，我要说几句。我现在分一下工，村正领的是第1队，我领的是第2队。第1队就不说了，你们听村正的，相信村正会把大家全都完好无损的领回来。第2队的叔伯兄弟，我云超多的话不敢说，只要大家相信我，愿意跟着我，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把大家全虚全影带回来。云超话音未落，下面就是一阵欢呼。好吧，这都是他手下一帮小子在叫唤，其他人对他可没那么大的信心。第2队的叔伯兄弟，有没有还没吃饭的？要是有人还没吃饭，鱼车上有干粮，大家先对付几口。云超的这一举动却大大激励了众人的士气，看来云儿不光是对他手下的小子们好，对咱们这些临时跟着他的人也不错。第2队的叔伯兄弟，为了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，我宣布，你们每家都可以从我那里借2斗粮食，等回来之后再慢慢还。这一次，众人的欢呼声比上次大得多，不只是云超手下一帮小子，第2队的乡勇几乎全都欢呼起来。这一下，第1队的很多村民眼珠子都红了，一是羡慕第2队的人羡慕红的，二就是丁赖志成丁红的。这一刻，很多人恨不得推翻赖志成，让云超当都头。要是云超当上所有人的头，大家肯定都会有好处。超哥，我们家眼看就要揭不开锅了，能不能也借给我2斗粮食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的头是村正，我要是越过他直接借粮食给你们，村正心里肯定会不高兴的。云儿，你村正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这样吧，你真要是不想管哪个乡亲的死活，就把他也分到我这一队，给大家一条活路，你看好不好？好你娘个腿！村正，你连手下人的死活都不管，还当什么都头？让给我们超哥算了。对，都头算什么？不如把村正也让给超哥，让超哥带着咱们卧龙村人一起吃香的喝辣的。是啊，各位父老乡亲，你们想吃饱饭吗？你们想穿暖和衣裳吗？你们想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吗？赶紧让超哥儿当村正吧！只要超哥儿能当上村正，大家就不用担心家里饿死人了。乡亲们，想想大家饿死的家人，要不是姓赖的，他们能饿死吗？大家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干翻姓赖的，想眼睁睁看着家里人活活饿死吗？这一下，不仅是赖志成，就连云超都懵逼了。我去，几个意思？这帮小子是要打土豪闹革命吗？反了，云儿这小子要反了。赖村正，你到底怎么说？还让他说什么？他又能说出什么好话？超哥儿，我愿意跟着你，让你当我们的都头。对，超哥儿，我也愿意跟着你，你就当我们的都头吧。是啊，超哥儿，我看这个都头非你来当不可，不然我们家就要有人饿死了。不，超哥儿，你还是别当都头了，直接当村正吧，让姓赖的滚蛋。姓赖的滚下去，我们要超哥儿当村正。刹那之间，村民的情绪就高涨起来。一想到跟着云超的种种好处，几乎所有乡勇都觉得必须推翻赖志成，让云超当都头，甚至是当村正。刚开始只有赖志成手下的乡勇嚷嚷，到了后来，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开始叫唤起来。对，让姓赖的滚蛋，让超哥当村正。超哥，你就别退让了，这个村正你必须当。姓赖的，你让不认为？你要是不认为，我们就弄死你！反抗的情绪一释放出来，就像是冲溃了堤坝的洪水一样，哪里还能拦得住？不等赖志成说什么，就有石头土块砸了过来。反了，你们是要造反啊！赖志成一晕，按说这场闹剧就该结束了。然而，村民的兽性已经被彻底激发了出来，从老实巴交、任人宰割的猪羊，变成了一头头吃人的野兽。反正姓赖的已经昏过去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干脆有仇的报仇，有怨的抱怨吧。刹那间，就从远距离投掷石头土块，变成了近距离攻击。众村民纷纷爬上土台，不容分说就往赖志成身上招。接上集片刻后，云超险些被一个血里呼啦的东西吓一跳。我去，这货是赖志成，赖志成已经没法看了。嫂嫂，你带人赶紧把我哥抬回家，我去镇上找郎中。老子的机会终于来了，我要去报官，说云二不想服徭役，带着一帮刁民重伤了村正。等巡检老爷把云二这帮刁民一抓，卧龙村就是我赖志强的了。赖志强，你要去哪楼呀？张四海，你小子想干什么？我要去找郎中，你给老子闪开！赖志强，别急，反正咱们村的乡友要去3水镇集合，你一起跟着就行。到时候让超哥给村正找个好郎中，你看怎么样？哼，
不怎么样。等大家到三水镇，还不知道要多久。赖志成的伤那么重，哪能等得及？姓赖的，别忘了，你也是乡勇。现在咱们村的乡勇要一起去服徭役，你是不是想违抗巡检老爷的命令，要偷偷逃走？你这时候，很多村民又重新提起让云超当都头，甚至是当村正的事情。各位乡亲，既然姓赖的不行，那我就暂时领着大家干。村正不村正的先不说，咱们先把乡勇的事情应付过去。这样吧，所有选中乡勇的乡亲，都可以从我那里借2斗粮食，等回来之后慢慢还。超哥儿仁义。是啊，超哥儿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胡说八道！超哥儿明明是善财童子，他自己说的，不然哪能这么善财？对对对，超哥儿是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最喜欢善财。云超没有马上带着众人出发，而是让每个乡勇都回去找2根竹竿，拿着农具上战场可不行。一把锄头远远不如一根削尖的竹子好用。超哥儿，竹竿来了，现在就出发嘛！别急，大家跟我学，咱们先把这些竹竿处理一下。制作竹枪，只要把竹竿一头削尖，放在火上炙烤，使其尖端碳化变硬，一根竹枪就做好了。云超拿着刚刚做好的竹枪，很多村民心里都在打鼓，这不就是一根削尖的竹子吗？拿着这玩意儿打仗，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超哥儿，我还是用锄头吧，总觉得这东西不靠谱啊。是啊，超哥儿用竹子捅人，实在。超哥儿，我不习惯用竹子，还是用我的柴刀吧，好不好？云超刚想解释几句，突然听到动静不对，一阵哼哼声由远及近，众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，是一个人赶着一头猪朝村口走来。二哥，是山水镇那个卖肉的小贩。石头，带着你的人换竹枪。是。小拉军，我来给你送住啊！话说到一半，卖肉小贩就傻眼了，因为他看到云超一挥手，一帮小子就端着一排竹子，一言不发朝他冲了过来。这看到这一幕，很多村民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一根普通的竹子，只是削了一个尖，放在火上烤了烤，就能轻易捅死一头大猪。少爷，我不敢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不要害怕，我是让大家看看我的竹枪威力如何。云超可没工夫琢磨村民想什么，他正在可惜浪费掉的猪血。我的血肠，我的血豆腐，我的杀猪饭，为了让你们看看竹枪的威力，哥的损失大了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杀猪，再磨蹭猪就凉了。趁着卖肉小贩收拾猪的时间，云超把手下的乡勇重新编了一下队。四海，你来当这个队正，负责管理辎重队，有没有问题？一听让自己管理辎重队，张四海险些没乐晕过去，当即就用一双小眼睛瞟起了其他人。呵呵，看你们以后谁还敢看不起老子？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队列是暂时来不及练了。石头，你现在就带着大家练刺激。是，二哥。王闪，你让人去把猪下水洗出来。幼娘，你带人回去蒸米饭。郑老板，称一下冷宫出了多少肉，我现在就给你结账。借粮、招工、展示武力，请大家吃肉。云超一系列的骚操作下来，一众乡勇几乎已经全都被他收了心。等下午再集合的时候，几乎已经没人觉得希望渺茫了。超哥儿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！我现在浑身都是劲。超哥儿，我感觉能干死一头牛。哼，一头牛算什么？我现在能杀老虎。出发！半下午的时候，三水镇终于到了。云超他们来的有些晚，其他村子的乡勇全都到了。卧龙村的村正是不是不过了？怎么把家底都拿出来了？看人家卧龙村的村正干了这么多大车，帮着乡勇运东西，真是好人啊！哼，好个屁！我六舅的小姨子的三表姐就嫁到了卧龙村，说他们那个村正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坏得很。是吗？那人家怎么赶了这么多大车？咱们的村正怎么就一挂车也没让咱们用？下河村的村正郑大力，也就是赖志成的老丈人，同时也是赖志成老婆和小姨子的老爹，听到众乡勇的议论，一个眼神丢过去，吓得一帮乡勇顿时就没了声音。志强啊，你哥怎么没来？我哥他摔伤了。没什么事的。尽管看不上自己那个女婿，郑大力还是问了一句：没事。小兄弟看起来有些眼生啊，你是？郑村正你好，我是云超，是我们卧龙村乡勇的都头，有什么失礼的地方，还请多多担待。好说好说。这么年轻就是乡勇的都头，郑大力用屁股想也知道，这个自己没什么印象的小子肯定不简单，丝毫不敢怠慢。大家都是要上战场的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搞好关系很重要。云都头，以前没见你们卧龙村有这么多大车啊，这都是我自己家的，临时拿来用。几个村正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一段时间没打听，什么时候卧龙村出了一个大户，云家是什么来路，怎么有这么多钱？头一回见面，谁也不好意思刨根问底，简单寒暄了几句，就各自回去了。只是简单的见了一面，云超就给其他村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很快就见到了何巡检，看着坐在上面的半大老头，云超有些失望。老家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武官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巡检应该算武官还是文官，总之不像是能打仗的样子。你们卧龙村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现在才来？何巡检面沉似水，卧龙村的乡勇来这么晚，分明就是不给他面子。巡检大人，
我们村的赖村正今天准备出发的时候，不小心摔伤了，腿断了，胳膊也断了，来不了了，只能让我带他前来。他是赖村正的堂弟，巡检大人有什么想知道的，可以问他。何巡检眯着眼睛看了看，好像对赖志强有印象，因为他不止一次跟着赖志成来三水镇服过徭役，眼熟。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巡检老爷，我堂兄他不小心从台子上摔下来，摔伤了。赖志强咬牙切齿，不得不违心的撒谎。他倒是想直接说赖志成是云超带人打伤的，让巡检老爷把云超抓起来。可是云超明明一手指头都没碰赖志成，是那些刁民主动打的。和巡检一旦找人对质，非露馅不可。你叫什么来着？巡检大人，我叫云超。好名字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。今天晚上你们先在镇子外面对付一夜，好好约束你们卧龙村的人，不准捣乱，知道吗？说了几句，云超就被打发了出来。直到出了巡检司，云超还有些懵逼，就这样算了，什么都没安排，就让自己这些乡勇在镇子外面对付一夜。这么冷的天，这不是要命吗？老赖，你们以前服徭役都是怎么过夜的？还能怎么过夜？大家挤在一起凑合一夜就得了。那要是冻坏了人怎么办？冻坏了就冻坏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哪一次出来服徭役，咱们村不死几个人？在赖志强看来，云儿纯粹就是矫情，出来服徭役哪有不死人的？云超等出了镇子一看，果然其他村子连一个搭帐篷的都没有，看来早就做好了露天过夜的准备。别的村子可以这么干，别的村正可以不把手下当人，可是云超不行。在云超看来，只有人是真正的宝贵资源，其他财货之类的身外之物，统统都是浮云。走，石头、四海，你们几个跟我再去一趟三水镇，看看有什么办法，这样过夜，大家非冻坏不可。云超没去找别人，打听之后直接找到了何管事。何管事现在很忙，见云超来了，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些笑模样。云超也不啰嗦，直接就把1锭5两的银子塞了过去。何管事，我是第一次带队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，小兄弟果然不凡，这么快就当上兜头了，恭喜恭喜。何管事嘴上说着恭喜，云超能听出来，实际上相当敷衍。估计一个乡勇的小都头，在何管事眼里连芝麻绿豆大的官都算不上，只是看在银子的份上，说几句好听话而已。何管事，我们村的人穿得太少，这么冷的天，在外面待一夜实在不是办法，你看能不能帮帮忙？小兄弟不好办啊，巡检老爷的命令我也不好违背。云超知道老家伙是什么意思，肯定是嫌钱少。不等他说完，就又塞过去1锭5两的银子。嗨，小兄弟你也不容易，要是要求不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找一座空院子。不过丑话说到前头，条件可不是太好。1刻钟后，在其他乡勇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，云超带着手下一帮乡勇大摇大摆地进了三水镇。怎么回事？卧龙村的人怎么进去了？哼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人家卧龙村的那个小兜头找了关系呗。哦，怪不得那么小就能当上兜头，原来是和镇里的老爷们有关系啊！看到卧龙村的人能住到镇子里，暖暖和和睡大觉，自己却要在外面忍冻挨饿，几个村子的乡勇心里全都不平衡起来。看看人家卧龙村的小都头，再看看自己村的老村正，看着面前的院子，云超有一种现在就去找何管事算账的冲动。老家伙给他安排的院子，居然是青面虎的赌坊。前2天这里才嘎了那么多人，何管事竟然安排我住在这里，就算打扫的再干净，也恶心人啊！姓何的真无耻，早晚让你连本带利还回来。石头，你去买1担粮食回来，今天晚上咱们不吃干粮，吃口热乎的。云超并没有再找何管事，懒得费那个劲，既然姓何的不讲究，再找他也没什么意思。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然而云超没有去找何管事，何管事却自己找了过来。小兄弟，来，老哥有事情要和你商量。弄了半天，云超才明白，何管事居然想把青面虎这个院子卖给自己。小兄弟，你看这院子多好，前后3进，青砖铺地，房子也都是8成新，你就不想在镇上找一个落脚点吗？云超严重怀疑老家伙以前干过传销，太能说了。小兄弟，我保证，你只要买下这座院子，以后你们村的人再来镇上服徭役，我一定不让他们住在外面。云超心里直骂娘，我都在镇上有院子了，我们村的徭役还能住在外面吗？说了半天，见云超无动于衷，何管事的脸色就不好看了。怎么着，小兄弟，是不是看不起老哥，不想和老哥做这笔买卖？何管事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这座院子恐怕有事情吧？何管事一看云超的表情，就明白云超应该是已经知道这座院子里发生的事情了。不就是死了几个人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年头谁家还不死几个人？这样吧，你要是真心想要，我要个低价，你给100两银子就行。何管事，青阳县的房子也不过才100来两银子，你这种院子就要100两，是不是太多了？你就说到底要不要吧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何管事，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，我云超的绰号是什么？剑气纵横3万里，一剑光寒19州，孝母思梦长，交友赛专诸，是不是下代的？这样吧，你要是真心想卖，我说个办法，你考虑考虑。一剑光寒19州。何管事有些懵逼，一听云超竟然是江湖中人，
而且还是有名有号的，马上就打了退堂鼓。哼，那你就说说什么办法？何管事，我们卧龙村这次来了100个人，如果一个不损的从战场上回来，我就用100两银子买你这座院子；如果只有90个人活着回来，我就用90两买你这座院子，以此类推，你看如何？哼，小兄弟打的好算盘，要是你们只回来了50个人，岂不是50两就能买我一座院子？何管事，如果嫌价钱低，你可以不卖。你敢威胁我？哼，何管事，只要你心里没鬼，怕什么威胁？我还等着和你做买卖呢。何管事有心直接和云超撕破脸，又怕他背后的江湖人找麻烦，思前想后，何管事最终还是决定先等等再说。何管事走后，云超若有所思，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强，不然乃用和老家伙墨迹，直接干到他服就完了。石头，继续操练，今天晚上主要练习对练。正在云超发愁的时候，其他几个村正找了过来，众人好是一阵寒暄，在云超看来，就是想来蹭地方睡觉。几位前辈，我之前在镇上看到一家客栈，你们怎么不去住客栈呢？哈哈，小兄弟你是不知道，那家客栈的条件实在太差，老鼠成群，臭虫成堆，实在是待不住啊。对，小兄弟你是没去过，只要去一次，保准你不想再去第2次。几个老家伙说的冠冕堂皇，云超却100个不相信。来，几位老哥，你们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好地方。这什么味啊？哎呀，呛死我了！嗨，受不了！何管事尽管已经让人把地窖打扫干净了，但因为里面嘎的人太多，腐败的尸体太多，残留的尸臭无论如何也散不干净。几位老哥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臭吗？不知道。怎么这么臭？小兄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几位老哥，你们都比我有经验，难道闻不出这是什么味道吗？小兄弟，你是说？我听说这是青面虎杀人藏尸的地方，这里头不知道有多少冤魂，每天晚上都跑出来作怪。啊，小兄弟你别说了，这里味道太难闻，咱们还是去前院吧。是啊，小兄弟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吧。过去的事情，几位老哥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你们可千万别出去乱说。前几天青面虎和他的一帮手下全都死在这座院子里了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什么？青面虎他们都死在院子里了？不可能吧？青面虎什么时候死的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小兄弟，咱别开玩笑好吧？要是这座院子里死了那么多人，你还能住进来吗？是啊，要是真的，小兄弟你怎么不害怕？嗨，好是好，不过我手下那些泥腿子没人管着可不行，我害怕他们捅出什么乱子，这就不打扰了，告辞了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我刚想起来，我们村的乡勇还没吃晚饭呢，我这就回去了。那帮家伙要是不喂饱，容易生乱子。告辞。是啊，我们村的乡勇也要喂。小兄弟，我这就告辞了。不到片刻功夫，几个村正就走的只剩下了一个郑大力。郑老哥，你们村的乡勇不用喂吗？小兄弟，你哄得了别人，可哄不了我。这座院子是青面虎的不屌，可是你说他和一帮手下全都被人杀死在院子里，我是100个不相信。郑老哥，我现在不说话，你随便去找我手下一个年轻人问问，看看我有没有骗你。云超朝手下几个小子招了招手，让他们过来。张四海把青面虎一帮家伙的惨状描述得绘声绘色。至于青面虎是谁杀的，张四海只字未提。郑大力被张四海忽悠得一愣一愣，没想到这座院子里竟然死了那么多人，而且还是刚死不久。这小兄弟，郑老哥，今天你必须告诉我，镇上的客栈是怎么回事，不然我就不让你走。这一下，郑大力没辙了，只好说出了原因。不过在说之前，郑大力强烈要求其他人回避，除了云超，谁也不准听。老哥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小兄弟，你是不知道，咱们镇上这家客栈它不干净。郑大力说的神神秘秘，云超还以为是客栈闹鬼，后来才知道不是鬼不干净，是人不干净。谁能想到一家镇里的客栈竟然是一家黑店，而且还是能加工人肉包子的那种。这回轮到云超倒吸凉气了，三水镇还存在这种邪恶的地方。郑老哥，咱就别开玩笑了，连你们这些村正都知道，我就不信和巡检他就一无所知。嘿，小兄弟别当真，我就是随便那么一说，都是听别人胡说的，千万可别信，更别出去乱说，容易招惹麻烦。郑老哥说的对，道听途说的东西不能当真。今天晚上咱哥俩就去住一夜，让那几个胆小如鼠的村正看看咱哥俩的胆量好不好？好个棒槌！郑大力很想朝云超脸上狠狠来一家伙，要住你自己去住，别害老子。郑大力不说，云超就要拉他去住客栈，无奈之下，郑大力只好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。开客栈的老板据说有背景，和县里的吴县尉有关系，具体是什么关系，郑大力一个村正就不知道了，应该关系匪浅，不然何巡检不会不管。突然敲门声打断了云超和郑大力的谈话，打开大门一看，原来是走掉的那几个村正又回来了。小兄弟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哈哈，老郑，我们就知道你不老实，我们都走了你不走，是不是和小兄弟有丝毫话说啊？云超没有吭声，摸着下巴观察几个老家伙的神色。很快，云超就发现他们和郑大力之间有眼神的交换。几位老哥，
咱就别演戏了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哈哈，既然小兄弟是聪明人，咱就不绕弯子了，走，找个僻静地方，咱们好好合计合计。进了屋后，不用云超再问，郑大力直接就说了起来。原来几个村正并不是想蹭云超的房子住，主要是商量怎么和何巡检斗智斗勇。以往只要有危险，何巡检就会让村子里来的乡勇当炮灰，他自己的手下跟在后面捡便宜。小兄弟，等明天上了战场，何巡检无论让你干什么，你可千万别糊涂，一定要看咱们其他几个村子都是怎么做的，可别傻乎乎被老家伙当枪使。6个家伙商量了半夜，最终还是拗不过云超，半推半就留下来睡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云超起床一看，险些没笑出声，几个老家伙全都顶着一对熊猫眼，一个比一个的眼圈黑。小兄弟，老哥可被你害惨了，一夜都没睡好。是啊，我也做了一夜噩梦，青面虎。哎，不说了，小兄弟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，让我们几个老家伙留下来替你挡灾？几位老哥，哪能呢？你们都是我的老前辈，我向你们学习还来不及呢，哪敢害你们？中午，何巡检召集大家开会，一上来先是讲了一番大道理，什么保家卫国、造福乡里之类，整整白话了半个小时，这才说到正题，啰啰嗦嗦了大半晌。其实就一句话，今天先不行动，大家在一起先操练一天。一听还要操练，几个村正的脸色比苦瓜还难看。何巡检可不管几个村正怎么想，说完就端茶送客。云超回到住处，把乡勇集合起来，去镇外操练。卧龙村的乡勇一出现，顿时就引起了一阵哄笑。哈哈，卧龙村的人是不是来搞笑的？怎么扛的都是竹子？昨天我就看到他们扛竹子了，还以为是用来搭帐篷，原来是要拿着竹子打仗啊！嘎嘎，卧龙村的村正没来，来了一个小年轻，看来还是老人说的对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啊。下午吃饭时间，难得有一次展示实力的机会，云超怎么可能轻易放过？趁着几个村子的人都在，云超只用了半头猪，就让三水镇的人知道了一件事情：卧龙村新来的这个小秃头是一个不差钱的主。听说了吗？卧龙村的云儿要招人，等咱们一回去，我就去卧龙村，以后就跟着他混了。拉倒吧，我姐夫就是卧龙村的，我可听他说了，人家云儿只收20岁以下的，你都30多了，人家能要你才怪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云儿收人不仅要那个什么考核，还要有担保，没人担保人家可不要。真的假的？不就找几个帮闲吗？哪来那么大规矩？切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哪那么大规矩？听我姐夫说，人家云儿已经给手下发了好几次银子了，有时候一发就是10两20两，发这么多银子，你说规矩能不大吗？乖，不可能吧？一发就是10两20两银子，这不败家之骂。嘘，别胡说，我可听卧龙村的人说了，云儿好像是什么菩萨的散财童子转世，有的是办法搞银子。和一众乡勇不一样，几个村正简直想咬死云超。小兄弟，咱可不带这么干的，你一天让手下吃3顿饭，还让他们吃肉，你这是把俺们几个老家伙放在架子上烤啊！几位老哥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来之前赖村正可是一再交代，我是第一次带队，一定要让底下人吃饱吃好，不然很容易出问题。几个村正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可惜拿云超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银子装在人家云超口袋里，他们总不能上手掏吧？老弟，反正你不能再这么干了，不然我们就跟你没完。不好意思啊，几位老哥，我可不敢违背我们村正的命令，不然回去之后他肯定饶不了我。对，几个村正险些没气吐血，郑大力却淡定得多。老家伙微微一笑，没关系，我是你们村正的岳父老泰山，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干的，谅他也不敢找你的麻烦。郑老哥，你是不是不太了解你那个女婿啊？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说，他可能暂时会给你面子。像你这样在背地里说的话，他能听才怪，不骂你就不错了。对，郑大力气坏了，当着这么多老朋友的面，这人丢大了。第二天，何巡检就宣布出发。路上，云超给底下的乡勇每人烙了2张杂粮饼，还真不是故意显摆。知道天一亮就要出发，他就让手下连夜做好了干粮。云超主动向何巡检请示，脱离大部队到前面探路，咬着云超送来的肉夹馍。何巡检欣慰地点了点头。云二郎，带着你的人到后面压阵，防止敌人攻击我军后方。知道了何巡检让自己压阵，卧龙村的乡勇简直对云超佩服的都不行了。要么说超哥是散财童子呢，就是有本事几个肉夹馍就把巡检老爷搞定了，让咱们待在最后面，免得和土匪撞上。从下河村到黑松岭只有5里路，也不知道乡勇们是不是故意的，速度那叫一个慢，足足用了将近2个小时才走到。见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，云超跳上一辆牛车，向前张望，看了半天，总算看明白了。黑松岭的土匪不但没有逃跑，还从山上下来了，排开队伍，正在等着和三水镇的人打仗。我去，土匪什么时候也这样牛逼了？不借助地形在山上守着，竟然主动下山应战，胆子很肥啊！双方要打阵地战，云超就不能在后面压阵了。何巡检不让，专程派人通知云超，让他到前面去。看到赶上来的卧龙村乡勇，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搞什么鬼？怎么变出了这么多弓弩，还有钢刀盾牌？卧龙村的家伙这是要疯啊！云二郎，你这……巡检大人，我们卧龙村人愿意打头阵，
哼，退到一旁，还用不着你一个毛头小子打头阵。大家小心，土匪过来了。各位不要紧张，对方只有30-40个是老匪，剩下的都是新加入的乌合之众，咱们只要团结一心，很轻松就能战败他们。啥呀？啥古怪？杀了个怪！咱们兄弟到三水镇抢粮、抢钱、抢粮嘛！哈哈，你们谁也别跟老子抢，狗怪的狗头老子砍定了！大家不要慌，听我的命令，保持住阵型，谁也不准乱，慢慢后退。谁知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，三水镇的官兵实在弱鸡，不等手下的老匪发力，仅靠着一帮刚刚入伙的新人就把他们打败了。哈哈，兄弟们，杀光这帮狗官兵，老子带你们去三水镇抢粮、抢钱、抢娘们！小六子，那群家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逃？大当家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，原来是一帮泥腿子，可能是被你的威风吓坏了，跑不动了吧？哈哈，小六子你真会说话，去带上几个兄弟，把他们杀散。老子要让三水镇附近的村子都知道谁才是这一带的马，看看以后谁还敢和咱们黑松岭作对。得令，全体都有，听我的命令，立定。满仓带着你的长枪手排好枪阵，志远带着你的弩手到满仓前面，等对方接近到20米以内再发射。李兴带人到前面去，把门板竖起来，防止对方射箭。石头带着剩下的乡亲，随时准备接应。点子扎手，快跑！黑松岭的大当家鲍旭正在召集人手，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信小六子被杀，可把他气坏了。万没想到，竟然憋屈的栽在一帮泥腿子手里，连对方的毛都没碰着，就被一弩射死。看到一帮泥腿子竟然想用竹子捅自己的手下，鲍旭哪怕正在生气，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哈哈，你们看那帮泥腿子拿的是什么东西？用竹子杀人，真是好笑啊！兄弟们，这帮泥腿子不要脸，仗着手里有劲弩欺负人，咱们不跟他们一般计较。看他们走得这么慢，咱们躲开一些，不搭理他们。于是，绝大部分土匪都开始向着黑松岭的方向逃跑。鲍旭一回到山寨，就受到了二当家的热烈欢迎。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咱们那么多弟兄啊！老二，赶紧收拾东西，狗官兵厉害，咱们先避避风头。哼，大哥，你不是说打败官兵如同探囊取物吗？怎要把那么多弟兄都扔在战场上了？老二，你娘的少阴阳怪气，你走不走吧？你要是不走，老子可先走了。兄弟们，跟着老子去搬银子，咱们走。你们还愣什么愣？赶紧跟老子走啊！你们……鲍旭说了半天，再看一帮喽啰，连一个动弹的都没有。这一下，鲍旭明白了，合着因为自己打了败仗，丢下了手下先逃回来，下面的喽啰已经不再信任自己了，他们要跟着二当家。鲍旭指着二当家，半天都没能说出一句话，最后重重一甩手，气哼哼离开了。鲍旭带着几个亲信，随便收拾了一些金银珠宝，就匆匆离开了山寨，往山里跑去。二当家一看鲍旭终于滚蛋了，自己总算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大当家，心情那叫一个说不出的畅快，被鲍旭一直压在下面，很憋屈的有没有？哈哈，兄弟们，黑松岭现在是咱们的了，走，收拾东西，咱们撤。一众土匪大眼瞪小眼，还以为二当家要死守山寨呢，没想到跟大当家一样，也是要逃啊。眼前简易的山寨，云超的心情甭提有多痛快。哈哈，自己竟然是第一个赶到的，太好了！看来土匪都跑光了，他们的金银珠宝都归哥了。石头带人进去侦查一下，小心一些，不要深入。石头带人进了山寨，时间不长就退了出来。二哥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土匪应该是跑光了。好，李兴，你带着10个人守住寨门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放任何人进去，知道吗？是。云超很快就带人转了一圈，果然一个土匪都没有了。山寨的后门敞开着，还有新鲜的车辙印，看来土匪是赶着大车从后门逃了。满仓带人守着后门，防止土匪杀个回马枪。剩下的5人一组，赶紧搜查山寨，看看有什么财货没有。是。在各自伍长的带领下，分头在山寨里搜查起来。时间不长，有一个伍长回来报告：超哥儿，我们发现了土匪的粮仓。好，带我去看看。云超跟着过去一看，眼泪险些没乐出来。粮仓里的粮食还真不少，目测至少1000担以上。粮仓隔壁还有一个货仓，里面堆着布匹、食盐之类的杂货，乱七八糟，一看就是土匪劫来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负责守护仓库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靠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超哥，我们发现，哎，你还是过来看看吧。云超跟着3耙子走到一座大屋子近前，屋里是几10个女人，一个个衣衫不整，披头散发，有些甚至连衣服都没穿。再看他们的表情，一个个神情呆滞，目光无神。不用问，云超也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些可怜的女人肯定都是土匪抓回来供其淫辱的泄欲工具。3耙子，你让2个人守住这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进去，更不能欺侮这些女人，知道吗？是。石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没发现土匪的银库？二哥，我正想找你汇报，那边有一间屋子，看样子像是放金银的地方。不过现在已经空了，屋里还有箱子留下的印记。哪里？我去看看。混蛋，
这帮要钱不要命的家伙，逃跑还不忘带着银子。石头，召集大家集合，咱们追！大家注意，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准说话，连咳嗽都给我憋着，放轻脚步，咱们悄悄过去。因为太过嘈杂，又没有想到身后会有人追过来，所以直到云超带人接近到100米以内，才被前方的土匪发现。二当家，后面，你看后面。兄弟们，不要害怕，是一帮泥推子，咱们先停一下，杀光这帮泥推子再赶路也不迟。二当家一喊，一众土匪这才发现追上来的原来是一帮种地的农民，不是三水镇正经的官兵。吓死老子了，还以为是狗官兵杀来了，原来是一帮村汉。哈哈，二当家，你就瞧好吧，用不着你亲自出马，小子带人就能搞定。二当家，让我去，我带10个兄弟就能杀光这帮泥推子。杀呀，杀死这帮不知道死活的乡巴佬。这娘贼，这帮泥推子竟然有公墓封金，兄弟们撤户，兄弟们不能便宜了这帮泥推子，赶紧把马车赶下山涧，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。云超是干什么的？早就在防备着土匪破罐子破摔。一听二当家说要把马车赶到山涧里，对着他就是一弩。两个兄，二当家被人射死了。几乎是眨眼的功夫，土匪们就逃了个精光。不对，还有2个受伤的没跑掉，钻到了马车底下。石头，抓舌头。是，二哥。跟了云超这么久，石头已经能听懂很多云超的怪话了，比如抓舌头，石头就知道是抓个活口审问的意思。其他乡勇却一脸懵逼，说山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们为什么逃跑？满仓带人把这些尸体搜一遍，然后扔到山涧里。李兴检查一下这些马车，看看有没有哪里出问题。志远，赶紧看看咱们的人伤的怎么样，有需要救治的赶紧治疗。石头，你问有几条路干什么？这不是耽误时间吗？石头，那条路好走吗？通到哪里？不太好走，那家伙说走马车很难，不过也能过去，就是要费些力气。石头，你带着10个咱们自己人，再加上20个乡勇，负责把这几辆马车送回咱们卧龙村，能办到吗？二哥你放心，要是有人敢打坏主意，我就跟他拼了。石头，你要记住一点，财货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没了财货，咱们还可以挣，要是没了人，要财货又有什么用？我的意思，你明白了吗？石头，事关重大，消息不容泄露。一路上不管是谁，只要胆敢窥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见云超把押运马车的任务交给了石头，张四海心里五味杂陈，他既想被云超委以重任，又怕自己担不住。大家听着，等会儿回到山寨，谁也不准提刚才的事情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都往身上抹些血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就说中了土匪的埋伏，损失了几10个弟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云超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重新回到了山寨。刚一进后门，云超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仓库门口围了一大堆人，一个个情绪激动，举着手里的武器，狂呼乱叫。山寨是大家一起打下来的，凭什么你们卧龙村拦着不让进？对，山寨是大家打下来的，山寨里的东西也该归大家所有，你们赶紧让开，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。让开，赶紧让开！卧龙村的小兔崽子，你要是不让，老子现在就让你好看！弄清楚了现场的局势之后，云超没有过去，也没有说话，而是不动声色地举起了手里的他张弩。看到云超的动作，他手下的小子也把手里的弩举了起来。很快，云超就瞄上了一个带头的家伙。这货吃的肥头大耳，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鬼门关，还在煽动乡勇的情绪。乡亲们，你们说，山寨是咱们大家一起用命拼下来的，他们卧龙村凭什么占着好东西不给咱们分？被肥头大耳一鼓动，不仅是沙河村的乡勇，就连其他的散兵游勇也跃跃欲试，想要冲击3耙子把守的仓库大门。云超刚想扣动弩机，就听一阵爽朗的大笑，哈哈，这不是云老弟吗？恭喜恭喜恭喜老弟得胜而归！听到郑大力的声音，刹那之间，几乎所有声音都消失了。堵在仓库门口的众乡勇一回头，几乎全都吓尿。娘个棒槌！卧龙村的煞神回来了！只见云超他们全都一身的鲜血，一个个像是刚从修罗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正在用猩红的眼睛瞪着自己，用带血的劲弩瞄着自己。老弟，云老弟，给老哥一个面子，你消消气，别跟着帮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一般见识，好不好？沙胖子，你小子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滚过来给云老弟赔罪！好，郑老叔，你说句公道话，土匪是不是咱们大家一起打跑的？山寨的东西是不是该归咱们大家一起所有？沙胖子，你不去山下给你叔收尸，跑到山上干什么？好，郑老叔，你也知道我属实了，我要是不弄点东西回去，怎么给我婶子交代？巡检老爷来了。好，我龙村有什么了不起？云儿是吧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回去问问你们家大人，看看你沙大爷是不是好惹的。完了，活该！果然，云超连眼睛都没眨，咚的一声扣动了弩机。恭喜巡检大人，英明神武，百战百胜，剿灭了黑松岭的土匪，还我三水镇乡亲一个朗朗乾坤。哼，郑大力，看你长得一张好嘴，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
沙胖子倒在地上抽搐，身上插着一支弩箭，哪怕何巡检没有看到云超射他的一幕，也能猜到个大概。巡检大人，我卧龙村的乡勇不畏生死，一路追击土匪，结果中了土匪的埋伏，损失惨重。谁知这个沙胖子趁着我们受伤，竟然搬弄是非，想要趁着你还没到，鼓动大家哄抢财货。无奈之下，我迫不得已杀了他，以儆效尤。郑村正，你说是不是？郑村正，你怎么说？是的，巡检大人，这个沙胖子打了败仗，不但不思悔过，反而鼓动唇舌，想要哄抢财货，真是该死。于是不等何巡检说话，郑大力就点了几个沙河村的人，让他们说说情况。几个沙河村的人都快哭了，他们倒是想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，可是不敢啊。何巡检见卧龙村人损失惨重，本来有100来人，现在只剩下了70来个，而且人人身上都带血，有的头上还肿着大包，就把一连串夸赞的话丢了过去，什么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，三水镇人会永远记得之类，就差点说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了。反正好听话又不要钱，多说几句没什么损失。和巡检一来，仓库里的东西自己是拿不走了，拿不走就拿不走吧。不过真正的大头已经到手，就留给其他人喝点汤吧，免得横生枝节。云超的眼皮子直抽抽，知道姓何的抠，却不知道这么抠。仓库里可是有1000来石粮食，姓何的说那么热闹，最后就给自己10担，就这好像还跟开了多大的恩似的。真尼玛是抠门他妈给抠门开门，抠门到家了。这么多可怜的女子，你们几个村正都过来认认人，看看有没有你们村子的，等会儿带回去。几个村正牙都快咬碎了，粮食你不让我们带回去，让我们带回去这么多破烂货，村正哪会把土匪糟蹋过的残花败柳放在眼里？别说他们这些女人，就是他们的家人也入不了几个村正的法眼。这时候已经有乡勇认出了被土匪抓上山的女人，有的是自己村里的乡亲，有的是自己的亲戚，还有一个竟然是其中一个乡勇的老婆。家里的你。那个乡勇指着屋里的女人你了半天，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云超眯了眯眼睛，他没有在那个乡勇眼里看到亲人失而复得的喜悦，那家伙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羞耻，甚至还有怨恨。呜呜呜，当家的，你终于来接我了，呜呜。可惜女人高兴得太早了，在她的期待中，男人不但没有进屋给她安慰，反而还不断后退，好像屋里的不是他老婆，是一只会吃人的恶魔。最终男人啊的大叫一声，转身就跑。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已经不洁的女人，只能选择逃避。看到这一幕，一些刚刚燃起希望之火的女人眼神又一次暗淡了下去。哎呀，怎么撞墙了？牛二，你家的撞墙了，还不赶紧过来？好家伙，牛二家的性子够烈的，可惜了。赶紧来人呐！牛二家的还没死，还有气。尽管大武朝对女人的贞洁看得没有后世明清那么重，但也绝对不是后世可比，就连后世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，何况是古代大武朝女人的地位本来就低，何况还变成了残花败柳。就算不被家人抛弃，街坊四邻的议论也能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，只能选择撞死。这些臭婆娘要死回去死，当着本官的面自杀，这是没把本官放在眼里啊！你们都看好自己村的人，谁村的女人要是再自杀，我就唯你们是问。几个村正全都是一副苦瓜脸，带着一帮残花败柳回去，实在不好安排。发生了这种事情，而且还弄得人尽皆知，这些女人就是带回去，他们的家人也不一定会要啊。到时候这些女人一个个全都自杀，这不是打自己这个村正的脸吗？云超一直都没有说话，现在还不到他说话的时候。大武朝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，不是他3两句就能改变的。什么？挺身而出，把这些女人带回卧龙村，给他们一条生路？别开玩笑了！不说他们的家人同不同意，就是同意，他们自己也不一定愿意。毕竟谁不想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？尤其有些女人已经有了孩子，我要是敢当众说出来，不但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很可能还会被唾沫星子喷死。云超能做的，也就是让把守仓库的3耙子到货仓里拿了一些衣服，给这些可怜的女人遮蔽一下身子，再给他们送些吃的。片刻后，云超装好10担粮食，准备回村。云老弟，老哥求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郑老哥啊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就凭我和你女婿赖志成的关系，别人的事情办不了，你的事情必须办。云老弟，老哥求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云老弟，老哥求你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云老弟，老哥求你一件。他们的车都在打架时打烂了，想要回村只能走路或者求云超。各位，车站就这么大地方，你们自己商量吧，我运谁不运谁。老弟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老哥让人帮你背粮食，把大车腾出来，拉我们村的人。云超一翻白眼，真不知道郑大力这货是怎么想的，让你们村的乡勇帮我背粮食，跟让狗看肉包子有什么区别？几位老哥，你们看那些女人多可怜，我准备用大车把她们送回家，等回头再来帮你们运伤员，好不好？尽管云超只是说帮忙送那些女人回家，而不是把她们带回卧龙村，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。怎么回事？卧龙村的云二搞什么？是不是看上那些烂货了？嘿嘿，
那还用说吗？我可是听我在卧龙村的小舅子说过，云儿这小子最好上，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。不要脸，咱们可不能让云儿这小子胡来，传出去丢的是咱们整个三水镇的人。云超没有说话，一直在观察着众人的反应。见子弹飞得差不多了，在场的都是咱们三水镇的父老乡亲，大部分都比我的年纪大。本来有些话是不该我说的，可是有些话憋在心里，我却不吐不快。我问大家一句话，屋里是什么人？他们是被土匪糟蹋的女人不假，但他们也是咱们的乡亲，咱们三水镇的姐妹。是他们自己愿意被土匪糟蹋的吗？要不是咱们这些三水镇男人没出息，没能保护好咱们三水镇的女人，他们又怎么会落到现在这般田地？说着，云超蹭的一下拔出牛耳尖刀，一甩手，哧的一下深深插进了地面，吓得众人嗡了一声，连忙后退。明明是咱们三水镇的老爷们没本事，却要反过来责怪自己的女人不守妇道。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想想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丢人，太丢人了！身为三水镇的一份子，我深深感到羞耻。云超一番话，有没有说动三水镇的男人不知道，触动了屋里那些可怜的女人是真的。听到竟然有人替自己鸣不平，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，屋里那些已经近乎绝望的女人，很多突然就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。听到屋里传出的一片哭声，云超沉默了。云老弟，你说得太好了，老哥支持你。何管事在几个村正眼里还是老牛逼的存在，见他都支持云超，谁也没敢再说什么。不过几个村正都是人精，何管事都表态支持云超了，他们哪能真让自己村的女人坐云超的大车回去？那样不但丢人，还是不给何管事面子。于是几个村正胸脯拍得咚咚响，当场表态不用云超操心，他们一定把自己村的女人照顾好。最终真正坐上大车的女人没几个，土匪是抓他们来泄欲的，不是吃肉的。尽管虐待的他们遍体鳞伤，但勉强走路还是可以的。超啊，这次你表现不错。既然你们村的村正身体不好，你回去之后就暂代村正吧，一定要照顾好你们卧龙村的乡亲，不能让他们在这个冬天饿死，知道吗？啥？云儿这么年轻就当上村正了？毛当齐了没有就当村正，他能当好吗？姐，不就是仗着家里有几个烂钱吗？我要像他那么有钱，我也能当村正。巡检老爷，小的有话要说，我们卧龙村的人根本就没有。一句话没说完，赖志强就感觉后背一凉，体内的力气一下子就被抽空，嘴里鼓鼓的往外冒血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赖志强万没想到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当着何巡检的面，云超竟敢对自己下手，根本就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。看到云超当着自己的面杀人，何巡检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。是其他村子的乡勇，就连卧龙村的乡勇都吓傻了。除了云超，没人发现李兴、马明、贾满仓这些他手下的小子已经悄悄握紧了手里的武器，就等着云超一句话，他们好一拥而上，弄死何巡检这个老不死的。巡检大人，我错了，我有罪，你惩罚我吧。这小子什么意思？云超把何巡检整不会了，现在的小子都这么光棍的吗？杀人连个理由都不给。何巡检没有说话，眯着一双三角眼盯着云超瞅了半天，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巡检大人，这是赖村正的心腹，你问问他，我为什么要杀赖村正的堂弟？赖志成的帮闲都快哭了。老子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赖志强呢？你让巡检老爷问老子，老子说个毛啊！说为什么云超要杀他？我帮闲想说我知道个毛，可是没敢，因为他不想死。不愧是赖志成的帮闲，脑子就是比一般的村民活，几乎是片刻功夫就想出了对策。巡检老爷，不是云儿，嗨，不是我们云村正要杀赖志强，实在是他该杀，是他勾结土匪，害死了我们卧龙村那么多弟兄。巡检老爷，不信你问他，他也是我们前村正的帮闲。你娘够葫芦头，拿上老子干什么？嫌老子死得不够快吗？为了不被云超报复，这个帮闲也不含糊，不等何巡检询问，自己就说了起来。巡检老爷，他说的没错，就是因为赖志强勾结土匪，给土匪发了信号，我们才中了土匪的埋伏，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。刚才我们云村正也是一时气不过，这才杀了他。对，本来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向土匪告的密，刚才赖志强一跳出来准备陷害云村正，我们这才知道是他在使唤。是啊，巡检老爷，赖志强该杀。哼！何巡检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撂下一句好自为之，就甩手离开了。云儿，老子记住你了，咱们有账不怕算。各位，我还要回去安抚我们卧龙村的老少爷们，他们刚刚才没了亲人，实在是让人悲痛，就不和大家多说了，告辞。这位大嫂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？云村正，我不想回下河村了，我想跟着你。真不要脸，严家都不要了，也要跟着卧龙村的小村正。好，还不是看他长得好。你们酸什么酸？人家小村正本来就长得好，我要是牛二家的，我也愿意跟着他。呸！你要是牛二家的，人家土匪瞎了眼才会抓你上山。不仅是外村人，就连卧龙村人也对牛二的老婆充满鄙夷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大破鞋一只，还想跟着云儿吃香喝辣，想的咋那美呢？外人都是这样，就不要说牛二的老公牛二了，见自己老婆竟然当众说要跟着别人，
牛二的眼睛珠子都红了，血红血红，看云超的眼神充满了怨毒。大嫂，请你把话说完。云村正，不用担心，我是要跟着你去卧龙村，给你当牛做马，为奴为婢，并不是给你当娘子。哦，大嫂，你不回自己家了吗？不回了，那个家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我再也不想回去。你的父母家人呢？你征得他们的同意了吗？我爹娘都死了，我也没有孩子，其他人我管不着。见老婆看都不看自己，牛二终于忍不下去了，大吼一声臭不要脸，冲过去就重重朝他脸上扇了一巴掌。臭婆娘，我打死你个丢人败家的玩意！没用的废物，保护不好自己的女人，这时候到来贱了是吧？你的女人受苦受难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不见你这么横呢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作为牛二的村正，郑大力不得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。牛二，你个王八蛋，谁让你打人的？还不赶紧把你家里的扶起来！郑老哥，你们村的人很有血性啊，当着你这个村正的面就敢打人。郑大力气得胡子直翘，他怎么能听不出来，这是云二在给他上眼药，说他下河村的男人没种，除了会打自己老婆，窝里横，屁的本事也没有。没出息的怂货，还不赶紧把你家里的带回家！要是再让老子看见你打婆娘，老子就弄死你！牛二只敢拿自己老婆出气，哪敢和郑大力叫板？见郑大力发怒，吓够呛，连忙去扶他老婆。谁知牛二的老婆异常坚决，滚开，别碰我，我现在已经跟你没关系了。你要是再碰我一指头，就是和那些土匪一样的畜生。云超摸了摸下巴，好刚烈的女人，这要是放在后世，妥妥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啊！大武朝这样的女人似乎还真不多见。你个败家婆娘，跟不跟我回去？够了，郑老哥，事情既然已经成这样了，你觉得他们回去还能好好过日子吗？这老弟，你的意思是？呵呵，郑老哥，我能有什么意思？他们是你下河村的人，要看你是什么意思。呵呵，老弟啊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何况老哥只是一个小小的村正，他们自己家的事情，老哥实在是做不了主啊。郑大力，你个王八蛋，再敢啰嗦一句，老子弄死你！谁？老子看你娘的是活得不耐烦。我管事的鼻子都快气掉了，你们啰里吧嗦了半天，还有完没完？老子伤成这样，急着回去找郎中治伤。你们为了一个女人啰嗦老半天，想过老子的感受吗？郑大力，老子做主，你们村的这个女人归云老弟了，让她和那个废物和离，你有什么话说？牛二，听见没有？从此以后，你家娘子就跟你没关系了，你们俩和离了，知道吗？郑大力就像是之前卧龙村的赖志成，在下河村有着绝对的权威，他做出的决定，哪怕牛二再不满，也不敢放一个屁。牛二刚一耸，扑通扑通，又有2个女人跪到了云超面前。云村正，我们也愿意跟着你去卧龙村，给你当牛做马，为奴为婢。云超直挠头，决定之前，云超准备先弄清楚情况再说。这2个女人也都是可怜人，一个是沙河村的，和她丈夫在田里干活的时候被土匪抓上了山，之所以铁了心要跟云超去卧龙村，是因为2口子被抓到山上之后，她丈夫居然舔着脸恳求土匪饶命，代价就是愿意把她献给土匪。这还不算，她丈夫为了表决心，亲自把她的衣服扒下来，并且按住她的手脚，让土匪随便糟蹋。像这种情况，她能回去才怪，娘家嫌丢人，败坏了家风，婆家更嫌丢人，就算不一封休书赶回娘家，也会想办法活活折磨死，然后再娶一房清白人家的闺女。既然是这种情况，云超就没再说什么，人手是他现阶段最需要的。对于大武朝的人来说，女人算不了什么，可是两世为人的云超却知道女人能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。听了几个女人的诉说，之前还鄙视他们的很多乡勇，态度也不那么强硬了。于是众人在看云超，已经不再觉得他是因为好色才愿意收留这些女人的了。云村正，你真是义薄云天的好汉子。云村正真是好样的。云村正，听说你们卧龙村要匠人干活，我就是个木匠，你们还要人吗？云村正，多谢你之前在战场上打败了土匪，救了我们一命。说得好，云村正还让手下给我治了伤，真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大善人啊。云超他们来到三水镇后，就去了青面虎的赌坊。这一天从早到晚折腾下来，又是赶路又是打仗，就连云超都感觉身心俱疲。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休息，等明天办完事，咱们就回家。云超一刻也不想在三水镇多待，如果不是和巡检一再强调，让所有村子的乡勇都必须回三水镇集合，云超早回卧龙村了。四海，带几个人现在就回去，看看石头他们怎么样了。如果没什么事情，就不用回来了。如果有紧急情况，连夜赶回来告诉我一声。是。别人都能休息，云超却停不下来，这让他深深感觉到人才的重要性。手下可用的人实在太少了。晚饭刚做好，郑大力就和几个村正过来了。哈哈，老哥就知道老弟你这里有好东西吃，隔着2里地就闻见香味了。几个老家伙心够大的，自己村子死了那么多人，居然还笑得出来。郑大力他们是来找云超蹭饭的，同时也是来找云超交换信息的。几个村正一边吃饭，一边把自己所知的信息汇总了一下。云老弟，还是你厉害，咱们几个村子就属你们卧龙村损失最小，恭喜恭喜啊！郑老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嘲笑我？你出去随便找个人打听打听，看看到底是谁的损失大，
我们卧龙村光是阵亡的乡亲就有30来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弟，瞧老哥这记性，竟然把你们卧龙村中埋伏的事情给忘了，罪过罪过。云超心里把郑大力骂了100遍，你个老狐狸，你忘个锤子，你是故意想试探哥。于是云超让人把郑大力面前的饭菜给撤了。满仓，你把郑村正的饭菜拿走吧，老年人吃多了容易得老年痴呆。好嘞。几位老哥啊，你们说我们卧龙村的损失大吗？大，绝对大。是啊，云老弟，咱们几个村子就属你们卧龙村伤亡最多，真难为老弟你了。云老弟，今天算老哥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说一声，老哥要是皱一皱眉就跟你姓。几个村正生怕云超把他们的饭菜也拿走，连忙附和，气得郑大力险些骂娘。所以尽管几个老狐狸都怀疑云超背地里搞了什么名堂，卧龙村根本就没那么大的损失，但在人心不齐的情况下，怎么可能掏出云超的话？几个老狐狸走后，云超在院子里踱起步来，一边消食，一边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。突然，牛二的老婆带着另外2个女人走了过来，拿着衣服就往云超身上披。云超吓了一跳。几位大嫂，你们这是？云超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这些女人，说大嫂吧，她们的年纪其实算不上大，最大的是牛二的老婆，也不过20来岁。最小的是那个结婚路上被劫的三水镇姑娘，今年才17，只比云超大1岁。小官人，我们现在是你的奴婢，你以后的生活就由我们照料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就是。是啊，小官人，洗脚水已经热好了，让奴家帮你洗脚吧。小官人，夜里冷，要不要奴家帮你挽被窝？云超吓坏了，作为一只两世为人的纯情小处男，哪见过这种高级服务？3个女人围着他团团转，这尼玛妥妥的地主恶霸呀！人生还能这么腐败的吗？让云超杀土匪可以，要让他当地主恶霸，实在是还没做好思想准备。几位大嫂、大姐，算了，你们各自做一下自我介绍，以后我总不能一直称呼你们大嫂大姐吧？为了不犯原则性错误，云超赶紧转移话题。自从决定跟着云超的那一刻，几个女人就做好了为奴为婢的思想准备，当然不会违背云超的命令。奴家叫天晓哎。五朝女人地位低下，能有个名字就不错了。父母一般都不会专程找读书人给他们起名字，就是随便叫，比如花二姐，一听就知道在家排行老2，不用问，她下面如果有妹妹，就是花3姐、花4姐。几位娘子，有些话今天我必须说清楚，你们也听清楚，记清楚，我这些话只说一遍，你们以后要是犯了错，我可饶不了你们。云超一严肃起来，3个女人全都吓够呛，她们现在是云超的奴婢，惹得小官人生气，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。云超哭笑不得，自己还什么都没说呢，3个女人就吓得瑟瑟发抖了。嗨，我之所以收留你们，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事，并不是让你们给我当牛做马的，知道吗？几个女人一起摇头，根本就不理解云超的意思，请我们做事，不就是我们给你当奴婢吗？云超也觉得自己说的有些深奥，这些女人都没上过学，说太深了，他们也听不懂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给我当帮工，不是奴婢，你们给我干活，我给你们发工钱，你们有人身自由，可以随时离开，明白了吗？3个女人一听就害怕了，扑通扑通跪在云超面前，咚咚咚的磕起头来。小官人，别赶我们走，我们已经没地方去了，求求你了。得，云超直嘬牙花子，这咋还解释不清楚了咩？起来，都起来，别磕了。下意识，云超伸手去扶3个女人，这下坏了。3个女人以为云超要占他们的便宜，先是吓得拼命往后缩，后来可能又觉得这样对云超不敬，干脆把眼睛一闭，爱咋咋地吧。云超哭笑不得，都给我起来，谁要是不起来，我现在就把他赶走。小官人，现在要洗脚吗？小官人，现在要暖被窝吗？小官人，奴家会捏肩，现在给你捶捶背吧。云超算是彻底被大五朝的女人打败了，无奈之下，云超只好有选择的接受了部分服务，比如打洗脚水、拿擦脚部之辈，不然几个女人心里不踏实，总以为云超嫌她们脏，随时都可能撵她们走。至于其他诸如暖被窝之类的服务，云超实在接受不了，最起码现在还接受不了。昨天才折腾了一天，卧龙村的乡勇个个疲惫不堪，即便过了一夜，很多人身上还是酸痛不已。然而云超根本就不给他们休息的时间，刚训练不久，郑大力就风风火火走了过来。老弟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赶紧回去看看吧，你老窝出事了。一听老窝出事了，卧龙村的一众乡勇当即就急了。卧龙村可是他们的家园，家里还有父母妻儿，这要是被人偷了家，下半辈子就得生活在痛苦之中。超哥，村正，咱们现在就回去，谁敢动咱们卧龙村，咱们就跟他拼到底。对，村正，别犹豫了，咱们现在就走。走，村正跟他们拼了。张四海昨天一夜都没回来，云超以为是卧龙村太平无事，没想到还真出事了。老少爷们，操家伙，跟我杀回卧龙村。是，村正。卧龙村的乡勇士气高涨，群情汹汹，嗷嗷直叫。郑大力目瞪口呆，他被乡勇们爆发出来的气势吓到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一把拽住了云超的胳膊。老弟，云老弟，你要去哪里？老哥，感谢你给我们报信，别拦着我，不管是谁敢动我们卧龙村，
我一定要让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郑大力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好重的煞气，这小子到底杀过多少人啊？尽管很想看云超的笑话，但理智告诉郑大力，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，不然很可能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。老弟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说的老窝不是你们卧龙村，是你们在镇上住的地方。郑大力一句话没说完，现场就凝固了。包括云超在内，卧龙村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到了他身上。郑老哥，咱可不兴开玩笑，你说到底是哪里出事了？呵呵呵呵，老弟，都怪老哥没把话说清楚，是你们在镇上住的地方出事了，有人去闹事，不是你们卧龙村。云超没有再搭理郑大力，一挥手，带着一众乡勇迅速朝三水镇跑去。小浪蹄子，不要脸的烂货，给老娘滚出来！还有你们两个烂货，别拦着老娘，滚开！狗屎的卧龙村，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这些泥腿子是什么德行，竟敢管俺们三水镇的事情！三水镇的老少爷们，大家说说，咱们三水镇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下面的泥腿子做主了？好家伙，云超摸了摸鼻子，这是哪来的娘们？妥妥的泼妇有没有？根本不用云超说话，他手下的小子就开始赶人。都让让，让开！几个小子咋呼了半天，堵在门口的吃瓜群众几乎没人动弹。谁会把一帮卧龙村的泥腿子放在眼里？住在镇上的人鄙视村里的人是正常现象。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吗？给我抽！云超一发话，手下一众小子可算是找到了发泄口，抡起手里的长枪就抽打起来。没抽两下，堵在门口的吃瓜群众就跑了个精光。凡是跑得慢的，几乎就没有身上不带伤的，被一帮自己瞧不起的泥腿子打得哭爹喊娘，吃了这么大一个暴亏。三水镇人怎么可能轻易善罢甘休？一个个拧眉瞪眼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就要和卧龙村的人玩命。可是当他们看到卧龙村一众乡勇散发的煞气之后，满腔的怒火一下子就泄了个干干净净。开玩笑，谁会和一帮拿着武器准备拼命的家伙过不去？直到这时候，有些吃瓜群众才想起来，面前这群家伙并不是普通的泥腿子，是昨天杀散了黑松岭土匪的一群狠人。唐小妹，你个破烂货，躲在屋里不出来是吧？信不信老娘一把火烧了你们这个营窝？骂完唐小妹，女人又开始骂花二姐和田小娥，什么大破鞋、狗都不日之类，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。最后又开始指着两个乡勇骂卧龙村。这里是三水镇，不是你们卧龙村，赶紧给老娘让开，不然老娘告你们强妇女。对了，还有你们卧龙村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还嘟头，那我看他就是个淫棍，什么破烂货都要，不要脸！哪里来的臭婆娘，赶紧滚滚滚！女人听到身后的动静，回头一看，瞳孔不由就是一缩，被60、70号大老爷们盯着。纵使女人号称母老虎，心里也不免有些惴惴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一众乡勇渐渐安静了下来，都在等着云超说话。可是云超却一句话都不说。见云超没有反应，女人很快就镇静了下来。我可告诉你们，别以为仗着人多就能欺负人，这里可是三水镇，不是你们那个鸟不拉屎的卧龙村。跑到三水镇欺男霸女，想瞎了你们的心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还有脸问我是谁？你抢了我们家唐小妹，就不打听打听她娘家还有没有人吗？哦，原来是唐小妹的家人，你是她娘吗？你老娘有那么老吗？我是她嫂嫂，她娘早就死了。那你来这里的意思是？哼，那个破烂货！嗨嗨，我们家唐小妹那么漂亮，可不能白白便宜你们这些村里的泥腿子。你想娶她可以，必须明媒正娶，3媒6聘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哦，那你准备要多少聘礼？一听云超的语气，女人的眼睛当即就亮了。永门最少要10两，不100两银子，拿得出来吗？那好，我把唐小妹还给你，这下就不用给你银子了吧？云超话音刚落，唐小妹就从屋里冲了出来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。小官人，你可千万别把奴家送回去啊，他们会把奴家卖到窑子里的，奴家求求你了。说着，唐小妹就咣咣咣的开始给云超磕起头来。云超一皱眉，小妮子真沉不住气，算了，不吓唬她了。唐小妹，你个烂货，你还有脸出来？你都已经被卧龙村的泥腿子糟蹋了，还有脸回家？你就是想回家，我们也不要。我现在就是把唐小妹还给你们，你们也不要了，是吗？和女人一起来的大概是唐小妹家族的人，其中应该有她哥。一群家伙滋滋半天也没能憋出一个屁。哼，你别问他们，他们都是老实人，欺负老实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就朝老娘来，看看老娘怕不怕你。唐小妹我们是不能再要了，被你们玩坏的残花败柳，要回去有什么用？我们要彩礼，听懂了吗？要彩礼。云超总算弄明白了，合着这些家伙不是来领唐小妹回家的，是来敲诈勒索的。当日送唐小妹出嫁的时候，你们谁跟着去送亲来着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抢了人还不算，还想杀人灭口？是不是你跟着一起去送亲了？看见土匪丢下唐小妹，自己跑了。女人就像是被人踩了尾巴的猫，当即就蹦了起来。你怎么知？胡说！我根本就没跑，是你们抢了这个破烂货就跑，没抓我。弄明白了情况之后，云超就懒得再和他啰嗦了，转头看向手下一帮乡勇。你们谁让他冷静冷静？回想一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女人一口一个破烂货，一口一个你们卧龙村的泥腿子。云超手下这帮乡勇早就听不下去了，尤其是赖志成的几个帮闲，那叫一个义愤填膺。乖乖，总算是找到表现机会了，真不容易呀！好贼蛋，胡说八道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污蔑俺们伟大的村正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嗷一嗓子，一个赖志成的帮闲跳了出去，拽着女人的头发，不容分说，啪啪就是2个大耳刮子。打完之后，可能还觉得不过瘾，照着他的大屁股咣叽就是一脚，踹得女人嗷呜一声，扑出去3、4米，呱唧一下，直接就来了一个大马趴。见堂小妹的嫂子挨打，跟他一起来的几个男人还想炸毛，结果刚一动就被卧龙村的乡勇一拥而上，一顿枪杆抽的哭爹喊娘，抱头鼠窜，被6、70号手拿武器的乡勇围着，几个家伙就是想逃都逃不掉，最后全都被打倒在地。满仓，把这些人分开审问一下，看看当日送堂小妹结亲的时候，他们谁去了？是。贾满仓可不客气，带着一帮乡勇，把躺在地上哼哼的几个家伙拎到了后院，其中也包括堂小妹的嫂子。看到卧龙村的乡勇连女人都拎走了，院外围观的吃瓜群众顿时就小声议论起来。好家伙，卧龙村的人真猛啊，不会是看上唐二家的了吧？拉倒吧，就唐二家的那副德行，给你敢要吗？哼，要是他不张嘴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片刻之后，就从后院传来一阵阵杀猪般的嚎叫，院外的吃瓜群众面面相觑。天啊，这帮泥腿子真狠啊！过了一会儿，贾满仓带着一众乡勇，拎着几个倒霉蛋回来了，扑通扑通把人往地上一扔。超哥，这些家伙有一半当日都去送亲了，一看见土匪来了，他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，连一个管堂小妹的都没有。不但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女人，还想嫁祸给咱们，甚至还想敲诈咱们的银子。你们说，这帮家伙要怎么处置？杀！被吓到的不只是吃瓜群众，就连巡检司里的何巡检都吓了一跳，以为是黑松岭的土匪来报仇，吓得何巡检两股战战，爬起来就准备开溜。准备开溜的不只是何巡检，他手下那些弓手比何巡检跑得还快，毕竟年轻，哪怕是受伤了，也照样蹭蹭蹭的往外窜。看到巡检司里有土兵往外跑，三水镇一下子就乱套了。怎么回事？巡检老爷的兵跑什么？什么？土匪杀来了？那还等什么？赶紧跑啊！片刻功夫，三水镇就乱成了一团。随着何巡检的高头大马出现在街上，三水镇的混乱达到了高潮。一时间，男人叫，女人嚎，老人喊，小孩子哭，街上到处是无头苍蝇般乱窜的人群，跟世界末日降临了似的。最后，杂乱声甚至传到了云超耳朵里。大家都安静一下，满仓，你去看看外面是怎么回事，怎么这么乱？贾满仓不敢怠慢，答应一声，带着2个手下跑了出去。很快，贾满仓就冲了回来。超哥，快走，土匪杀来了！贾满仓，我是怎么说你的？要淡定，淡定忘了吗？贾满仓哪还顾得上害怕，嗷嗷叫着就把手里的长枪举了起来。卧龙村的老少爷们都别害怕，有咱们村正在，谁来也不行。贾满仓一喊，本来有些慌乱的卧龙村乡勇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。对呀，咱们怕个毛！云超带上了所有人，逆着人群朝西门奔去，其中就包括田小娥他们3个女人。至于唐小妹的那些不要脸家人，云超哪有那个闲工夫管闲事，全都丢在了院子里，让他们自求多福吧。到了镇外，云超和手下所有的乡勇都傻眼了。土匪呢？不是说土匪来报仇了吗？怎么连一根土匪毛都没有？云超并没有掉以轻心，而是把乡勇带进了不远处的小树林。刚想从小树林里出来，就听树林外有人说话：“老张，不是说大当家带人来报仇了吗？怎么不见人呢？”哼，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别管那么多，咱们只要等着就是，看好正门，等大帮差来了，咱们也能立一功。老张，就咱们俩，要是三水镇的人过来，咱们可守不住这么大一扇门啊！废什么话，能守就守，守不住咱们难道还不能跑吗？2个家伙正在向远处张望，等着在大当家面前邀功，做梦都没想到，身旁竟然摸出来10来个乡勇，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众乡勇一拥而上，控制住了手脚。审问后，就连云超都觉得不可思议，2个家伙果然是黑松岭的土匪。不过，他们不是黑松岭大当家派来的，而是3当家萧德让派来的，通过吴县尉的关系，把2个手下派到了三水镇，探听具体情况。说那个吴县尉在镇上有什么关系？2个土匪和吴县尉又没什么交情，当然不会替他隐瞒，直接就把吴县尉给卖了。三水镇开客栈的家伙是吴县尉的远房亲戚。那家伙知道你们是黑松岭的人吗？这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，好像知道吧。云超也不需要他们确定，让人押上他们，带着乡勇回了三水镇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云超已经猜到了个大概，8成土匪来报仇是一个谣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笨蛋搞出来的大乌龙，只是一个小道消息，就把三水镇的人吓成了这样。哼，云二郎，你怎么没跑？巡检大人，刚才的事情不是空穴来风，真是土匪搞出来的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何巡检眼睛一亮，不管云超说的是真是假，反正当真的听就行，总要给下面的人一个交代，不让自己显得那么怂。我抓到了2个土匪的探子，巡检大人一问便知。你说什么？抓到2个土匪的探子？
何巡检来了精神，先是仔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，两个家伙没有充硬汉，一见何巡检就招了。县尉的官职就是比巡检大，何巡检真要是公事公办，把县尉勾结土匪的事情捅上去，一旦吴县尉倒了台，他这个立了功的巡检有很大几率接班，成为青阳县的县尉。云二郎，你以后就跟着我做事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巡检大人，不是我不识抬举，主要是卧龙村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做，暂时不能为你效劳。不等云超把话说完，何巡检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说了，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想对老子做事的人多了，既然你不愿意，就一辈子在下面当你的泥腿子吧。出了巡检司，云超没有再回青面湖的赌坊，直接就带人离开了三水镇，返回卧龙村。天！一声令下，快速行进中的众乡勇连忙刹车，险些酿成交通事故。等接近一些，一众乡勇才看清楚，原来是张四海带着2个云超手下的小子。四海，你怎么来了？村里出事了吗？超哥儿，没事，村里没事，我们是去给你报平安的。云超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狠狠瞪了张四海一眼。这小子总是一惊一乍的，瞧把大家紧张的。为了提振士气，增加一众乡勇的荣誉感，云超提前派了2个腿脚快的小子回村通知，说大家回来了，让各家各户到村口迎接凯旋的队伍。卧龙村又轰动了，和黑松岭的土匪干了一仗，卧龙村竟然一个人都没死，可能吗？谁相信谁是傻瓜？走，云儿回来了，咱们都去瞧瞧，到底死没死人？还用你说，我家那口子早就去了。别急，好容易家里没人，待一会儿再走呗。要死了，赶紧放手！黄三和他嫂子的事情你给忘了？卧龙村门口，云超就看见了村口黑压压的人群。如果不是提前回来的王石头带人维持秩序，随着嚎叫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场的气氛也越来越高涨，同时也越来越紧张。发现自己家人还活着的村民，自然是欢天喜地。时间不长，几乎所有乡勇都被家人找到，激动之余，有人开始放声大哭，喜极而泣。超官儿，嫂子谢谢你能把我们当家的带回来，嫂子给你磕头了。有人一打头，扑通扑通，一下子跪倒了一大片。超哥儿，谢谢你，你真是菩萨转世，神仙下凡呢。这些人有乡勇的父母，有乡勇的妻儿，纷纷对云超表达着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。对云超的感激，几乎所有人都是发自真心，不掺杂丝毫水分。以往每次出征，卧龙村都会有人一去不回，一旦家中的壮劳力出了事情，一家人都可能饿死。云超履行了出征之前的承诺，把他们的家人全虚全以地带了回来，能不激动吗？激动之下，别说给云超磕几个头，就是给他当牛做马都有人愿意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这次和巡检发的10担粮食，我一声不要，全都分给大家。什么？巡检老爷这次给发粮食了？以前咱们去服徭役都是自己带干粮，巡检老爷没发过一次粮食。哼，你们也不看看这次是谁带队？超哥儿当都头，能和信赖的一样吗？对，还是超哥儿当都头好，比信赖的强多了。然而，云超给大家带来的惊喜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早上我还买了大半头猪，等会儿大家分粮食的时候，每人割1斤肉回去，给家里人压惊。嗷！不仅是乡勇，就连他们的家人也跟着叫唤起来。肉啊，那可是肉啊！有多少人几年都没吃过肉了？尤其是一些小孩子，听说云超发肉吃，兴奋的都不行了，连蹦带跳，连喊带叫，比过年还高兴。你们这些小家伙不去上学，都在这里干什么？这几天的功课学会了吗？被云超一吼，一群小孩子当即就定格了。好几个小家伙因为没能控制好平衡，扑通扑通摔了个4脚朝天。哼，凶什么凶？这些小家伙可乖了，功课都学得很好。丫头片子，多嘴多舌，等回去再收拾你。谁怕你个小气鬼，有本事就放我们回家。几乎所有乡勇的家人都激动得不能自已，唯独有一家人慌的一笔。柱子，我们当家的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老鳖，你小子都回来了，我们家那位怎么没回来？黑驴蛋，你个王八蛋，我们当家的没回来，你还有脸回来？焦急的是赖志强的家人，找遍了整个队伍，也没发现赖志强的身影。云儿，你个小崽子，你不是说要把所有人都全虚全伪的带回来吗？我们家那口子怎么没回来？闭嘴吧，你个臭婆娘！臭婆娘，你听着，你们家赖志强不是东西，勾结土匪，想要出卖咱们卧龙村的乡亲。幸亏超哥儿发现了他的阴谋，不然咱们村的乡亲全都回不来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赖志强不是东西，出卖咱们卧龙村和土匪有关系，就是受了他堂哥赖志成的指使。没错，赖志强是坏胚，他堂哥赖志成也不是好东西。他们赖家人早就和黑松岭的土匪勾搭上了，准备卖掉咱们卧龙村。乡亲们，你们说咱们能让赖家人如意吗？云超哼了一声，走过去牵起林幼娘的小手，转身回家。林幼娘已经羞得不行了。没想到二哥的胆子这么大，上来就拉人家的手。哼，不但是个小气鬼，还是个小色鬼。云超到家后，先盘点昨天运回来的几车东西。幼娘，昨天石头运回来的东西，你们看了吗？没有，石头说要等你回来再打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云超就召集几个亲信，直接捡了400两银子，分别扔给了4个小子。这些东西现在还不能拿出去乱花，容易引人注意。兄弟几个先每人拿100两吧，回去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。
二哥，我们全家都天天在你这里吃饭，这东西花不着，我就不要了。看到石头不要银子，贾满仓也把银子扔了回去。超哥，我也不要，这东西拿着烫手，万一家里有人没管住嘴，说出去就坏了。都拿着吧，100两银子不多，你们跟着我，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，这点好处算得了什么？失而复得，张四海那叫一个兴奋，想象着自己拿着100两银子回家的场景，就算不出去炫耀，自家人总能关起门来乐呵乐呵吧。张四海，你小子少嘚瑟，就算是自己家的人也小心一些，尤其是家里的小孩子。要是让我在外面听到一句关于这些银子的事情，后果你自己看着办。张四海还真就是这么想的，能在弟弟妹妹面前装逼，他这个当哥的也是很爽的好不好？张四海发现不但云超，其他几个小子也都正在用大眼珠子瞪自己，当即就毛了。你们都是什么眼神？我是那种泄露藏不住事的人吗？你就是那种人，我们都知道。放心，我要是让我们家小孩子知道，就天打五里轰。幼娘，别看了，跟我说说这几天卧龙沟那边工地的事情。林幼娘正在忘我的看那些珠宝首饰，眼睛珠子都快拔不出来了。云超一连喊了他好几声，这才如梦方醒。二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一大早，云超手下一众小子就全都来晨练了。看着精神抖擞的小伙子们，云超表示很欣慰。于是，云超的败家属性又发作了。各位兄弟，这几天大家辛苦了，等会儿吃完早饭，每人到幼娘那里领10两银子。我的话说完了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反对个锤子，傻瓜才跟银子有仇。一众小子全都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嗷嗷直叫。这一叫可不得了，卧龙村又轰动了。什么？云二那小子又开始发银子了，真败家呀！云超又亲自去卧龙沟北岸查看情况，工程进度还算满意，一众帮工干得热火朝天。3个监工跟着云超一边走一边介绍着工程进度。因为缺乏材料，没办法建造大型砖窑，所以窑匠挖的是比较原始的土窑。云超不由又在心里骂了100遍前世写网络小说的那些码字宅。什么制作一个模具，把土和成泥用模具扣一下，就是一个砖坯，扣一下就是一个砖坯，扣你娘个腿呀扣，纯粹就是意淫。云超大手一挥，告诉跟在后面的林幼娘和王婶，以后每天都要保证有荤腥，没有猪肉，就让人到卧龙沟里捕鱼。二哥，咱们的粮食已经不多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和镇上的粮店老板说好了，这2天他就会送一批粮食过来。说完，云超就让瓦匠去外面联系一批砖瓦。时间不等人，既然短时间内烧不出砖了，工程不能停，就先买别人的吧。看完砖窑，云超又视察了冯木匠他们的工程进度。冯木匠呲着大板牙，信心满满的告诉云超：东家放心，这1-2天就能好。很好，几位师傅，等咱们的乔竣工那一天，我请你们喝酒。鼓励完几个木匠，云超又去看几个石匠。这些石匠更辛苦，要成天往山里钻，寻找合适的条石，好为在卧龙沟里建造堤坝做准备。几位师傅放心，再等2天，等桥一好，牛马就能过来了。到时候用牛马往山外运石头，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超哥儿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家里出事了。四海，别慌，家里出什么事情了？是沙河村的华二姐婆家来人了，嚷着让咱们退菜哩。你小子以后要是再沉不住气，我就一脚把你踹到卧龙沟里。王婶，你告诉村里人，就说咱们工程还需要人手，只要是咱们村的，没有限制，除了那些二流子无赖，谁来都可以。对了，如果有人担保，外村的也行。超哥儿，招那么多人，咱们的粮食能跟上吗？没事，王婶，粮食不够你就提前给我说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你个臭婊子，还有脸哭，败坏了俺们沙家的门风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还有你们卧龙村的混蛋，要脸不要，连土匪婆子也收，真是没见过女人。今天你们要是不把这个臭婊子的彩礼还给我们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不会吧？云儿昨天带回来的3个女人竟然是土匪婆子？嘎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云儿那小子好色吧？你们还不信，连土匪婆子也不放过，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？那个正在哭的女人我认识，是我娘家沙河村的，叫花二姐，是我们村镇远房堂侄的娘子。沙河村的怎么成土匪婆子了？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被土匪抓上山了的。梁个熊，那3个女人该不会都是被土匪玩过的烂货吧？石头撵人。云超听不下去了，这帮吃瓜村民闲着没事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实在八卦的厉害。哎呀，你就是卧龙村的云二郎吧？我可是早就听说了，云二郎义薄云天，可是呀，闻名不如见面，原来也是一个小白脸，怪不得这个臭婊子愿意跟着你。你是？哥哥，我就是那个臭婊子的男人啊，你不认识我吗？哦，如果我听到的消息没错的话，你不是被土匪抓了吗？哥哥，小郎君还真是消息灵通了，我是被抓了，可是我又跑了，怎么不行吗？好好说话，不然就滚蛋。哼，于二郎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抢了我的老婆，怎么说？你想怎么办？要么让我把这个有辱门风的臭婊子带走，按照我们家族的规矩沉猪笼。要是你与二郎怜香惜玉，不舍得他死，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你要什么诚意？
既然你鱼儿能够仗义，那我也不能多要，你就给个50不100-200两银子就行。小官人，你就把我交给他们吧，我一条贱命不值那么多银子。闭嘴，男人说话，女人多什么舌？哼，小气鬼，胆小鬼，就会欺负自己人，有本事跟他们横啊！云超眼皮子直抽抽，要不是人多，非把小丫头片子抓过来打屁股不可。什么都没弄明白就褒贬是非，跟后世那些一上网就乱喷的键盘侠有什么区别？张四海，给你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，去把这家伙肚子里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，看看他是怎么从黑松岭上跑掉的。是。不容分说，张四海过去对着油头粉面啪啪啪啪就先来了一顿大耳刮子。完了，你完了，你们都完了，知道吗？我和你们村这的大公子赖守仁是好朋友，你们竟敢打我，我这就让他弄死你们！哦，说说看，你是怎么认识我们村郑大公子的？哼，怎么样，害怕了吧？告诉你，现在才害怕。完了，我和你们赖公子是在黑松，还说出来你们也不懂，反正你们完了。现在给我跪下来磕头，说不定爷爷一高兴还能饶你们一命。哈哈，让我猜猜，你是不是刚回的沙河村？你们是不是不知道他前段时间都干了些什么？哼，我三哥是被土匪抓啊，不过他跑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你们问他，让他说实话，是从土匪那里跑回来了，还是当土匪了？不可能，你胡说八道！三哥，你告诉这小子，他说的不是真的。张四海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是怎么说的？赶紧来几个人，把这小子弄到后院，我要亲自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不到2分钟就招了。当张四海把油头粉面重新拎回来之后，不用他说话，油头粉面就开始自己交代起来。听完油头粉面的自诉，不管是和他一起来的人，还是院子外面的吃瓜村民，全都懵逼了。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厚颜无耻之人。打死他！对，这样的家伙不能留，早晚是个祸害。村正，你就下命令吧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不用你动手，俺们就能弄死这家伙。是啊，村正，这种人已经坏透了，留着也是浪费粮食。什么？他是村正？听卧龙村的人喊云超村正，油头粉面和他一起来的人全都傻眼了，自己真是吃饱了撑的，竟然敲诈到人家卧龙村的村正头上了。这位小村正是我兄弟，不是东西，还请你原谅。我们这就带他回去好好管教，再也不准他出来胡来了。既然你们是沙河村的，那我跟你们打听个人，一个叫沙胖子的家伙，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？认识，他是我堂哥，怎么了？那你们不知道他死了吗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那你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听说是得罪了人，被人杀了。没错，沙胖子就是我们村正杀的。你们村的乡友没告诉你们吗？说你和赖大是不是在黑松岭上认识的？是。说赖大在山上都和你说了什么？他说要带黑松岭的大爷，不是土匪，去抓一个什么人，说那小子很有钱，只要抓了他，保黑松岭的大，土匪买业。好好想想，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对了，他说这是他老爹的意思，还说要抓的那小子姓于，最不是东西，最坏，最……这一下现场安静了。赖志成和他儿子没干好事，今天确定了，两个家伙还真是和黑松岭的土匪合谋算计自己。乡亲们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我以前说姓赖的和土匪勾结，有些人还不相信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别觉得他们和土匪算计的是我一个人，跟大家都没关系。真要是土匪进了咱们卧龙村，会放过大家吗？村正，啥也别说了，道理俺们都懂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姓赖的，弄死他们两个王八蛋。对，姓赖的爷俩不是东西，算计村正，还算计咱们卧龙村，绝对不能轻饶了他们。村正，你就下命令吧，姓赖的绝对不能留，不然咱们卧龙村早晚被他们害死。乡亲们，姓赖的这些年在咱们卧龙村作威作福，欺负过多少弱小，残害过多少乡邻，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，却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活活饿死。你们说，这种祸害能留吗？不能留，坚决不能留。村正，下令吧，咱们现在就去除了这个大祸害。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，云超一挥手，带着手下一众小子，带着嗷嗷叫的上百号村民，压着油头粉面一帮人，浩浩荡荡杀奔赖家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难道你们要明抢吗？四婆娘，滚开！让赖志成那个老乌龟滚出来！对，你们赖家人勾结土匪的事情发了，让赖志成和他儿子出来受死。姓赖的有种就自己出来，让一个女人挡在前面，算什么好汉？云儿，我们赖家人什么时候和土匪勾结了？你可别冤枉好人。郑大侄女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和你爹是好朋友，看在你爹的面子上，不和你一个妇道人家计较。你赶紧把姓赖的交出来，带着孩子回娘家吧。啥？不仅是赖志成的老婆，就连很多村民都是一头雾水。什么鬼？云超竟然叫赖志成的老婆大侄女，还说和他爹是好朋友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哼，你们知道什么？下河村的郑村正见了咱们村正一口一个老弟，一口一个老弟，客气这里。对，不只是下河村的郑村正，其他几个村子的村正对咱们村正也都客客气气。是啊，村正带着咱们打败了土匪，救了他们一命，
他们敢不客气？啥？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乖乖，云超这下牛逼大了，那么多村正都对他一个毛头小子客客气气，怪不得能当上村正。云儿，嗨嗨，云超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哼，不信你可以回娘家打听打听，亲口问问你爹，看看我们有没有说谎。这样吧，大侄女，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面子，你让赖志成出来，我找人和他对质。如果他没有和黑松岭的土匪勾结，我就当场给他赔罪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云，你保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那是当然，大侄女你问问大伙，我姓云的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？对，村正说话向来都是一口唾沫一个钉，不像某些人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。哼，还什么某些人，就是姓赖的，姓赖的说话还不如放屁。对，姓赖的最不是东西，说好的完事给我1斗粮食，到现在都没给。嘎，现场安静了，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瓜呀。王寡妇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姓赖的真和你那啥了？王寡妇，说说呗，姓赖的到底怎么欺负的你？王寡妇，别怕，说出来，最好说详细些，咱们大家给你做主。不管何时，不管何地，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。一听有大瓜可以吃，很多人的眼睛顿时就亮了，注意力当即就转移了过去。赖志成的老婆气够呛。王寡妇，你少血口喷人，我们家那口子最正派，什么时候和你有过关系？哼，我要是能证明，你怎么说？是不是把你们家那口子答应的1斗粮食给我？好，只要你能证明，不就是1斗粮食吗？我给。西西，你们家那位那东西上有一片青色的胎记，对不对？嘎，这一下不仅是吃瓜群众，就连赖志成的老婆都懵逼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云超彻底无语。现在是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吗？现在是打土豪分田地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些狗逼炼蛋的事情，难道就不能私下说吗？嗨，大侄女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，你先去把赖志成弄出来吧。对了，还有你的大儿子，也让他出来。看到一向威风八面的赖志成，居然像小孩子一样被老婆抱了出来，一众吃瓜群众几乎全都笑抽了。云儿，我出来了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是不是又来那一套，说我勾结土匪？没错，难道你们父子俩没有勾结土匪吗？哼，我说过，我们没有勾结土匪。你要非说我们勾结土匪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反正你现在人多，不如直接杀了我们。找这些下三滥的借口有什么意思？传出去也不嫌丢人。老赖啊，你也别拿话讲我，我云超不吃这一套。要是没有证据，我也不会带着这么多乡亲过来。赖大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他是谁。当看到油头粉面的时候，赖守仁彻底麻爪了。糟糕，怎么是他？赖大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咱们可是在黑松岭上一起待了好几天啊！你胡说！哼，云儿，谁知道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唾液？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就这种货色，说出来的话你也相信？老东西，你儿子说要算计你们村的云超，还要算计整个村子，然后你们和土匪二一天中我，得到的好处平分。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算计我们村子了？我只说要对付，嗨，谁也不对付。这下几乎所有人都听了出来，赖大这小子肯定和土匪有关系，要算计谁就不用说了，即便不是整个卧龙村，也是云超。姓沙的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在黑松岭上为了讨好土匪，亲手把你们村的一个女人扒了个精光，送到了土匪面前。那个女人不愿意，咬了土匪一口，你就生生把她的奶子割了下来。嚯！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如果赖大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个油头粉面简直比人渣还人渣，比畜生还畜生啊！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割过我们村女人的？油头粉面的话刚说到一半，就听人群里嗷呜一嗓子，和他一起来的一个沙河村人挣脱了束缚，嗷嗷叫着朝他扑了过来。沙亮宝，我把你个挨天刀的还我娘子命来！吃瓜群众又是一片哗然，今天的热闹还真没白看，大瓜是一个接着一个，真刺激啊！姓赖的，你们父子俩少要狡辩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这次我们攻打黑松岭，抓到的土匪多了，我吃过午饭就往镇上跑一趟，跟何巡检要几个俘虏过来，和你们当面对质，非让你们死个心服口服不可。说完，不等赖志成再说什么，云超就让手下的小子押上沙河村的人，转身离开。这就完了。云超走后，一帮吃瓜群众大眼瞪小眼，万没想到云超撤得这么干脆，你小子说撤就撤，俺们怎么办？走，赶紧走！没见姓赖的眼睛珠子都红了吗？别害怕，姓赖的一定会倒霉。超哥不是说了吗？他下午就去找何巡检，要几个土匪来作证。对，咱们下午再来。云超家里一众小子蔫头耷脑，都在生闷气。超哥、孙正，咱们难道就这样算了？眼睁睁看着姓赖的逍遥法外？是啊，超哥，不能就这样放过姓赖的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放虎归山，必有后患。超哥，不用你动手，只要你说句话，我现在就带人去弄死姓赖的。小气鬼，你的胆子也太小了！明明有人算计你，你就因为没有所谓的证据，就这样算了，真窝囊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满仓带10个小子跟我走。石头，你负责看家。是。哈哈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赖大呀！你要去哪里啊？
云儿，你不是去三水镇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赖村正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别遮着掩着了，请您现身吧。哈哈，云贤侄，真巧啊！没想到咱们爷儿俩在这里碰见了。赖村正是不是不放心，害怕我在和巡检面前说你们父子的坏话，准备去三水镇和我当面对质啊？是，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云贤侄，尽管咱们之间有些误会，但我相信通过巡检大人地调停，咱爷儿俩一定会握手言和的。哈哈，贤侄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对，赖村正，你说的很对。满仓，你说我下一步会怎么做？杀了他。嗨，满仓大侄子，咱不开玩笑好吧？怎么说我对你家有恩，这是事实吧？你要是不知道，可以回去问你爹，当年你家遭了大难，是不是我借给你爷爷的粮食？赖老狗，你还有脸说当初你借给俺爷5斗粮食，转过年就逼着他还1时，俺爷拿不出来，只得进山打猎，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。嗨，李兴啊，你说两句公道话，当年你爹受了重伤，是不是我借银子让他看的郎中？赖老狗，你还有脸提借银子的事情？你是不是忘了当时都说了什么？你说借银子可以，必须让俺娘跟你，结果俺爹被你气死了，俺娘也气病了，后来也死了。李兴，你去审问赖大，满仓，你去审问赖志成，我要让他们死得心服口服。不，云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卧龙村的村正，真要是有个3长2短，县里的老爷一定会派人来调查的，到时候你们都要有麻烦。1刻钟后，贾满仓和李兴先后带着赖氏父子回来了。超哥，没错，就是他们俩和土匪说好的，准备在半路截杀你。对，那次咱们进城，赖小二就跑去黑松岭报信了，找了几10号土匪，准备半路截杀咱们。幸亏上天保佑，狮子楼的打手半路横插一脚，来了个狗咬狗，咱们这才躲过一劫。超哥，你就下命令吧，这样的坏胚绝对不能留。是啊，村正，对这种人千万可不能心善，不然早晚被他们害死。村正，不用你亲自动手，俺跟他们赖家人有仇，把他们交给俺就行。凭什么交给你？俺和赖家人也有仇，交给俺，俺要报仇。俺也有仇，让俺来。云儿，云大侄子，云老弟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可不能下狠手啊，给俺们爷儿俩留条活路吧。云叔，云爷，俺不想死，你可千万别杀俺啊！要杀你就杀俺爹吧，这都是他出的主意。他还说，等巡检老爷处决完土匪的俘虏，就到县里告你，说你勾结土匪，还要说你煽动刁民作乱。老大，你个畜生，胡说八道！俺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？要有也是你自己想的，跟俺没关系。你们说，咱们该怎么处置他们？这样吧，看在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们留一个全尸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现在就可以说了。不要，云村正，你就发慈悲，把俺们当个屁给放了吧。云爷爷，只要你能饶俺一命，俺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辈子都给你当牛做马。差不多就行了，挖个坑把他们埋了吧。超哥，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东西，你看看。超哥，牛车上还有一个箱子，要打开吗？打开吧。这超哥，俺们不认识。平时让你们读书，你们都不当回事，现在傻眼了吧？有好东西放到面前，你们也不认识，你小子就不能淡定一些？喊什么喊？贾正经于某年某月某日向村正赖志成借粮5斗，半年后归还，本息共1担，立字为据。云超还真不知道贾满仓他爹叫贾正经，也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奇葩名字，太搞笑了。啥？这是俺爹跟姓赖的借粮的欠条？对，这就是一张欠条，借5斗，半年后还1担，翻倍。直娘贼，姓赖的王八蛋，也就是他死了，要是没死，俺非再杀他一回不可，这也太黑了。超哥，这些是不是都是欠条啊？你看看有咱们家的吗？这里头全都是欠条，有最近1、2年的，有前几年的，还有10几年前的，甚至还有几10年前的。啥？这么多都是欠条？那咱们村不全都归他们姓赖的了？没错，要是按照欠条上写的，把咱们整个卧龙村卖了都不够还债的。赖家人放债都是驴打滚，今年借5斗，明年还1担，2年呢，3年呢，10几10年呢，你们自己想吧，又该还多少啊？那姓赖的怎么不逼着咱们还钱呢？只要他愿意，咱们村的乡亲不全都是他的奴仆了吗？是啊，这么说，姓赖的岂不是没那么坏吗？这个问题我不能马上告诉你们，你们印象不深。这样吧，大家开动脑筋，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姓赖的拿着这么多欠条，却不急着逼大家还债？云超的问题一抛出来，一众小子顿时就提高了警惕。又来了，见一众小子全都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云超的鼻子险些没气歪。哥有那么可怕吗？瞧你们都是什么表情？满仓，你来回答。这是赖家人心善，不想看到大家受罪。不可能，赖家人绝对没有那么好心。李兴，你来说。姓赖的怕大家还不起，联合起来造他们家的反。马明，你说。超哥，俺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姓赖的没有逼大家还债，主要原因就只有一个，赖家人知道大家还不起这些欠债，就是逼着大家还，大家也还不上，
看，这张是王寡妇她公公当年活着的时候写的欠条，借了2斗粮食，貌似不多，但按照欠条上写的，如果利滚利到现在，至少要还几十担。你们说，王寡妇能还起吗？一众小子面面相觑，真没想到2斗粮食居然能翻到几十担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你们看这一张，是刘老头死了多年的老爹写的欠条，同样也是借了2斗，到现在还的话，至少100担不止。就老刘头家那种情况，你们说能还起吗？一连念了几章，基本大同小异，都是本来欠的粮食并不多，利滚利之下却变得非常多的那种。姓赖的利用这种大家根本就还不起的欠债，等于是给大家脖子上套了一条绳索。谁要是不听他们赖家人的话，他们就收紧绳子，到时候把欠条往外一拿，让大家干什么，大家就得干什么，懂了吧？一众小子面面相觑，原来还有这种骚操作。要不是云超解释，他们恐怕一辈子也想不明白。超哥，姓赖的为什么不把大家都变成他的奴仆呢？那不是更能压榨大家了吗？你们想一想，如果姓赖的把大家都变成奴仆，这么多人要管多少饭，哪有现在好？干活的时候就喊大家，连饭都不管，这种好事换成你们会怎么选？这一众小子觉得自己真是开眼了，姓赖的这也太狡猾了吧！好在有超哥带着大家除掉了这只老狐狸，不然的话，不但自己，就连自己的后代也要给赖家人卖命。好了，打扫一下现场，再检查检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，准备撤。超哥，牛车怎么办？要不要毁掉？毁掉干什么？赖家人不是东西，不关牛车的事情。这么好的一挂牛车，可不能浪费。这要是赖家人认出了牛车，不就知道是咱干的了吗？没关系，大家谨慎一些是好的，但这件事情用不着。咱们现在已经不怕赖家人了，就是他们认出来又怎么样？云超有句话没说，他就是要让卧龙村的人都知道，赖志成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忌惮他了。什么赖家人闹事怎么办？云超还巴不得有人闹事呢。如果赖家人都老老实实的，云超还真不太好收拾他们。当然，有些事情只能是私下里转，表面上是绝对不能承认的。无论是谁问起来，云超也会说不知道赖志成父子的下落。什么牛车？我半路捡的不行吗？我在市场上买的不行吗？拉车的小母牛看我长得帅，主动跑来的不行吗？对了，大家把这些银子分一分，全当是辛苦费。没有人对云超的做法有意见，在一众小子的心目中，所有的战利品都是云超的。云超能给大家分一些，就是天大的恩赐，根本不会贪多。60-70两银子，每个人差不多分了6两，跟着云超出来转一圈，不但亲手处决了赖志成父子，还有6两银子进账，这钱也太好赚了，怎么以前就没有发现咩？超哥，这些欠条怎么办？要收起来吗？收起来干什么？难道我还学姓赖的用他们要挟大家吗？点把火，烧了吧！一众小子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，他们生怕云超和赖家人学。算了，先不烧了，收起来吧，拿回去，我有用。一众小子回到村里，都说赖志成不见了。消息一传开，整个卧龙村都轰动了。有人说姓赖的心里有愧，害怕云超找土匪来对峙，悄悄溜了。有人说姓赖的跑到城里找县官老爷去告云超的状了。有人说姓赖的跳进卧龙沟的冰窟窿自杀了。有人说姓赖的被云超给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经过几个木匠和几10个帮工的努力，卧龙沟上的木桥终于搭好了。云超带着手下的一众小子，包括他们的家人，还有所有帮工，举行了隆重的竣工仪式。在仪式上，云超慷慨激昂，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给卧龙村人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一定要让卧龙村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都娶上媳妇，人人都过上地主老财般的生活。云超还在仪式上开展了一次小型的忆苦思甜活动，让手下几个小子的家人讲一讲过去的苦，说一说现在的甜，对比一下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同。这一下可不得了，众村民全都沸腾了，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跟着云超，好处竟然多到数都数不清啊！过去连饭都吃不饱，现在家里都能盖得起砖瓦房了；过去家里好几条光棍，现在都能娶得起美娇娘了。小妹，你回来了，咱爹怎么样？还好吗？郑巧云翘着脚，伸着白生生的脖子，拼命往前看，眼睛珠子都快长到云超身上了。赖志成的老婆一连问了他3遍，郑巧云才反应过来。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巧云，云二那小子不是东西，你以后离他远点。姐，我看云二那小子挺好的啊，跟着他的人都能吃饱穿暖，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好人吗？我这次回去可是听咱爹说了，云二那小子在战场上可厉害了，杀得土匪哭爹喊娘。哼，你知道什么？云二那小子可能害了你姐夫。不能吧？他什么时候害的姐夫？小妹，你看那辆牛车。咦，怎么像是你家的？没错，就是我们家的牛，可是他现在变成云二家的了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郑巧云太奇怪了，不过不是奇怪姐姐家的牛车变成了云二的，而是奇怪姐姐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？姐，你们家的牛车跑到云二家，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没有发烧啊？姐，牛好好的关在你家，怎么会跑到云二家了呢？是他偷的吗？不是他偷的，是他抢的。啊，云二这小子也太坏了吧！光天化日之下
竟敢跑到别人家里抢东西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他理论，他要是敢不还牛，我就去告他。云超正在兴致勃勃看牛车过桥，突然鞋子里窜出来一条人影，一把就拽住了他的胳膊，吓了云超一跳，以为是来了刺客。蹭的一下，云超拔出了牛耳尖刀，对着来人的心窝狠狠捅了下去。啊，好端端云儿这小子拿刀扎自己干什么？人家又没得罪你。幸亏郑巧云叫了一声，云超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收力。当他的手停下来的时候，刀尖已经刺破了郑巧云的衣裳，距离他胸前的肌肤连0.01公分都不到了。再看赖志成的小姨子，尽管害怕的浑身哆嗦，脸色却是潮红，粉扑扑的，还挺好看。两个人的一系列互动震惊了所有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当着大家的面，两个人怎么就闹起来了？超哥竟然要拿刀杀赖志成的小姨子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始乱终弃？郑巧云意识到自己的情况不正常，哪里还有心思问云超为什么要抢他姐的牛车，脸上像是火烧一样，捂着脸仓皇而逃。突然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，严重怀疑小娘皮给自己下了某种降头，怎么身上这么热，跟喝了2两似的。被赖志成的小姨子一搞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，人们的八卦之火这一烧起来，无论是说的还是想的，全都是云超和赖志成的小姨子，就连新桥的通车仪式都没那么好看了。突然，看守村门的护村队员跑来报告：村正，村外来了几辆大车，说是来给你送砖瓦的，要不要放他们进来？云超不敢大意，带着人亲自去了村口，爬到村墙的架子上一看，一个瓦匠当即就乐了：东家，他们是我找来的，是送砖瓦的。云超让人把大车赶到卧龙沟北岸，卸了车，验了货，结了账，告诉他们尽快再送几车砖瓦过来。送砖瓦的人走后，云超一声令下：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了，开始动工盖房子。东家，要不咱们再挑日子吧，找个好日子动土，现在就干，实在。哼，你们怕什么？我们村正是观音菩萨家前的三彩童子，知道什么是三彩童子吗？说了你们也不懂，你们只要知道我们村正是神仙就行了。神仙说的话，难道还会有错吗？几个瓦匠一听，似乎有道理。卧龙村的村正是神仙下凡的事情，他们最近可没少听人说，古人可不是后世怀疑一切的键盘侠，对这种神神鬼鬼的事情是相当迷信的。如果云超不是神仙下凡，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当上村正？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今天动土。不过几位师傅放心，只要你们认真负责，真要是出了事情，统统都算在我身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守门的护村队员跑来报告，又有几辆大车到了村口，说是来送粮食的。还不等云超说什么，一众村民就炸了。乖，散财童子就是散财童子，嘴跟开光了似的，说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今天就是个好日子。这边刚说要动土，那边就有人送粮食。是啊，云儿，嗨，云村正真神了嘿。几位师傅，这下你们放心了吧？刚说动工就有粮食来，这兆头多吉利啊！不仅是几个瓦匠，就连其他匠人也都觉得不可置信。难道卧龙村人说的都是真的？他们的小村正还真是神仙下凡，这嘴也太灵了，一说就准。三水镇开粮店的何掌柜亲自押着5辆大车送来了20担杂粮。没错，三水镇粮店的掌柜也姓何，云超高度怀疑他是何巡检的人。作为三水镇的巡检，掌控三水镇的生意很正常。何掌柜怎么才这么一点粮食？不够啊！小兄弟，村正，不是我不卖你粮食，实在是没那么多存货啊。你也知道，咱们三水镇是个穷镇子，老百姓一般都吃自己家种的粮，买粮食的人很少，我根本就不敢存那么多货，卖不出去就坏了。进货呀？难道你的粮食都是自己从百姓手里收的吗？云村正，你还真说对了，我的粮食并不是从别人那里进的货，就是自己收的。得，云超无语了，合着这货根本就没有进货渠道，没有进货渠道，你说锤子，赶紧给哥闪人。对了，何掌柜，我这里有几个人，麻烦你帮我捎给何巡检。何掌柜一头雾水，然而等云超让人把需要捎的几个人带过来之后，何掌柜总算是明白了，几个家伙一个比一个绑得结实，其中一个身上有很多血，看来受伤不轻。这村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何掌柜，他们都是沙河村的，看见没有？那个身上有血的家伙，曾经在黑松岭上当过土匪，还把他们村一个女人的奶子割了下来。你回去把他们交给何巡检，让他处置吧。何掌柜答应得很痛快，这也是他露脸的一个好机会。这段时间何巡检心情糟糕，他们这些下面的人也没少跟着吃挂啦，能带个土匪回去，也好让何巡检开心开心。四海，你带几个兄弟去县里跑一趟，找粮店的吴掌柜，让他送100石粮食过来。如果太晚就别回来了，在城里住一夜，顺便打听一下狮子楼的消息，低调一些，尽量不要让人知道你们是卧龙村的，明白了吗？第二天一早，云超叮嘱石头看家，顺便训练新来的小子，骑着高头大马赶赴青阳县。进城之后，云超哪也没去，
直接就去了吴掌柜的粮店。小兄弟，你不是已经让手下告诉我给你们卧龙村送粮食了吗？怎么还亲自跑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变化，不打算要了？云超没有说话，仔细观察着吴掌柜的表情，发现老家伙不思作为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吴掌柜，我这次来跟粮食没关系，该送多少还送多少。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，我手下那几个给你送信的小子去哪儿了？啊，小兄弟，你不会是担心我对他们不利吧？前天下午他们来交了定金，很快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哦，吴掌柜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想跟你打听打听，有没有那几个小子的消息。没有，小兄弟，我是真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我把手下的小伙计们找来问问，看看他们听说没有，好不好？好。吴掌柜把手下的小伙计喊来一问，结果没有一个小伙计说知道的。走，去吴老板家看看。小郎君，你可来了。奴家正发愁怎么才能找到你呢？看到小少妇如此激动，云超手下几个小子又开始面面相觑了。乖乖，看来超哥和武大的娘子真是有一腿啊，不然武大娘子见了超哥怎么会激动成这样，就像是远行的男人回来了一样。好像自己的魅力没那么强啊。小少妇一见自己怎么激动的都不行了，跟要抽筋了似的。小郎君，你真厉害，待在卧龙村就知道你手下人有难了。云超一听张四海他们有难，云超的一颗心当即就沉了下去，哪还顾得上男女是不是有别，一把就攥住了小少妇的手。老板娘，那几个小子到底怎么了？少妇之心顿时就跳成了一片，这么有力这么温暖的一双手，要是能经常握一握，那该多好啊。小少妇开始给云超讲起了张四海他们的事情，总的来说就是被曹都头逮进了监牢。老板娘，你知道那个曹都头住在哪里吗？小少妇，咱可不行这样，这要是传到俺媳妇耳朵里，小丫头又该吃醋了。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小少妇，云超带人直接就去了西街药铺。老赵这货真不地道，自己辛辛苦苦帮他养闺女，他却连自己的手下也不救。你们赵掌柜呢？让他出来。云超对着柜台里一个胡子拉碴、比狗都瘦的中年伙计说道：“我就是赵掌柜，小兄弟你不认识我了？”啥？赵掌柜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哎，家里出点事，不说了。小兄弟你要买什么？赵掌柜，我几个兄弟因为见义勇为被抓，你怎么不帮忙呢？云超无语了，合着人家压根就不认识张四海他们，何来的帮忙？何况看老赵这种倒霉模样，估计连看热闹的心思都欠奉。赵掌柜，你要是能帮忙把我几个兄弟捞出来，我就送你一份惊喜，怎么样？哎，赵润春带着云超很快就在县衙见到了曹都头。赵润春把事情简单一说，云超顺势塞过去10两银子，事情就算是成了。张四海他们还没有宣判，并不是关在监牢里，就关在县衙。曹都头直接就让人把他们给放了。看到是云超亲自来接自己，张四海和他带的4个小子当即就哭了。超哥，俺们对你丢人了，还你亲自跑一趟，俺们兄弟们受苦了，啥也别说了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是。几个小子一个比一个腰杆挺得直，这一刻他们再也不是青阳县的阶下囚，而是菩萨驾前散财童子手下的战士。云超并没有马上回卧龙村，而是跟着赵掌柜去了西街药铺。赵掌柜，之前我说过，只要你能帮忙，我就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哎，小兄弟不用了，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惊喜都没用了。见赵润春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云超气不打一处来。赵掌柜，不就是丢了一个女儿，用得着这样吗？大不了再生几个就是。咱们大武朝也没有计划生育，再说就是有计划生育，现在不是也鼓励生3胎了吗？小兄弟，你怎么知道我女儿丢了？嗨，赵掌柜，你丢女儿的事情是什么秘密吗？哎，瞧我这记性都贴悬赏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刚才是我激动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悬赏，赵掌柜，要是能把你女儿找回来，你给多少钱？1000两。谁要是能帮我找回女儿，我就给他1000两银子。只要有确切消息，我也给500两。赵润春一个医生，而且还是白手起家，可没法跟狮子楼的胖掌柜比，能拿出1000两银子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再多就要卖宅子。云超有些失望。哎，才1000两银子，不值当费那个劲啊。小兄弟，你知道我女儿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算了，1000两就1000两吧，谁让我这人心善呢？小兄弟，你这是……赵掌柜，拿银子，这都看不懂吗？没有银子，我怎么给你找女儿？这小兄弟，咱别开玩笑了，行吗？老哥都急成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，是不是有些太不厚道了？一听老赵竟然敢说自己不厚道，云超当即就急了，啪的一声把一条项链拍在柜台上。赵掌柜，你自己看吧。这是秀姑的项链。咣当，没有征求赵润春的同意，云超就把药铺的大门关上了。小兄弟，你关门干啥？难道想抢我的银子吗？老小子哪里还有刚才那副焦急的样子，一副老神在在的倒霉德行，仿佛是吃定了自己似的。你不急，我自然也不会着急。老小子想跟哥玩心理战术，后悔去吧。赵掌柜，感谢你能帮忙救出我几个兄弟，小子无以为报，这条捡来的项链就当谢礼了。家中还有事情，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云超离开药铺之后，并没有马上出西城门回家，而是拐到了县城的东南角，赖志成提前准备好的那座宅子。四海，你们都记住这里，以后进城
如果时间晚了，就到这里休息，知道吗？哦，明白了。云超离开青阳县，打马赶回卧龙村。没走一会儿，云超突然听到路旁的小树林里有动静，一众小子也都提高了警惕。云超没有说话，打了个手势。李兴带着义武小队小心翼翼走进了树林。片刻后，超哥，你进来看看吧，树林里有一头肥羊。赵掌柜，你好啊，怎么在这儿挂着呢？一棵歪脖子柳树上，赵润春赵掌柜像是一头被人褪了毛的白猪，正挂在树枝上摆来摆去。看见云超，赵掌柜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怪不得树林里有洞狗子的声音，原来赵掌柜的嘴被人堵上了。云超一摆手，几个小子把他从树上解了下来，顺手把他嘴里的臭袜子拽了出来。呸呸呸呸！小兄弟，多亏遇到你，不然老哥非冻死不可。云超让人拿过去一匹棉布，出城的时候在南货铺子刚买的。赵掌柜，你就将就一下吧，我们可没带着衣服。十几分钟后，云超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赵润春第一次出城被劫之后，实在不甘心，担心自己女儿，又凑了100两银子，准备第二次去卧龙村。谁知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原来的味道，连地方都没换，又被抢了一次。这次可能是觉得赵润春身上的银子带的太少，劫匪很不满意，除了扒光了他的衣服之外，还把他吊了起来。就在赵润春觉得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树林外传来的马车声。为了求救，赵润春拼命呜咽，这才惊动了云超，救了他一命。赵掌柜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早些把那1000两银子给我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哎，惭愧惭愧，做生意时间长了，满身的铜锈，让小兄弟见笑了。赵掌柜，不是我非要了你那1000两银子，救你女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弄不好就要搭上我这些兄弟的性命。你说我这些兄弟的性命不值1000两吗？赵润春想说他们的命还真不值1000两，可是没敢，自己女儿的生死还要着落在人家身上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自己就别嘴硬了。这匹棉布借给你，赵掌柜你赶紧回家吧，什么时候等凑齐了银子再去卧龙村找我，我一定负责把你女儿找回来，好不好？不好不好啊，小兄弟小兄弟，老哥求求你了，你就告诉老哥我女儿在哪里吧，没了女儿老哥真活不下去了。老小子要是真着急他闺女，之前在药铺的时候干嘛还摆出一副谈判的架势，这不扯淡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赵掌柜，银子不到位，我是真无能为力啊。现在才想起来打亲情牌，有银子你宁可送给劫匪，也不救济一下咱们这些穷人。要是不给你一点教训，下次你还不长记性。赵掌柜，说不行就不行，你要是胡搅蛮缠，我可要把棉布收回去，还把你吊树上来啊！见云超不答应，赵润春扑通一声，堂堂的青阳县名医，居然给一个小年轻跪了下去。李兴，既然赵掌柜不想回家，咱们就帮他一个小忙，把他再吊上去吧。李兴可不管什么赵掌柜李掌柜，他只听云超一个人的命令，答应一声，拖着赵掌柜就往树上吊。这小子怎么这么二？不就是没给你银子吗？还用不着把老子往树上吊吧？超哥，咱们虽然没办法把赵掌柜的女儿还给他，嘿嘿，是救出来，干脆帮他把强奸他的那些家伙除掉算了，你说好不好？不对劲，这里头好像哪里有问题。你说怎样才能除掉那些抢劫赵掌柜的人？既然赵掌柜连续2次都是一出城就被抢劫，肯定是有人盯上他了，让赵掌柜再回城一趟，然后再出城来个引蛇出洞，咱们就在这牢守株待兔。要是那些劫匪还来抢劫赵掌柜，咱们就能把他们干掉。行啊，四海，成语学得不错呀。嘿嘿嘿嘿，一般一般，都是超哥你教的好。光张四海万没想到，正说的好好的，云超突然飞起一脚，一下子就把他踹了一个跟斗。混账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云超是真生气了，不是气张四海自作主张，主要是气这小子不长进。来，你们谁告诉这货，我为什么要踹他？一众小子震惊的无以复加，能看出来，云超这次不是跟张四海开玩笑，更不是闹着玩，是真生气了。很少见云超发这么大的火，张四海这小子要玩啊！娘个腿，要玩你自己玩，连累俺们干什么？这下倒好，超哥儿又开始问问题了。李兴，你先说。作为手下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。张四海这小子犯了大忌。满仓，你说。张四海这小子不要脸，惦记人家赵掌柜的闺女。贾满仓，你个王八蛋，胡说八道！谁惦记赵掌柜的闺女了？老大的女人，我敢惦记吗？赵润春的眼神已经开始不对劲了，严重怀疑云超就是拐卖妇女儿童的大坏蛋。失望，你们都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张四海说的有道理？就算咱们不能帮赵掌柜把他女儿救出来，也能干掉几个劫匪？一众小子没有回答，不过眼神告诉云超，他们就是这么想的。用你们那颗比猪还笨的脑袋瓜子，好好想想，咱们要是让赵掌柜当诱饵，一旦劫匪有漏网之鱼，能不报复赵掌柜吗？张四海这小子光顾着自己痛快了，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，你们说该不该踹啊？除了赵掌柜有危险，咱们卧龙村也有危险。劫匪把赵掌柜抓住一审问，就知道是咱们杀死了他们的同伙。你们说他们能不报复咱们卧龙村吗？打！一众小子这次是彻底服了，
散财童子就是散财童子，脑瓜子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要是按照张思海的主意，非得卧龙村惹来大祸不可。小兄弟，我老赵可不是那种人，你们帮我报仇，我能出卖你们吗？能，你太能出卖我们了。其实赵润春一直都在懵逼中，完全没搞懂这帮小子在说什么。张嘴就是铲除劫匪，闭嘴就是除掉劫匪。你们当劫匪是大白菜吗？说除掉就除掉，真能吹，还担心事后劫匪报复老子。没本事就说自己没本事，别拿老子当挡箭牌。你们不告诉老子女儿的下落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吹了一个这么大的牛逼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能吹到什么程度。各位兄弟，你们不用考虑我的安全，我不怕报复，只要你们能帮我报仇，以后不管出什么事情，我都不怪你们。云超从赵润春的眼神里看到了鄙视和怀疑，明白了，老小子是觉得自己在吹牛。不过云超没中赵润春的激将法。赵掌柜，你自己不要命无所谓，别害了我们卧龙村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然我真要把你吊起来了哦。赵润春气得直哆嗦，无奈之下，赵润春只好先回城，等缓过这口气再说。然而还不等赵润春离开，树林外放哨的三耙子就走了进来。超官，远处来了4个骑马的人。赵掌柜，你记得抢劫你的人长什么样子吗？没看见，他们都蒙着面。他们骑马了吗？切了啊，小兄弟，你是说外面来的那4个骑马的？不对不对，抢劫我的是6个人，不是4个。赵掌柜，抢劫你的是10个人也没关系，现在回来4个就行了。云超没有搭理张思海和赵润春，摆了摆手，让三耙子把外面放哨的人叫回来。应付这种情况，根本就不用云超指挥，他手下一众小子有的是经验，不管来的几个是不是劫匪，先做好准备是不会错的。回去，三当家是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个开药铺的穷郎中吗？咱们拿了他1000两银子，他已经没钱了，还要放长线钓大鱼，钓个毛钓。我看他闺女早就被人玩死了，留着他干嘛？直接冻死算了。少说几句吧，三当家最近心情不好，你可别触他的眉头。是啊，三当家和二当家的交情最好，二当家死了，他正在气头上，可别招惹他。嘘，有件事情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别说出去。据说咱们的大当家也来了。大当家也来了？来哪了？废话，当然是来青阳县了，只不过没有跟咱们住在一起。说到这里，几个家伙已经走进了小树林，然后几个家伙就不说话了。直娘贼，小树林里怎么有这么多人？刚才自己说的话岂不是都被他们听见了？可惜还不等4个家伙反应过来，就咚咚咚咚咚一阵弓弦响，连情况都没弄明白，就一个接一个扑倒在血泊之中。你们这帮废物怎么都射死了，连个活口也没留？一众小子面面相觑，好像又闯祸了。都怪你们，老子一个人射就行了，你们干嘛都射？云超真想狠狠抽这帮小子一顿鞭子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心累，云超是心累，赵润春是心惊。我的天啊，几个那么凶悍的劫匪，连面都没看清，就被云超手下一众小子扑哧扑哧全都射死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乖乖，这帮家伙杀过多少人啊？下手怎么这么狠？这一刻，赵润春更怀疑自家闺女就是被云超绑票的了。只不过他没有证据，又害怕云超撕票，硬是忍着没敢问。接下来，赵润春看到云超手下一众小子的操作之后，就更加确定他们就是祸害自己闺女的坏人。面对满地的血腥，几个小子居然连丝毫犹豫都没有，就上去摸起了尸体身上的财货。天啊，这肯定是经常干啊，没干过10次8次，根本练不出这么熟练的手法。超哥真会气，几个家伙都是穷鬼，身上只搜出了几10两银子。赵润春更懵逼了，随身带着几10两银子还是穷鬼，这帮小子的口气也太大了吧！然而云超接下来的举动才让赵润春知道什么才叫口气大。银子不用给我了，你们都分了吧。嘿嘿嘿嘿，小兄弟，几个抢劫我的坏人既然已经伏诛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，这就告辞告辞。赵掌柜，何必这么着急呢？刚才你还不想走，现在怎么就急着走了呢？云超一句话没说完，呼啦一下，几个小子就把赵润春围了起来，一个个刀枪并举，一副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。赵润春腿都吓软。小兄弟，各位兄弟，别误会，我真不是回去报官，真不是要报官啊！你们看，赵掌柜像是要报官的样子吗？像，太像了，他就是要报官。还是超哥你英明，知道老小子不是东西，绝对不能放他走，不然他准去报官。对，俺早就说了，这种货色不能留。超哥，不如把他交给俺，俺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云超无语了，这帮小子现在怎么这么暴力，动不动就想杀人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千万可别培养出一帮杀人魔王啊！哼，说什么呢？赵掌柜可是咱们的贵客，我留他下来，可不是害怕他去报官，是想请他看一出好戏。好戏！不仅是赵润春，就连一众小子也都一头雾水。大冬天又是荒郊野外，到哪里去看戏？云超没有解释，让人收拾了一下现场。赵润春傻眼了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走吧。担心云超杀人灭口，留下来吧。和一帮土匪待在一起，实在心里没底呀。纠结中，时间过得像是老牛一样慢慢吞吞。
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超哥，又来了几个骑马的？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准备吧。老陆他们几个笨蛋，怎么到现在都没回去？还得咱们兄弟还要跑一趟。可不是咋的，三当家真是胆小，老李他们几个大活人能有什么危险？说不定早就跑到哪里快活了。你们都少说几句吧，小心一些，城外可不太平。嘎嘎，不太平也是咱们黑松岭的好汉弄的，咱们自己怕个毛。几个家伙下了马，一边说话一边往树林里走，结果话说到一半就再也说不下去了。小树林里居然站着一排小子，一个个手拿劲弩，正在朝着他们微笑。事发突然，几个家伙根本就来不及反应，就听嘣嘣嘣嘣一阵弓弦的弹响，瞬间就全都扑了街。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一众小子没有射对方的身子，压低弩箭，只是射了他们的腿。几个土匪一倒，一众小子一拥而上，控制住了他们的手脚，根本就不用云超交代。一众小子就开始分头审问起了几个土匪。看到云超这帮小子手段如此老辣，赵润春简直欲哭无泪，真狠啊，竟然比劫匪还劫匪。不过当赵润春断断续续、隐隐约约听到几个劫匪的交代之后，看云超他们的眼神渐渐就变了。小树林并不大，几个劫匪叫唤的声音又很大，赵润春就是想不听都不行。原来抢劫自己的才是黑松岭的土匪，云超他们和黑松岭没关系。天哪，狮子楼胖掌柜家的亲戚竟然全都是黑松岭的土匪，这谁能想到？太可怕了！很快就审问完毕，几个小子开始向云超详细汇报。云超没有逼着赵润春，就让他在旁边听着。这一下，赵润春算是彻底明白了，怪不得自己2次出城，2次被抢，原来黑松岭一直有土匪在盯着自己呀。而且赵润春还听到了一个不知道该喜还是该飞的消息，自己的宝贝闺女赵秀姑竟然是被黑松岭的土匪绑走的。不过她现在已经失踪了，黑松岭的土匪送她回山的路上把她弄丢了。小兄弟，云老弟，老哥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不仅我要感谢你，我女儿也要感谢你，你真是我们父女俩的大恩人啊。老赵，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以为我绑架了你女儿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云老弟，你英明神武，义薄云天，怎么能干出那种龌龊的事情？老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老赵，小时候我哥给我出了道题，我一直都没答对过，你有学问，帮我参谋参谋呗。什么题？我哥手里拎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鹅，问我是死是活，你说我该怎么回答？不等赵润春说话，云超手下一众小子就翻起了白眼，肯定是活的呀，你不是说鹅活蹦乱跳吗？超哥这是怎么了？出这么简单的问题，这是要给未来的老丈人拍马屁吗？完了，超哥肯定要娶赵秀姑了，不然不会对他爹这么客气。赵润春可不是一帮小年轻，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云超话里的意思，当即脸就白了，煞白煞白。云老弟，小官人，刚才是我不识抬举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您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计较啊！一众小子集体懵逼，怎么回事？超哥出的问题这么简单，明摆着是拍老赵的马屁，他怎么反倒吓成这样啊？此时此刻，张四海的脑子已经超频了，从3600转直接提升到了7200转啊！俺明白了，云小官人，你可千万别伤害我女儿啊！我求求你了。四海，你明白什么了？超哥，云大哥拎着一只活鹅，问你死活，你要是说活的，他就把鹅掐死；你要是说死的，他就放开鹅。所以你总是答不对，对吗？对，四海你说的对。不过，四海，既然你这么聪明，就说说为什么赵掌柜这么害怕，甚至还要给我下跪吧？在跟着云超之前，张四海连城都没进过，哪能想那么远，根本就答不上来。你们谁知道？尽管说错了也没关系。见张四海答不上来，云超就问其他的小子，一众小子齐翻白眼，俺信你个鬼！答错了不是没关系，是非常有关系。马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马明又毛了，你们那是什么眼神？都看老子干什么？见没人能答上来，云超表示很失望。这个问题回去之后都好好想想，过2天我还要问，知道吗？啊！一众小子都要哭了。张四海，你个王八蛋，没事装什么大头蒜？这下好受了，可把俺们坑苦了。老赵，你这是干嘛？放心，只要你的悬赏银子到位，我一定想办法救出你的宝贝女儿。赵润春一脸苦瓜相，说的容易，1000两银子，老子去哪儿弄？总不能卖宅子卖地吧？老赵，别的先不说，现在该你表演了。表演什么鬼？对，表演。你不是医生吗？医生对人体是最了解的。来，你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下什么叫庖丁解牛。说着，云超把牛耳尖刀塞到了赵润春怀里，吓得他娘又一声，险些把带着血腥气的尖刀扔出去。聪明的老赵怎么会不明白？云超这是要让自己献头名状。小官人，我是郎中，讲究的是医者父母心，救人可以，实在不会杀人啊。老赵，别害怕，过来，我给你看一些好东西。说着，云超就把赵润春拽到了一具尸体跟前。老赵，你看，人体分为头、颈、躯干和四肢几部分，这些你都知道，我就不说了。看这里，人体最外面这一层叫皮肤，皮肤再往里，这一层黄黄的东西叫脂肪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肥肉。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人的肥肉是黄色的，猪的肥肉却是白色的吗？
不仅是赵润春感到强烈的胃部不适，就连云超手下一众小子也都目瞪口呆。超哥真神啊，什么都知道，这都是跟谁学的？难道真是生下来就知道？怪不得是菩萨驾前的散财童子，就是厉害。云超可不管赵润春恶心不恶心，作为一个医生，要是连这点心理障碍都克服不了，还当的什么医生？不如回家奶孩子去求。老赵，看仔细了，等会儿我可是要提问的，你要是答不上来，想想那只鹅的下场。赵润春当即就老实了，关乎到自己宝贝闺女的生死，赵润春哪还管恶心不恶心，强打精神，瞪着眼睛拼命看，生怕记不住，害了自家闺女。不过在赵润春的心目中，已经给云超贴上了一个精神病的标签，哪有好人非逼着人研究尸体的？不是疯子是什么？老赵，咱们接着往里看，脂肪层里面通常就是肌肉，肌肉再往里是骨骼。对了，你看这些红色的管子，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吗？血脉，里面是血液。答对了，老赵，你真聪明，你的鹅又可以多活几天了。小官人，咱不提鹅好吗？我害怕。好，不提鹅，咱们继续研究人体。你看这些血管，也就是你说的血脉，有的颜色深，有的颜色浅，是因为里面流的血不一样。红色的是动脉血，暗色的是静脉血。云超这一讲起来可不得了，整整讲了2个小时还没完。赵润春也是越听越来劲，甚至把其他事情全都抛到了脑后，就连他的宝贝闺女都暂时忘了。听了云超一个个给他讲解这些内脏的作用，赵润春觉得自己前半辈子简直是白活了，愧对恩师，愧对杏林中的历代祖师啊！超哥儿，不好了，有一个土匪吓死了。土匪不吓死才怪，本来身上就受了伤，又被狠狠审问了一番，现在又眼睁睁看着2个疯子把同伙的尸体当猪羊一样研究，魂都吓飞了好不好？几个俘虏严重怀疑自己遇到的是真土匪，而自己是假土匪，这帮家伙哪来的？怎么比俺们这些土匪还土匪？一共有4个土匪，直接就吓死俩，当然也可能是失血过多，再加上惊吓，这才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云超一看这样下去不行，再耽误时间，老赵可就没办法献头名状了。老赵，等回去之后再慢慢研究。哎，这2个抢劫你的家伙，你现在可以报仇了。赵润春正在兴头上，对云超打断他的探究表示严正抗议，哪有时间跟云超啰嗦，连看都没看，回身一刀，扑哧一下结果了一个土匪的性命。我去，不仅是一众小子，就连云超都看呆了。老赵这一招太帅了，手法怎么这么老练？尖刀直接就从肋骨之间的缝隙里插了进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土匪的心脏，一刀毙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答完人后，赵润春跟个没事人似的，继续研究尸体，直到几分钟之后才渐渐反应过来。回头看了看还在往外鼓鼓冒血的倒霉蛋，赵润春用沾满血迹的手挠了挠头，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应该留着慢慢研究的。云超也麻了，自己是想培养出一个内外科全都精通的医生，并不是想培养出一个变态科学家呀。老赵，别研究了，天都快黑了，你还是赶紧回家吧。不顾老赵反对，云超一挥手，几个小子一拥而上，把尸体扔进了早就挖好的坑里，3下5除2埋了起来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啊！云老弟，我真的不能回去。你想啊，黑松岭的土匪是追着我出来的，现在我回去了，他们却没回去。你说黑松岭那个3当家能善罢甘休吗？算了，老赵，那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不过咱们可先说好，要是黑松岭的土匪对你的家人不利，你可别怪我们。一行人终于赶回了卧龙村，村口已经有人在等着云超他们了。看到众人回来，很多家属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。云超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了人群最前方的林幼娘。随着云超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林幼娘的地位也水涨船高，现在已经没人敢和她叫板了。看到林幼娘之后，云超的眉毛就是一皱，因为在小姑娘身后，一个珠圆玉润的小丫头也在蹦蹦跳跳。不是赵秀姑的小丫鬟玉珠，还能是谁？丫头片子高兴什么？好像哥跟你没那么亲吧？看到小丫鬟玉珠，赵润春再也坐不住了，嗷呜一嗓子，窜下马车，直奔前方的人群而去。这时候，人群里的赵秀姑和小丫鬟玉珠也都看到了赵润春，因为天色比较暗，再加上没往那方面想，2个小丫头硬是没把他认出来。他们没认出来赵润春，赵润春却认出了他们。秀姑，我的秀姑啊，你可想死定了！你谁啊？离我们家小姐远一些，小心我们家姑爷揍你！啥？姑爷？赵润春的脑袋嗡了一下，心拔凉拔凉的。小丫鬟喊姑爷，肯定就是自家的女婿啊！自己的宝贝闺女还没出嫁呢，哪来的女婿？完了，完蛋了，肯定是自家闺女被人给糟蹋了呀！你离我们远点，没听见吗？小玉珠，你不认识老爷了吗？你是谁老爷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，跟个大血粽子似的，还想冒充我们家老爷？赵润春裹着一匹棉布，满脸都是血，身上更是散发着难闻的血腥气。别说小丫鬟玉珠，就是亲生女儿赵秀姑都没能认出赵润春是谁。赵润春欲哭无泪，拼命解释，最后还是赵秀姑听着像自己老爹，这才把他认出来。小丫鬟玉珠，小丫鬟玉珠叫唤的正欢，一听小姐说大血粽子真是老爷，当即就蔫了。老爷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嗨，这些事等以后再说。秀姑，你没事吧？在古代遇到晕倒的女子，千万不要救哦，不然你是跑不掉的。男子只因给女孩做了人工呼吸，他的丫鬟就去告状了。
要求男子要负责。老爷，你要替小姐做主啊！云超那个小气鬼，他竟然亲小姐！嘎的一声，赵润春两只眼睛往上一翻，华丽丽的晕了过去。啊，快来人啊！老爷晕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这下好受了吧？竟敢说本真人的坏话，看你怎么办！小气鬼，赶紧救救老爷啊！大不了人家以后不叫你小气鬼还不行吗？云超懒得和一个小丫头片子计较，哗啦一下，把随身带的半竹筒凉水浇到了赵润春脸上，哗啦一下。赵润春彻底被冻醒。老爷，我刚才说错了，云超没有亲小姐，真没亲，也没按小姐的胸。嘎，赵润春又晕了。不仅是赵润春晕了，就连赵秀姑都晕了。一个大姑娘被人当众说什么亲啊摸的，就算不晕也得装晕，不然还怎么见人？小丫头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你再说下去，你家老爷和小姐都要被你气死了。哇哇哇！于是，当赵润春又一次被凉水泼醒之后，云超根本就没再给小玉珠说话的机会，一把就把她拽到了身后。然后云超跳上一辆马车。乡亲们，卧龙村的老少爷们，还有老赵，大家都安静一下。关于赵小姐的事情，我这里必须澄清一下。之所以小丫鬟误会我，是因为我为了救已经断气的赵小姐，采取了一些仙家手段，把我一口修炼了10几年的先天混元真阳气度给了她，并不是轻薄赵小姐。大家明白了吗？啥气？尽管吃瓜群众没听懂云超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基本明白了一件事情：云超并不是轻薄赵秀姑，是为了救她的命。好女婿，嗨嗨，好兄弟，不，小神仙，我要拜师，我要给你当徒弟。这样吧，老赵，我这一派最讲德行，你先住在我们村里，好好表现表现，给村民看看病。什么时候等功德积攒的多了，我再收下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吃饭的时候，赵秀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给赵润春讲了一遍。女儿，你放心，爹一定找云超好好谈谈，让他守口如瓶，不要把你的事情说出去。等一回城，爹就给你找一个好人家，保准你嫁得风风光光，丝毫不受之前的事情影响。啊，老爷，不行啊，云超轻薄了小姐，小姐怎么还能嫁给别人？一定要让云超负责。小丫头片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？去打洗脚水。丫头，云超那小子不似良配，记住不能和他走得太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就在赵润春教训自家闺女的时候，云超的卧房里，小姑娘林幼娘已经纠结得不行了。二哥，你以后不要亲狐狸，嗨嗨，不要亲别人了好不好？要是实在想亲，就亲奴家吧。小丫头，跟谁学的？什么奴家的，真难听。哼，那2个狐狸精都是奴家的，你怎么不说他们难听？坏二哥，臭二哥，睡你的觉吧，人家不让你亲了。第二天上午，云超放出话，说是从城里请来了名医，卧龙村的乡亲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，可以来看郎中，免费，关键是免费。这一下，卧龙村又轰动了，看着院里院外黑压压的人群，赵润春都快哭了。云老弟，云村正没有药，你让我怎么看病？老赵啊，咱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中医既能内治，也能外治，没有药。难道你不会用针灸吗？针呢？我没针啊。老赵啊，没想到你看似忠厚，实则奸诈，没有针，难道你不会用手按摩推拿吗？以指代针，以掌代药，这是不是你们祖师爷说的？就在云超一方热火朝天的时候，赖之成的老婆实在待不住了，和小妹郑巧瑜一起带着小儿子离开了卧龙村，回娘家请老爹出马。大闺女就嗷呜一声扑到他怀里哭了起来。这一下郑大力毛了，谁惹你了？告诉爹，爹弄死他。爹，我姐夫不见了，也不知道是跑了还是被人害了。我姐是想让你帮忙找找他。什么？赖志成那小子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赖之成的老婆把云超如何对他们详详细细、添油加醋的给他爹郑大力说了一遍。可是等了半天，郑大力居然没有反应。爹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哎，大丫头，听爹一句劝，回去之后再也不要提什么赖志成，也不要再找云儿的麻烦，带着你的小三好好过日子吧。啊，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疼女儿了吗？大丫头，难道你就看不出来那个云儿比老爹还强吗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比爹还强？大丫头，你也不想想，那个云儿从一个啥都不是的穷小子，到当上卧龙村的村正，才用了多长时间？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？爹，你是说那些泥腿子传说的都是真的？云儿真是神仙下凡，是什么散财童子转世？渔夫之言，大半不足信。不过有些事情说不清楚，反正你记住一点，你是斗不过那个云儿的，就连赖志成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是你。爹，不是还有你吗？爹也不成，这次去黑松林剿匪，爹已经和那个云儿打过交道了。别说爹已经老了，就是再年轻20岁，也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爹，你是不想管我的闲事，才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大丫头，爹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去三水镇打听打听。别说你爹一个人，就是其他几个村子的村正联合在一起，也很难斗过那个云儿。娘，你别怕，等我回去之后，一定想办法杀了鱼儿，给爹报仇。小三，好样的！你要记住，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杀死云儿，
给你爹报。爹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大丫头，我刚才是怎么给你说的？带着你的三儿子好好过日子，你倒好，竟然让小三去给赖志成报仇。怎么报仇？就他能斗过云儿？老东西，你为什么打俺娘？不就是一个云儿吗？我回去就杀了他。我把你个败家玩意，再敢朝我瞪眼睛，我弄死你个小狼崽子！爹呀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就看在女儿的份上，饶他一回吧。你们就护着这个小狼崽子吧，早晚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郑大力的话还真应验了，没到晚上，两个闺女就风风火火跑了过来。爹，小三他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烧起来了？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找牲口，别让他们伤到人。时间不长，张四海就跑来报告，说是有个老太太被牛顶了，受伤很重，昏迷不醒。老赵呢？赵任春呢？赶紧把赵医生喊过来。来了。查，你们都去给我查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火是怎么烧起来的。时间不长，王石头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了看云超的脸色，犹豫了一阵，然后趴在云超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。什么？真是有人放的火，看来还是我云超太善良了。满仓，你带人封锁村子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进出。是，石头、四海，你们各带一些人，在村里给我查，看看到底是谁放的火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揪出来。是，二哥放心，要是找不到人，你拿我们是问。郑大力带着两个闺女，终于在天黑之前看到了卧龙村。然而还不等郑大力松一口气，就远远看到卧龙村上空升起了一股浓烟。完蛋了，这下完蛋了。爹，这是。去，石头带几个人去赖志成家看看，看看都有谁在家。石头带人绕着赖家的院子转了一圈，石头很快就发现了猫腻。你们俩爬上这棵树，翻进去瞧瞧。石头哥，院子里有人，是赖小三。赖小三，给我滚出来！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砸烂你们家的门。石头哥，赖小三往后院跑了。石头哥，他要从对面的墙翻出去。你们谁也别进来，你们要是进来，我就放火烧房子。好啊，小兔崽子，赶紧放火！我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自己家房子点着的。伴随着扑通扑通两声，树上的两个小子已经跳进了院子。赖小三彻底慌了神，像是一只无头苍蝇，满院子乱窜起来。把这小子带回去，交给二哥处置。赖小三恐惧极了，他想起了黄三。当日云超处决黄三的时候，很快赖小三就被带到了云超面前。看着还不到10岁的赖小三，云超直嘬牙花子，这就是大武朝版的熊孩子吗？石头，召集全体村民紧急集合，我要和大家商量，看看怎么处置这小子。是，二哥。超哥，赖志成的老婆和下河村的村长来了，说是要见你，要不要放他们进来？伴随着锣声，卧龙村的村民但凡能动弹的全都到了晒谷场。土台下面躺着的小子是谁啊？好像还绑着。我刚才过去瞧了，是赖志成的小儿子。乖乖，云儿，嗨嗨，村长绑他干嘛？这是要斩草除根吗？嘘，别胡说八道，听说是赖小三放的火。真的假的？他还是个孩子，小孩子也知道放火。你可拉倒吧，小孩子怎么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赖小三这小子最坏，从小就坏。你忘了他偷看你们家那口子上茅房的事情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也偷看了？见人来的差不多了，云超这才让贾满仓打开大门，把郑大力他们放进了村子。郑大力一看现场的情形，心就沉了下去，看见自己儿子五花大绑，像死狗一样扔在地上。赖志成的老婆哪还能淡定得了，嗷呜一嗓子，跳下马车，奔着土台就跑了过去。然而还不等跑到跟前，几杆长枪就顶住了他的前胸。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。爹，认清了现实，赖志成的老婆不敢硬来，只得回头求助郑大力。云老弟，是我啊，我是郑老哥啊。郑大力这一开口，卧龙村的村民彻底相信了。云超之前没有对赖志成的老婆撒谎，还真是和下河村的村正称兄道弟。好在云超还算给面子，让手下的小子把他放了过去。不过赖志成的老婆还是不能过去。哼，谁知道赖小三放火是不是有人教的？让你过去，你要是对村正不利怎么办？老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要是犯了什么错误，老弟你看在老哥的面子上，就饶他一回吧。郑村正，有句话我必须问清楚，不然寝食难安。赖小三放火，不是你指使的吧？老弟，你误会了，老哥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孩子放火呢？你要相信老哥，老哥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就天打五雷轰。郑村正，你是不是除了救你外孙，还想知道你的好女婿赖志成去哪里了？郑大力汗都下来了，云二这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说到脸上，这是一点儿也没留转圜的余地呀！不用反驳，你的好女婿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都干了什么。不知道你闺女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？他要是没告诉你，就是想把你往火坑里推。大丫头，还有什么事情你没告诉我吗？云二，你小子少血口喷人，我们家那位就算和你不对付，你也不能冤枉人。你成天说他和土匪勾结，想要算计卧龙村，有什么证据？全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胡说。证据？我不是已经找人和赖志成对峙了吗？那都还不算证据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
哼，谁知道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家伙？随便找个人就能当证据，我也能找到证据。我不是去三水镇找和巡检要俘虏，回来对峙了吗？赖志成那家伙跑什么跑？哼，我们家那位不是跑，他是去县里找大老爷给他做主，谁知你居然在半路害了他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害了赖志成？有什么证据？你当我傻吗？你们家那辆牛车就是我们家的，是他们父子俩出去的时候坐的，现在跑到你家去了，难道不是你害了他们吗？郑村正，当着卧龙村这么多乡亲，你可以问问当日的情况。沙河村有个家伙当了土匪，说之前在黑松岭见过赖大，亲耳听赖大说要和土匪一起算计我云超，算计我们卧龙村。谁知赖志成不承认，我去找和巡检要俘虏回来对峙，赖志成和赖大害怕，偷偷就跑掉了。这就是事情的原委。你要是不相信，除了问乡亲们，还可以去三水镇找和巡检，问问俘虏的土匪，看看赖大是不是上过黑松岭。不可能，你胡说八道。大姐，云儿说的是真的，我亲耳听见姐夫他们说和黑松岭的土匪算计云儿的事情。不可能。那牛车呢？牛车你怎么解释？哼，我们是在路上捡的牛车，根本就没看见赖志成和赖大。你胡说八道，他们父子俩坐着牛车进城，你们捡到牛车，那他们俩呢？那谁知道，说不定是故意扔下牛车，制造一个被土匪杀死的假象，留你在村里做挡箭牌，他们早就跑到其他地方快活了。嘎嘎，说不定这时候赖志成已经搂着漂亮的小娘子睡觉了。赖志成的老婆不由也怀疑起来，难道张思海说的是真的？赖志成那个老淫棍真来了一招金蝉脱壳，跑到其他地方快活去了。云老弟，你要相信老哥，老哥是真不知情了。云老弟，我刚才已经听人说了，是这小子误会你害了他爹，这才放的火。有道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既然他是你们卧龙村人，就该由你这个村正处置，老哥不管了。爹，大丫头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小子小年纪就知道放火，要是等他长大了，还不得杀人造反了？与其到时候让他害了你，还不如现在就这样吧。郑村正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不处置赖小三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还没说完呢，我可以看在你爹的面子上，不追究赖小三放火的事情。不过你爹说了，国有国法，毕竟赖小三放了火，等于是犯了国法，我会把他交给和巡检，让和巡检处置。这下你不用担心我公报私仇了吧？啊，真的？赖志成的老婆高兴极了，到了和巡检那里，巡检大人看自己儿子年纪小，肯定会网开一面的。然而还不等赖志成的老婆高兴多久，郑大力就吓得一蹦3尺高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云老弟，你千万别看老哥的面子，老哥求求你，今天你必须处置这小子。你要是下不去手，老哥替你来。郑大力连刀子都抽出来了，想要当场结果赖小三，幸亏2个闺女拼命阻拦。云儿，村正，我儿子烧了你的牲口棚，我愿意加倍赔偿，只求你饶他一命，好不好？他还是个孩子啊。说着，赖志成的老婆扑通一声给云超跪了下去。云超眼皮子直抽抽，最讨厌的就是这句他还是个孩子，简直能活活把人气死。呸，你能怎么赔？我们村正的牲口棚可不是一般的牲口棚，是从黑松岭土匪的山寨拆回来的材料修的，真贵着呢，你赔得起吗？5两银子够重新修一座牲口棚了吧？你要知道，你给的钱不仅是牲口棚，还有你儿子的命，你儿子的命难道就值5两银子吗？那你们说要多少？哼，还是按照村正说的，把赖小三送到三水镇吧。和巡检说让你们赔多少，我们就要多少。放心，我们1文钱也不多要。我们家的田地都不要了，用来换我儿子一条命，这下总行了吧？一众村民炸锅了，没听错吧？赖志成的老婆竟然要把自家的田地都赔出去，这是不打算过了咋的？张思海得意极了，自己立大功了呀！不行，为什么？你们家的田地倒是够赔我的牲口棚了，可是因为你儿子放火惊了牲口，把张婶撞成了重伤，现在还生死不知，这你又怎么说？啊，我愿意把我们家的房子赔给张婶，除了我们母子随身的物品，什么都不要了，都给张婶，好不好？赖志成的田地和房子等于是一个标志，赖志成的老婆一交出来，就等于是赖家的势力在卧龙村彻底消亡了。郑老哥啊，既然你亲自跑一趟，我也不能不给你面子，就按大侄女说的办，签了契书，你就把他们母子领走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赖志成的老婆就收拾了一些随身物品，装上家里还剩下的一辆牛车，跟着他爹郑大力离开了卧龙村。中午的时候，又有好消息传来，城里粮店的吴掌柜派人给云超送来了100石粮食。就在云超看着仓库里的粮食高兴的时候，张思海的老爹突然找了过来，说赶紧去工地看看吧，出事了。云超来到出事地点，发现杨石匠跪在地上，紧紧握着儿子的手，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杨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东家，我们是遇到野猪了，大郎是被野猪撞的。石匠们在山里采石头的时候，遇到了一窝野猪，领头的大公猪一看见人就毛了，不容分说就冲了过来，
为了掩护自己老爹，杨石匠的大儿子主动冲了出去，尽管在野猪头上抡了一锤，但还是被野猪撞中，身受重伤，昏迷不醒。老赵呢？去请老赵了吗？已经有人去了，应该快。赵神医来了。一看杨石匠大儿子的症状，赵润春就一皱眉，怎么又是这种内伤？对于一个没有针更没有药的医生来说，这种内伤简直就是束手无策。来吧，老赵，给你针，这下总能治了吧？还真别说，赵润春确实有两下子。扎了几针之后，杨石匠的大儿子就咳嗽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哪怕不懂医的普通村民也知道赵润春的治疗起了作用，当即就送上了一连串的彩虹屁。神医就是神医，杨石匠趴地上就给赵润春磕起了头。赵润春最吃这一套，只要有人夸赞他医术高明，他就飘飘然，跟喝了2两似的，浑身都舒坦。云超见人暂时没事了，就开始详细询问杨石匠大儿子受伤的过程，是在哪里受的伤？那窝野猪现在怎么样了？东家，最近山里有很多动物都跑出来了，光是野猪俺就见过好几次。是啊，村正，可能是山里缺吃的了。俺前2天还看见一只狼呢。村正，俺也看见狼了，不是一只，是好几只。老赵，现在你有针了，赶紧去看看昨天晚上被牛顶伤的张婶，看看还有没有救。石头，你在家里训练那帮新来的小子，满仓、志远，带着你们的小队跟我进山一趟。说干就干，不过该准备的东西还得准备，长枪、钢刀、盾牌、弓弩，一件也不能少。另外，云超还专程去请了村里的老猎人乔七叔。乔七叔是卧龙村现存的唯一猎人，剩下的猎人都被猎物变成了猎物。猎人和猎物之间有时候是可以互相转换的。尽管乔七叔活了下来，但也没落着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打了半辈子猎，乔七叔最终还是遭了难，被狼群围攻。尽管凭借精湛的猎术逃了一命，乔七叔还是被咬掉了一只手，变成了残疾，少了一只手的猎人，还打个毛的猎，不被猎物吃掉就是好的。别说打猎，就连重活都干不了。乔七叔这几年过得相当困苦，已经到了即将饿死的边缘。云超一说要请他进山，乔七叔的头摇得像是拨浪鼓，连声说进山太危险，他不能带着村正冒险。可是当云超说起当一天向导就给他5升粮食的时候，乔七叔当即就把胸膛拍得咚咚响。村正你放心，要是找不到猎物，你就把俺老乔扔到山里喂狼。云超并不是让乔七叔打猎，主要是让他当向导。山里的动物很多，可是如果不懂藏，一天也不一定能打到一只猎物。乔七叔带着云超他们刚进山不久，就找到了一窝山鸡，还不等乔七叔说话，几个小子就迫不及待把手里的弩射了出去。可惜山鸡不是土匪，体积在那儿摆着，几个小子发射的又比较仓促，弩箭定在树干上，定在泥土里，定在石头上，就是没定在山鸡身上。受到惊吓，山鸡们一哄而散，扑棱扑棱连窜带飞的跑掉了。云超气得直踹人。之前是怎么交代你们的？乔七叔不发话，谁也不准射，都忘了吗？第一次狩猎，云超并没有急着一进山就直接去找大型野兽，准备找一些小猎物，先让大家练练手，别到时候太紧张，没打着野兽，到反被野兽给伤了。乔七叔见云超发火，连忙劝说：超哥不用生气，刚开始都是这样，头一回跟着俺爹进山的时候，但还不如他们呢，看见一头野猪就吓软了。时间不长，乔七叔突然往侧前方一指，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是一只灰色的野兔。这一次一众小子吸取了教训，直到乔七叔打了一个可以发射的手势，才把手里的弩箭射了出去。中了，射中了。接下来乔七叔带着众人在山里转悠了一天，拢共打了10几只山鸡，还有7、8只野兔。至于野狼和野猪，一头也没看见。这不能说山里的野兽少，而是乔七叔故意为之。无论是大型野兽还是野兔、山鸡之类的小动物，都有他们的行动规律，想要猎杀它们就需要专程寻找，而不是胡乱转悠撞大运。10几号人全副武装，一天才打了这么多猎物，说起来绝对是赔了。然而云超却很欣慰，今天收获不错，明天咱们再来。第一次打猎就能有这种收获，云超相信只要锻炼一定时间，肯定能打到大型野兽。当天晚上，云超手下一众小子就享用了野味，尽管已经给了乔七叔5升粮食的报酬，云超还是把他拉到家里吃饭，差点没把乔七叔撑死。记不清有多久，自己都没吃过这么饱的饱饭了。村正，谢谢你能给俺老乔一条活路，俺老乔别的本事没有，这条命就卖给你了。乔七叔，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，这几个馒头拿回去，也让家里人尝尝。云超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大方，只要别人对他不吝啬，他就不会对别人吝啬。乔七叔今天当向导，绝对拿出了真本事，不仅带着大家寻找猎物，还循循善诱，教了大家很多东西。别看乔七叔说的都是一些打猎经验，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但对于云超来说，这些经验都相当宝贵，不仅能让大家成为猎手，关键时刻还能保命。一条命不比什么值钱，多给几个馒头又算什么？可能是昨天吃了一顿饱饭。第二天在进山的时候，乔七叔的精神面貌简直和昨天判若两人，一众小子也都信心满满，一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的架势。见差不多了，云超就向乔七叔提出要求，想让他带着大家寻找野猪。
乔七叔的头又摇起了拨浪鼓。村正不行啊，这帮小子才训练了1天，要是现在遇到野猪，他们非慌神不可。一旦乱了阵脚，被野猪冲过来，损伤可就大了啊。乔七叔，你说的是普通人，我这些兄弟不一样，他们土匪都不知道杀了多少，岂会害怕几头畜生？乔七叔这才想起来，不能把云超手下这帮小子当一般人看，这帮家伙可是连黑松岭的土匪都打崩了，几头野猪又算得了什么？好，村正，那俺老乔就带着大家冒一回险。不过有些话俺必须说清楚，希望大家都能听进去。很快就带着众人找到了一个小山谷，站在山岗上，居高临下往下一看，一众小子全都惊呆了。山谷里有一群野猪正在觅食，他们用长长的嘴巴拱开地上的枯枝败叶和泥土，啃食埋在地下的草根。野猪都饿到吃草根了，可见食物已经匮乏到了什么程度。乔七叔没有急着让大家动手，而是小声讲解起了捕猎野猪的知识。冬天野猪比较喜欢躲在背风的地方，比如这样的小山谷。一众小子听得聚精会神，云超也听得兴致勃勃，感觉讲得差不多了。乔七叔这才让大家按照刚才讲解的方案开始分头行动。几小时后，云超拢共带了10来个小子，现在一次性就猎杀了6头野猪。别说继续打猎，连这6头野猪都弄不回去。小的有100来斤，大的足有300斤往上，就是再来10个人也弄不出山。没有办法，云超只好让贾满仓带了几个小子出山去喊人。可惜没人相信他说的是真的，刚进山就打到了6头野猪。玩笑不是这种开法好不好？大家都很忙，这么多人跟着你去山里跑一圈，很耽误时间有没有？最终还是张四海、贾满仓、罗志远3个小子的老爹经过商量，决定信他一回。想来这种事情一般没人敢开玩笑。等几少帮工跟着贾满仓看到6头野猪之后，一个个全都傻眼了。野猪这么好打的吗？以前怎么不知道？卧龙村人哪个不是从小就和野猪斗智斗勇？很多村民都被野猪伤过，在很多人的噩梦里，野猪是最可怕的，同时也是最可恶的。现在就有6头野猪死在眼前，他们身上狰狞的血窟窿告诉大家，这不是做梦。当即就有一个哭了起来。爹啊，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曹哥，云村正替你报仇了。他这一哭可不得了，又有好几个帮工哭了起来，有高位爷爷的，有高位叔叔大伯的，无一例外都是大家被野猪杀死的亲人。在告慰去世亲人的同时，这些人也对云超感恩戴德，感谢云超替他们报仇雪恨。云超没想到自己只是带人杀了几头野猪，竟然能收获这么多感谢。看来这种活动以后要多搞，经常搞，频繁的搞。众人兴奋了一阵，这才在云超指挥下，用树枝和藤条制作了一些简易担架，几人一头，抬着野猪往山外走。说是担架，其实就是把野猪的4个蹄子分别绑在2根粗大的树枝上，前后各有2个人抬着树枝的两端。兴奋之下，众人的速度很快，2个小时就出了山。出了山就是卧龙沟北岸的工地。看到众人回来了，正在怀疑是真是假的帮工们一拥而上，全都跑过来看热闹。好家伙，还真是6头野猪啊！这么多野猪，要是跑下山，该毁坏咱们多少粮食？乖乖，草根干掉了这么多野猪，可算是给咱们村除害了。可不是咋的，有了超根，咱们以后都不用害怕这些野猪毁庄稼了。让众人兴奋的还在后头，云超当众宣布，今天加班加点处理这些野猪，明天就吃野猪肉。一众帮工都快乐疯了，这么多野猪，别说都吃，就是能吃1头也好啊。不过年不过节也能吃上野猪肉，可见自己来云超的工地帮工是多么英明。和兴奋的帮工不一样，宣布完明天吃野猪肉，云超就麻爪了。明天吃野猪肉可以，可是你们谁会杀猪？一帮农民肉都没吃过几回，更不要说杀猪了。除了上次正途送猪来的那回，基本上所有人都没见过杀猪是什么样子。老赵郎中呢？把他喊过来。赵润春正在村里给村民苦逼的推拿，听说云超找自己，连忙扔下按到一半的村民，着急忙慌跑到了卧龙沟北岸。之所以跑这么快，不是老赵对云超有多敬重，主要是不想再推拿了，累死老子了有没有？可惜赵神医的人设已经立了起来，村民找到他就不好意思拒绝，只得捏着鼻子吭哧吭哧的给人推拿。好容易有个脱身的机会，赵润春怎么会不赶紧抓住？不是我赵神医不给大家治病，主要是村正的话必须听。然而当赵润春知道云超找他干什么之后，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早知道是干这种事情，还不如待在村里给人按摩呢。老赵啊，万事万物道理都是相通的，我知道你对人体感兴趣，瞧，我给你准备了6头野猪，你就把它们当人体研究吧。对了，在研究的同时，顺便把它们分割一下，也让大家看看你庖丁解牛的本事。来吧。赵润春都快哭了，云儿你个王八蛋，老子是医者，医者知道吗？不是屠夫，不是屠夫啊。是，大家就看到了赵神医的另一面，一把尖刀拿在手，立刻就化身变态屠夫。就这样，当6头野猪全都处理完毕，起先的抵触情绪也没有了，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。老赵医生，赵郎中，淡定一下，冷静下来。云超喊了半天，才把半疯狂状态的赵润春唤醒。看到满地的污血垃圾，赵润春呕了一声，当场就吐了起来。老赵辛苦了，
今天晚上我亲手下厨，给你做一盘香喷喷的猪下水，包你吃了1回想2回，吃了2回想3回。一想到野猪那些腥臭的内脏，赵润春吐得更厉害了。云儿，云村正，别说了，我求求你，别说了好吗？哦。就在卧龙村人欢天喜地吃肉的时候，青阳县里有人却在咬牙切齿。鲍旭，你个王八蛋，欺人太甚，早晚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。昨天傍晚，鲍旭直接带人找上门来，不容分说就带走了胖掌柜的3个美妾。过去是胖掌柜的女人，现在是萧德让的禁鸾。鉴于鲍旭的武力，萧德让嘴上没说什么，其实心里早就恨疯了。哪怕过了一夜，一想起那3个美妾，萧德让还是禁不住目眦欲裂。你们几个混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把那个女人给老子找回来！是。三当家，你要的糖醋鲤鱼做好了，请慢用。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，萧德让刚拿起筷子，门口就走进来2个小美女。一看到他们，胖掌柜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2个贱人，以前跟着自己的时候，小嘴那叫一个甜，什么这辈子都是你的人，你真棒。后来来了个萧德让，他们立马就改了口，你才是最棒棒的，比那个死肥猪强多了。大官人怎么一个人喝酒，不叫我们姐妹陪你啊？大官人，人家不喜欢有恶心的人在场呢。于是胖掌柜就被萧德让撵了出去，然后他就不知道屋里的情况了，不知道那条加了料的糖醋鲤鱼到底进了谁的肚子。和青阳县里发生的事情比起来，下河村的事情就要简单多了。大丫头，小三子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找个地方好好磨磨他的性子，就让你兄弟送他去城里的学堂好好读书吧。郑大力苦口婆心地劝自己大闺女，赖志成的老婆摇头拒绝，心疼小儿子，说什么也不舍得让他离开身边。大丫头，难道你还能看着他一辈子一直这样下去？将来怎么办？郑大力好说歹说，赖志成的老婆总算动心了。小三子，你笑什么笑？来，跟舅舅到旁边的树林里，咱们去撒尿。发生在其他地方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，云超统统不知道。一下子猎杀了6头野猪，尝到了打猎的甜头。打猎这玩意儿和打牌、钓鱼、泡妞一样，都容易上瘾。只隔了1天，云超就准备再次带人进山。云超准备把打猎当成实战训练，怎么配合，怎么协同，怎么寻找最佳出手的时机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宝贝的经验。按照云超的要求，直接就带着大家寻找大型野兽。乔七叔不愧经验丰富，只用了小半天时间，就发现了一个小型狼群的踪迹。狼这种东西通常情况下不会袭击人，可是一旦饿极了，对人的伤害可比野猪大得多。而且这种东西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捏，最喜欢袭击小孩子，所以别的村子的人都敢让小孩子出去砍柴，卧龙村却不行。卧龙村人砍柴都是到北山去砍，而北山里有狼，远的不说，就是云超原主的记忆里，卧龙村就有3个小孩子失踪，据说是被山里的狼叼走了，不知道真假。云超要开发卧龙沟北岸，等于是直接和北山接壤，如果山里的狼跑出来捣乱，云超的损失就会很大，尤其云超还准备开展养殖业，就更不能任由山里的狼出没了。因此一听有狼的踪迹，云超相当高兴，哪怕乔七叔再三劝说，还是坚持要猎杀他们。狼群可是乔七叔的噩梦，他的一只手就是被狼群围攻的时候咬掉的，所以乔七叔是既想杀狼，又害怕和狼对上。超哥，狼这种畜生最记仇，要是咱们把他们全都杀死还好，一旦跑掉几只，咱们可就有麻烦了。乔七叔，不是我故意招惹麻烦，你想想，我现在要开发卧龙沟的北岸，要是任由这些狼在附近活动，早晚都要和他们对上。与其等将来有了损失再想办法，还不如先下手为强，这样可以把损失减到最小。好，超哥，既然你决心要杀狼，那我老乔就陪你疯一回。打猎最难的不是怎样杀死猎物，而是怎样找到猎物。没有经验，在山里胡乱转悠撞大运，就算偶尔能有一些收获，早晚也得饿死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手，乔七叔既然已经发现了狼群的踪迹，就不可能找不到。只用了1个多小时，云超一行就爬上了一道山岗，躲在灌木丛后面，居高临下看着下方山坳里正在休息的狼群，云超不由自主皱起了眉头。和前天猎杀的那群野猪一样，这只仅有8、9匹狼的小狼群也躲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避风。不过和野猪待的小山谷不同，这群狼待的山坳相对比较开阔，再想堵着2头包饺子是不可能了。狼这种东西很狡猾，也很聪明，不像野猪一样直来直去，见势不妙，一旦逃跑起来，别说猎杀整个狼群，能杀死1匹就不错了。在大山里和狼比赛跑路，云超还不觉得自己这帮人有那么实。